阿良，这就是你说的驿路？大理朝廷特建的官马大道，这鸡肠子一样细的破路也算官道。咱们骑龙巷的小路都比这玩意儿宽敞吧？小子，多读点书吧。驿路也分等级，大理南部边境的野夫关有3条驿路通往北方，祁墩山驿路属于最小的一条，多用来运瓷器、茶叶和精盐。以前这里人来人往，很热闹的，只是如今你们离珠洞天落下之后，阻断了原来的南北通道，所以这条驿路就暂时弃而不用了。许多货物都停滞在祁墩山山脉南路的一座水运码头那边，叫红竹镇。红竹镇我挺熟的，那地方一到晚上就会出现很多花船，船上的桨儿不仅翘，还会故意露出一条条白花花大腿给岸上的行人看。嘿，还有这种好地方，那我们还不如抓紧时间赶路。不行，我们不能在红竹镇过夜。过不过夜我说了不算，得问陈平安啊，他才是管咱们钱袋子的财神爷。陈平安，你怎么说？那个，我们肯定是要在小镇停留的，然后添置补充一些必需物品。至于要不要在那儿过夜，还得看客栈旅社收钱贵不贵。我们人多，如果价格不公道，那就只能算了。如果便宜，咱们就要住在那种烟花脂粉的肮脏地方。陈平安，你有没有想过，我家小姐和林守义都算是半个儒家子弟，还是山崖书院的学子，怎么可以与那些伤风败俗的女人毗邻而居？哪怕看不到那些作呕画面，也会听到一些不堪入耳的靡靡之言。还是等到了小镇再说吧。朱路，就按照平安说的，不要妄下定论，到那边再看看。陈平安，幸好你不是读书人，要不然那些圣贤书真是以你蒙羞。还有你头上那个簪子，你佩戴吗？哎呀，真是木好而怪。朱路，小姐，我们去前面坐，别离这个家伙太近。小师叔，你跟朱露姐姐去前面歇息吧。哦，好。吃瘪了吧？这酒怎么越喝越没滋味了？还是红竹镇里新酿的杏花春好喝，入口绵柔，后劲足，还满嘴的花香，人间极品呢。哎，陈平安，不如你给我点银子，等到了红竹镇，我去打一壶，咱俩一人一半。阿良，我可没钱。没钱。按照大理朝廷的图册显示，我们很快就要攀爬一条名为祁墩山的山脉，山路长达300余里。希望这祁墩山上没什么山神鬼怪，一切顺。这边，你真要去布陷阱啊？现在天都快黑透了，山路艰险，野兽也多，要不还是明天早上再去。没事的，朱慧叔叔，蛇有蛇道，鼠有鼠路，山上走兽也是如此。只要仔细观察，很容易就能发现一些山林野兽觅食喝水的线路。我以前经常一个人上山，知道怎么避免野兽袭击，而且以树木石块做成的小巧陷阱并不复杂，熟能生巧嘛。那好吧，你一定要注意安全。我先走了。这山看着阴沉沉的，总觉得有些古怪。对了，我离开小镇前，老祖宗送了我几张黄色符箓，还有一本古籍，说是按照书上的法子能请动山神庇佑，要不然我试一试。朱和从行李中拿出一本泛黄古籍，翻开中间开山一页，仔细浏览着那些鲜红文字和图案，而后他放下书，从袖中掏出一张黄色符箓，开始移寻书上的记载，自东方和南方各抓取一把土壤，在地上描出一个古体的月字。待到他正要搓燃手中的黄符时，我去，阿良前辈，你是想用符箓请山神？不怕你见笑，我总听老祖宗说啊，山水有灵，能得神明庇佑，所以想试一试，是不是真能请出山神或是土地公。你手上这张寻常材质的入山录，下笔之人的画符手法还是不错的，但是符箓材质差了点，它可承受不起古体月字的重量，
所以我劝你啊，写个简单的月字就可以了，省得请神没成，还惹恼了山神。阿良前辈，你的意思是这齐墩山真有那土地公或是山神盘踞在此？那为何这里还有这么重的阴煞气息呢？谁跟你说山神土地公一定就是性情良善之辈啊？神仙不都是好人吗？我就是随口一说，天晓得这里的主人家待客的脾气是好是坏。不好，陈平安刚刚一个人去布陷阱了，阿良前辈，会不会有危险呢？不好说。阿良前辈，那麻烦你去找陈平安，我继续完成这道法诀如何？我朱河只是武境5人，对付世俗高手自信还有一搏之力，可是对付那些古怪东西，真是心里没底啊。行，那你自己小心啊。片刻后，诸葛终于完成了那道法诀，他是最后双指一并指向了地面上的土符。按照这开山篇中的记载，坐镇一方山水的神灵只要收了黄纸符箓这份登门礼，就意味着他们愿意开门迎客呀。怎么现在毫无动静？爹，发生什么事了？退回去！你们站在视频中间，不要轻举妄动。接下来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随意靠近我这边。爹，退回去！我操！王八蛋！你祖宗18代，屁大本事没有，害人的能耐算你最厉害。老先生，你是谁呀？别打了！听好了，老子名叫魏波，是这座齐墩山的土地公。老子先前像缩头乌龟一样，可怜兮兮的躲了那2个畜生几百年，只等大理朝廷把老子从土地公敕封为山神，就可以再也不用受这窝囊气了。结果你这个王八蛋非要用一张破符把老子揪出来，让老子想躲都没法躲，我干你祖宗！哎呦天哪！哎呀！造孽呀！我堂堂一土地老爷，到头来被畜生欺负到这般田地，这日子没得法过了呀，没法过了呀！好大的蛇啊！这蛇不会是要吃了我们吧？大家不要害怕，徒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你还有脸问我怎么回事？你是武道中人吧？你背后的那几个娃娃可都是儒家的弟子？正是，为什么突然提这个？我知道了。那头蠢畜生一定是冲着这些个皮滑肉嫩的小娃娃们来的，因为他们一个比一个灵气十足，想来吃一个便能增加不少修为呀。喂，你这孽畜可看清楚了，这儿这么多儒家小娃儿，你尽管吃，吃饱了你就能够成就末交真身，再也不用惦记我这点修为了。到时候我当我的大理齐墩山山神，你争取做你的走江龙，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不好吗？你这土地老儿竟然敢动这等歪心思！别吵别吵，我听听他说了啥。啥？不够吃？哎呦，你也太贪心了吧！你自己要吃这些灵丹妙药似的儒家小娃儿，然后让你那婆娘把我吃了，顺便可以让她成为下任山神。真是好算计，好算计呀！
哎呀，行吧，我认栽了。哎呦，皇家，难道这山上还有另一条蛇吗？哎，你有所不知，许多年前曾有2位得道仙人对弈于此地。他们一人捏土灵为黑棋，一人抓云根为白棋，双方每落一子，棋子便在这山巅之上化为黑白2种蛇蟒，随着棋局的推进捉对厮杀。然而在这盘棋局还未分出胜负之前，那2位仙人突然尽兴离去了。那之后，山顶上剩下的100多条黑白蛇蟒便开始混乱地厮杀了起来，最终只存活下来1条有望蜕皮为墨蛟的黑蛇和1条腰间生出飞翅的白蟒。说来也怪，这双黑白蛇蟒不知为何竟不再敌对，而成为了一双伴侣。哎呀，数百年来，他们盘踞齐敦山，杀了许多上古旅人和武人炼器士，使得自身的实力飞速攀升，以至于连我这土地爷都成了他们梦寐以求的盘中餐。哎呦，真是惨呐！就你这种胆小怂货，也配做土地山神？老天爷又没瞎眼，你活该被他吃。老天爷大概是真瞎了。算了算了，都到这般田地了，大家一起等死吧。爹，那条白蟒也来了！啊，糟了，我们这下死定了！爹娘，孩儿不能再孝敬你们了。姐姐，我看不到你出家的那一天了。快闭嘴！大家不要动，我来解决这畜生。朱和刚后退了一步，那黑蛇像是意识到了什么，猛地起头颅撞了过来。诸葛面色冷静地抬起右拳，气势陡然提升，向黑蛇的头挥出了势大力沉的一拳。轰然这撞后，恩泽的身躯平床摔倒在石屏之上。朱和刚松口气，猝不及防地凿向朱和的腰侧，将他整个人甩出去数十丈远。叔叔，我没事。朱鹿，小心后面！朱鹿原本是武道2境的巅峰，尚有一战之力，但此刻面对这等恐怖精怪，他却害怕的根本无法动弹。千钧一发之际，陈平安手持柴刀突然出现，他借助树枝的力量盘至空中，纵身扑到白蟒背后，竟是一刀就将那白蟒的左边翅膀狠狠砍了下来。陈平安回来了，我们有救了！白蟒还没起来，大家快跑！大家跟上我，这边！朱鹿终于回过身体来，赶紧带着孩子们一起退到了远离白马的石屏地带。白蟒摔倒在地，疼痛使得他疯狂地扭动身躯，砸得碎石四处飞溅。若是朱鹿再迟一点，恐怕真要被砸成一滩肉泥了。陈平安一击得中，连忙落到旁边，单膝着地。此刻的他虎口崩裂，满手鲜血，柴刀也砍成了2截，耳边全是自己如擂鼓一般的心跳声。为什么我的五脏六腑一直翻江倒海的，动一下就汗流不止？这样下去，我根本无法集中精神对付白蟒。陈平安，你没事吧？我没事，诸葛叔叔，你只管对付那条黑蛇，这条白蟒就交给我了。行，今天就让这2条畜生看看咱们的厉害。哎呦，你这武人别垂死挣扎了。这黑蛇之所以不急着吃掉你，是希望完全激发你的气血，这样它吞下你之后才能消化掉你的精气神儿，大补特补自己的修为呀。
对了，这孽畜在100余年前吞吃了一位中武境的道家炼气士，我估摸着他应该修成了1、2种入门道法。虽说是粗浅不堪，但像你这样区区5境体魄的武人，肯定是扛不住的。我看呐，你们还是赶紧认命吧。束手束脚窝囊是死，放开手脚痛快一战也是死，那我还怕什么？反正今天我朱贺就是拼上这条命，要和这2头畜生决一死战。看着朱和蓄势待发的架势，黑蛇一改先前悠闲懒散的模样，突然将嘴巴开到极致，露出2颗粗如青壮年手臂的毒牙，朝着朱和喷出一口又一口腥臭至极的雪白瘴气。瘴气在空中凝成实质，好似一支支弩箭，直射向地面。朱和快速向后撤步，闪转腾挪间躲开了箭矢般的瘴气。黑蛇见状，立马甩尾横扫向朱和，同时尾部不断延伸，形成盘踞山头之势，渐渐将他围困其中，动弹不得。此时的陈平安已经与白蟒站在一处，根本无法援手。爹，我得想办法救他。这汉子还真是个不错的武道宗师坯子，可惜今天就要丧命于黑蟒之口了。等等，这群小崽子现在群龙无首的，又单纯稚嫩，我正好可以趁机骗他们为我毁掉符箓脱身，远离这处是非地。哈哈，真是妙哉！快来一个人，只要是童男童女皆可，将你们长辈捏出的那个月字用脚踩平，我就能不受此符拘束，出来帮你们对付这2条畜生。哎呀，还愣着干什么？快呀，快！你说的是真的吗？你快别训，我看他不像好人。我也觉得他梅安是个好心。哎呦，一群不知好歹的蠢货！你们难道要眼睁睁看着这2人力竭战死？你们这帮小崽子的良心都被狗吃了不成？丫头，那5人是你爹吧？你连你爹也不救吗？踩平了那个字，真的能救我爹吗？当然可以，我骗你做甚？周龙，你别去！你如果不帮他无路可退，说不定就只能跟我们并肩作战。可如果你帮了他，你他胆小怕事的心肯定就跑了。再者，我们还不确定他跟那2条畜生到底是不是一伙的。你千万别冲动！这个土地老头从出现开始就一直站在旁边看戏，根本没帮到我们任何忙。他说的很可能是骗人的。只要能救我爹，让我做什么都行。朱若，不行，还是他。就在陈平安转头冲向朱露的时候，那条白蟒却仿佛拼了全部的力气，猛地行向陈平安，生生拦住了他的去路。朱露，看到没？这条孽畜既然阻拦我，就是希望你毁掉朱叔叔的那个月字。那土地公说不定早就和这2条畜生达成了秘密约定，你千万别冲动。来不及了，我们可以再想办法。我爹马上就要死了，我必须救他。朱露，可恶，这畜生还在阻拦我！要赶紧踩掉，踩掉了就能救下爹了。脑子里一团浆糊的朱露冲到月字旁边，满脸泪水，伸出脚一通乱踩，终究还是将那个月字踩得混入一消失不见。与此同时，魏不谟地爆发出一阵狂笑，他挥舞着手中的绿色竹杖，身形迅速拔高，苍老的脸庞也如同枯木逢春一般，变成了潇洒俊逸的年轻男子模样。我就是这么一说，这小孩子妈真就行吧，既然师傅已经解除，也不用再找了。你们呢，就等着乖乖被这2条畜生吃掉吧。我得去山林里
对付那个藏头藏尾的斗笠汉子了。你骗我！你跟这两个畜生是一伙的！一会儿这种说法也太过分了吧！我不过是由着他们，在这几百年以来吃掉了不少过路的旅人罢了。毕竟只有这样，他们才不会吃我嘛。哎，小姑娘，实话告诉你吧，这次离珠洞天下坠，大力开始封赏各路山河神奇。我原本呢是在等着重新被敕封为土地公，可是你爹刚刚在念符咒的时候，居然喊出了那位三山九湖先生的名讳，这等于是提前帮我钦定了土地公之身呐！哎呀，可惜了。若他方才写的是那个古体的月字，说不得我此时已经晋升为齐敦山的正统山神了。不过没关系啊，现在这样子已经很好了。你是说，因为我爹写下的字，才帮你恢复了土地公之身？那你怎么能恩将仇报？唉，怎么能是恩将仇报呢？我可以拜托这两个家伙，让几位毫无痛苦的死去啊！不过那个被你们称为阿良的兄弟，倒是让我有些兴趣。方才就是他建议你爹将古体的月字换下，明显就是想压制我的神格。哼，我可要好好回回。原本意气风发的魏部，突然露出了一丝痛苦神情。他茫然地低头看去，只见一把普普通通的竹刀正从自己的心口穿过。众人纷纷抬头望去，就见阿良竟神不知鬼不觉地站在了魏部背后，一刀捅穿了他的胸口。而那黑蛇白蟒也一改先前的凶残，他们同时放弃了与朱和陈平安的缠斗，乖乖地退到了石屏边缘，头颅低垂，身体微微颤抖。阿良抽回主刀，闲庭信步般走到众人面前，突然掏出腰间的酒葫芦，喝了一口。怎么？你找我？这个阿良究竟是什么时候来到我背后的？而且他竟能以悬梁竹刀轻而易举地捅穿我的心窍。看来我绝非是他的对手。算了，我还是乖乖认怂的好。前辈，误会，是我唐突了。你这家伙演戏的本事倒好啊，当然那条白蟒和黑蛇也不差，你们三个配合的堪称天衣无缝啊。阿良前辈，您在说什么呢？不好，你们看那边！趁着众人的目光都被他引开的刹那，韦伯立刻使出神通，身躯化作黄泥缓缓下沉，地面顿时泥浆翻涌，几乎一个眨眼的功夫，这位土地公就已经不见了踪迹。哎呀，让这老头给跑了！阿良，你怎么现在才回来？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阿良最大的两个优点，第一个就是喜欢接受批评，你批评我，我就打死你；第二个就是我经得住别人的称赞，再没谱再肉麻都行。来，使劲儿夸好。夸你个头啊！阿良，你来这么晚，是不是拉屎去了？真是懒人屎尿多！你知不知道再晚来一点，以后就没人陪你唠叨，陪你一起撒尿了。我要是死翘翘了，到时候你肯定会想我的。我想你娘，想你姐，就是不想你这个没良心的兔崽子。哼，我就知道你心里根本没我。哎呦，你这不是没死翘翘吗？愁眉苦脸做啥？哼，行，大家伙都没事吧？阿良向着朱和陈平安看去，只见浑身淤血的朱和盘膝而坐，而朱露已经飞奔到他的身边，满脸泪痕。爹，你怎么样了？闺女，爹没事儿，我这身血只是看着吓人而已，其实并未伤及魂魄和元气根本。这一战真是痛快，我朱和这辈子不曾如此酣畅淋漓过。爹，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你在这一战中有所突破？没错，
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爹这一次感觉像是抓住了一丝破镜的契机。原本死气沉沉的几座关键窍穴，竟然有了sinh气抽芽的迹象。这点小苗头，对于爹这种原本武道前途断绝的人来说，是莫大的幸事啊。爹，你别急着说话了，你小心扯到伤口。这点小伤算什么？若是再熬上一炷香的功夫，爹说不得就能一只脚跨入第6境的门槛了。行了，老朱，你就别瞎折腾了，好好歇着。阿良前辈，多亏了你及时赶到救了我们。等到了红烛镇，我请你喝那新酿的杏花春。大恩不言谢啊，记在心里就好，说出来显得多没诚意。好。喂，陈平安，你怎么样？我没事儿。小师叔，你的手一直在抖呀。我书箱里有杨家铺子的药膏，我给你拿。没事儿，小师叔现在不是很疼。杨爷爷跟我说过，是药3分毒，能不用就别用。实在是疼得厉害了，我再用啊。好。陈平安几人坐下来修正，阿良却片刻不得闲地在石屏上游荡着。不一会，他突然拔出主刀，往地面上猛地一插，下一刻，那个已经逃回山腹洞府的胃部，顿时觉得如遭雷击，口中蓦地吐出一口鲜血来。无奈之下，胃波只能折返回来。他捂着脑袋瓜，如同雨后春笋般从土里冒出来，苦兮兮的再次出现在阿良面前。哟，这怎么又回来了？土地公也会迷路呀！恳请大仙不要再戏耍小的了。阿良，快杀了这人，还有那2条畜生！杀人？凭什么呀？他们跟我又没什么仇怨。那2条畜生方才要吃了我们，而且这个祁敦山土地公他还骗我，他肯定是罪魁祸首。啊！土地老二，你要吃我吗？还是这2条蛇要吃我呀？不敢！我一个小小的土地，哪敢打梁前辈的主意？至于那2条畜生，他们更准备那个胆啊！谅你们也不敢。我爹差点就死了，我们也都差点死了。你们没有这份能耐能为民除害，你为何不做？哈，你这口气像是我未过门的媳妇儿啊！啊，不行，我其实喜欢年纪稍大一些，身段完全长开了的姑娘。你简直不可理喻！不录，不可无礼，更不可意气用事，一切就交由阿良前辈自行处置好了。爹，你怎么老帮他说话？陈平安，你怎么说？阿良，你做决定。哎呀，行吧，那就我说了算。老话说得好啊，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身为江湖儿女，咱们要大度些。阿良前辈心胸开阔，必有福报。但是啊，你们害我受了这么大惊吓，没有一点补偿就不合情理了，对不对？是，一切听凭阿良前辈的吩咐。你这家伙一点拨就懂，我喜欢。来，我跟你说，明天一早你找几只灵兽来，把我们这一行人安安全全的送到祁敦山的脚下。没问题。还有，你在这儿当了几百年的山大王，总收集了几样宝贝吧？等我们到了祁敦山的边界，你就拿出几样宝贝出来送给我们，不用太多，但品质一定要好，知道了吗？这是自然。行了，就这样吧，去吧。哎，阿良前辈，你的要求如此简单吗？没错，
趁我改变主意之前，赶紧带着那2条畜生消失。消失！我马上消失！第2日清晨，在一行人收拾好东西即将动身的时候，齐敦山土地卫部突然从土里钻了出来，一脸谄媚地看着阿良。大仙，小子已经准备好了车驾，余下200里的山路，保管你们畅通无阻，如履平地。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啊！我这驴还有那匹马，也一并由你保管。等到了齐敦山边界，再管你要。应该的，为大仙担任马前卒，实乃小人的荣幸。李怀，你睁大眼睛好好瞧瞧，人家堂堂土地爷也对我阿良恭恭敬敬的，你以后对我放尊重点啊！呸！那么大人了，还给我抢一块酱牛肉，说出去也不怕人笑话。切，我看谁敢笑？谁？还有谁？我看你真的是……这个，阿良前辈，小人不是故意的。算了，动身吧。嘿，好，大伙儿出来吧。话音刚落，就有3只大如圆桌的山龟从天而降，它们浑身通红，如同一大团火焰。每只山龟的背甲上放着可以容纳3人的座椅，背甲边缘还钉了一圈低矮栏杆，充当扶手，以防贵客们颠簸摔落。几个孩子欢呼雀跃着攀上了背甲。小师叔，我要和你坐一只山龟背上。李守一、李怀，你们不许上来。哼，我还不想和你一起坐呢。喂，阿良，你不会是要和我们一起坐吧？你这臭小子还敢嫌弃我？多少人盼都盼不来的事儿啊！赶紧上去！闺女，那我们俩就坐最后那个山龟吧。好，出发喽！不到正午，山龟就已经走了小半程山路。见大家都有些饿了，陈平安便让山龟们停在一条瀑布下的水潭旁边，开始熟门熟路的烧火煮饭。吃过了饭，阿良把陈平安喊到幽绿深潭的水畔，闲聊了几句。按照你之前的说法，你如今在龙泉县西山一带拥有落魄山、宝鹿山、彩云峰、仙草山和珍珠山，总计5座大小山头。对，其中落魄山最值钱，宝鹿山也不错，其余3座很一般尤其是珍珠山，就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山包。其实，如今这些山头的真正价值在于灵气运进，远胜方外天地。所以有许多刚刚懵懂开窍的山魈精怪，正沿着铁浮河向那边飞奔而去。之前我们在河畔遇到的那3只妖怪啊，估计也是这个目的。不过最终是否能够获得大道机缘，得看他们各自的造化。那他们会不会偷偷吸取我那几座山的灵气，得到之后就跑了呀？你别以为有了精怪入山就是家里遭贼。就像这座气势不俗的齐敦山，那魏波为何会任由2条蛇蟒在他眼皮子底下一点一点成长壮大？原因就是齐敦山想要留住灵气，就需要有人站出来帮着他坐镇山头，压胜阴煞和吸纳气数。阿良，你的意思是要我邀请那位齐敦山土地或是2条蛇蟒去往我的山头帮我看家护院？你呀，这说对了一半。赤峰山水正神是近期大理朝廷的重中之重，涉及王朝气数，绝对不容外人染指插手。所以你家那些山头若是真的会被赤峰山神，那必定是由大理皇帝钦点的阴灵来担任。这齐敦山的土地公就算是去了你的山头，也是名不正言不顺，成不了气候的。再说了，这魏波在齐敦山待了上百年，虽然他放纵蛇蟒吃掉过路旅人，但现在时机特殊，大理皇帝可能会网开一面，看在他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份上，
将他提拔为山神。所以现在，就算你求他去，他也不会答应。那你是要我拉拢那2条蛇蟒？当然，那2条畜生这些年来啊，虽然作孽不少，传出去名声也不好听，但对你的山头可是利大于弊呀。如果我准许他们去落魄山或是宝路山，他们能够保证不吃人吗？吃人？一般情况下有那么充沛的灵气，他们修行还来不及，还哪有闲工夫吃人啊？不过嘛，蛇蟒终究属于蛟龙，生性冷血，估计看见个什么山野樵夫之类的，说不准也想尝尝鲜，也说不准呢。那能不能一开始就跟他们说好，他们可以在我的山头修行，但是不准吃人？那你就不怕他们嘴上答应，回头进了山，见着了人，一口就是一条人命。反正你近期又不在山上，也看不到。说的也是。哎，我看旁边有一片竹林，应该是那魏部的老底子。那些竹子汲取了山地灵气，100年才能生出翠绿沁色。再过400-500年，就有希望凝聚出一点点青木精华。你要不要去砍2根来，给那几个小家伙做书香？随便拿人家的家底不太好啊。这有什么不好的？你只管砍便是，有我在，他不敢说什么。再说了，那些竹子也不过200来岁的年，顶多让那魏国肉疼一阵而已。他昨晚可是把我吓得不轻啊，这就当是补偿了。那好啊。走走走。2人来到了苍翠的竹林之中，见那2条黑蛇白蟒正盘踞于竹林边。经过昨天一战，陈平安对这2条蟒蛇仍然心有余悸，只是面相没有表露出来。阿良，那我去跟那2条蛇蟒说了。去吧，我正好去找土地老二。好。魏波，出来！哎，大仙有何吩咐？我朋友待会儿过来，要砍你2根竹子做书香，不过分吧？不过分，不过分。天傻子阿良啊，怎么会有客人这么欺负主人的呀？要知道随便砍一个竹子，就会破坏我这方竹林的障眼法，落入齐德山的风水宝地。要是被什么路过的精怪看见，那我如何保得住？怎么？嘴上说着可以，心里还是不愿意？让他先见笑了。小的是在这1亩3分地穷苦惯了的，影子钱比不得大仙游历天下，饱览山河。以大仙的眼力，一定看得出这片竹林对小人而言十分重要，可谓是小人压箱底儿的可怜家当。所以哪怕只是少了2根青竹，仍是情难自禁，悲从中来，还望大仙恕罪呀。算了算了，我这位朋友呢，除了要砍竹子，还有一笔买卖想要和你们谈。现在他已经去说服黑蛇白蟒去他的山头修行，至于能不能谈妥，就看你们的了。谈不成也没关系啊，所谓买卖不成仁义在嘛。能谈妥。那个大仙是如何晓得小人这根青竹杖的来历的？我年轻的时候游览过一趟竹海洞天，与那竹夫人有些许交情，交情不深，一般，很一般。小的读过一本小说家的游记，里面曾专门写到了这位竹夫人，媚姿容，喜赤足，并发绝情，大仙好艳福，令人好生羡慕啊！哎，大仙，听声音，你的朋友似乎
惹怒了那2条畜生啊！不用管，咱们接着聊咱们。竹林另一侧，陈平安正坐在一块山石上，手里拿着半截柴刀，看着不远处一黑一白的2条蛇。他一路行来，除了跟李保平读书认字，再就是跟他学大理官话，如今已经可以与人用官话正常交流了。我虽然对于修行一事了解很少，但是我很确定，齐墩山的灵气远远比不上我家的那些山头，所以你们在我家地盘上修炼100年，说不定比得上在这里的好几百年。而且阿良在来的路上跟我说了些走江化龙的内幕，你们若是单纯走水路，会被许多山神江神故意刁难。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们能早早的就跟阮师傅还有大理当官的人打好关系，以后走水路说不定能顺畅许多。2位先不要激动，我还得把丑话先说在前头。你们之前做了什么跟我无关，但是在进入我的山头修行之后，绝不可为了保富而杀人。当然如果是为了自保另当别论，可是如果你们坏了规矩，那么阮师傅就会出手直接诛杀你。白蟒听到此处，不由得勃然大怒，他高高抬起头颅，似乎想要随时向前扑杀而去。关键时刻，一旁的黑蛇突然扫个相向，猛地用力一甩，将他狠狠地摔了个七荤八素。一旁的竹林中，阿良不知何时坐在了一根韧性极好的竹子上，未不远远瞥见陈平安与蟒蛇暗流涌动的悬殊对峙，忧心忡忡。这2条畜生居然还演了一出苦肉计，想让陈平安松口准许他们吃人。主意是不错，只是万一被这阿良前辈看出来，那可就糟了。不行，我得帮他们糊弄过去。大仙，这黑蛇虽然生性更加的残忍凶狠，但是开窍更多，甚至已经学会了看形势知进退。那白蟒平时看起来伤人的念头不重，但是交流起来反而会比较麻烦，因为更顺从本心。是吗？这少年的话里都是实实在在的道理，只不过他仍是不够了解那对蛇蟒的习性。毕竟蛇蟒开了窍以后便知道颜面一事了。他们在齐墩山作威作福惯了，会觉得去了那少年的山头就是寄人篱下。尤其是少年搬出一位圣人来，扬言敢吃人就要打杀了他们，更会让蛇蟒觉得他气势凌人，不好相与，难免愤懑呐。行了，你不用变着法子帮你的邻居求情。既然我都说过我不会插手了，你怕什么？归根结底，蛇蟒不愿早早低头，还是觉得那武道2境的陈平安根本没资格跟他们平起平坐，所以哪怕他提出的要求都很合情理，他们也会难以容忍。如果刚才那一番话换成我来说，你觉得蛇蟒会怎样？他们会二话不说直接搬家，连心怀怨恨也不敢。哼，很好，你保住了半片竹林。话音方落，2人四周的竹林突然传出一阵噼里啪啦的声响，竟是约莫半数的绿竹被一股莫名的力量拦腰斩断，悉数落在了地上。大仙息怒啊！别以为我没看出来你在糊弄。小的不敢了，不敢了。不然我给你打个赌吧，就赌这陈平安在激怒蛇蟒之后是会向我求助，还是靠自己硬撑，又或是动用他体内那3缕极小的剑气。我赌他会向我求助，而你就赌他不会好。你赌赢了的话，便能保住剩下的半片竹林；赌输了的话，你不是刚刚恢复土地之身，我便再把你打回原形。敢问大仙，小人的赢命有多少？1/10有吗？哼，是100%啊！
喂，陈平安，你只管狮子大开口，条件怎么过分怎么开，有我阿良盯着呢。哪怕惹火了那2头畜生，如果真发生了冲突，你刚好可以拿那双蛇蟒练练手。放心，我会帮你看着局势的，适当的时候肯定会出手。不好意思，你现在连那1%的胜算也没了。阿良前辈，你这不是耍赖吗？折腾来折腾去，就为了一个必赢的局面，你觉得我阿良有这么无聊吗？难道你是想考验陈平安？咱们就看着吧。片刻之后，白蟒的怒吼声响彻山林。阿良身形一闪，尚未来得及出手，一道无力撼动山岳的剑气白虎面冲天而起，转瞬间连成想要扑杀陈平安的白蟒斩成2段。白蟒的残躯散落在地，黑蛇被吓得肝胆俱裂，朝着密林深处疯狂逃窜，而那道剑气却威势不减，朝着苍穹直冲而去。阿良身形跟着一闪，来到齐墩山高空之中，猛地拔出主刀，将那白虹一刀斩断，阻止其继续升空而去。地面之上，陈平安低着头，看着那具血肉模糊的白蟒尸体，脸色平静，眼神却如同当初在小巷中击杀蔡金简时那般狠厉。阿良落回地面，忽然摘下腰间小葫芦，狠狠灌了口酒。哎，这小子竟然真的动用了体内的剑气，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我的毒品确实不好，但你的赌运很好，牺牲一只白蟒，保住半片竹林，这个买卖挺划算的嘛。正如前辈所说，我这般市侩小人，今天得到了太多的惊吓和教训，已经没有半点心机了。还望阿良前辈大人有大量，就不要再吓小人了。若是有什么吩咐，尽管发话，小人照办就是。那行，我这把竹刀坏了，要换一把，你去帮我找一根比较好的老竹吧。你大爷的，这不是趁火打劫吗？阿良啊阿良，你的粮是丧尽天良的粮吧？你那什么眼神？不愿意吗？没有，小人马上就去找。等到陈平安从竹林那边回来时，便看见了这散落一地的竹子，而魏破正弯腰半蹲，想要将一颗翠绿的竹子拔出来。可惜地下的竹鞭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他拔了半天也没能拔得出来。这可怎么办？你在干什么？哎，这边你回来了。你手里那把柴刀能不能借我用用啊？好啊，给。阿良前辈，您看这根竹子如何？不错。你照着我之前竹刀的样式做一把，回头离开齐墩山边界的时候，再连同那头白驴一起给我就是了。自然。什么呀？刀匠还你。
这把刀看着就是普通的柴刀啊，为何会如此锋利？我也不知道，这柴刀就开山带路有点用处。你若是想要的话，我可以送给你。我就是说，君子不夺人所好。你想要又不好意思要的话，可以直接买啊。可陈平安就是个烂好人，肯定会卖你个童叟无欺的价。对，生明，其实吧，我刚刚借了阿良前辈的竹刀，想要将这地面上的竹子呢清理一下，结果不小心给它弄坏了。你为什么要砍这么多竹子啊？一座竹林若是过于茂盛，反而不利于竹子的生长，只有定期砍掉一些，才能保证其壮大。再说了，这片竹林真正值钱的地方，其实是地下的这些与山根相邻的竹编。至于地面上的竹竿嘛，我本来是想砍下一些来搭建竹笼，当做过路人的休息之所。但刚才经过阿良前辈的提点，我突然有了一个新的想法。说来惭愧，我从见面起就垂涎你手中的柴刀，所以我想用这么一座竹笼来跟你交换。竹笼要怎么换柴刀啊？等我把竹刀做好交给阿良前辈之后，便收集好这些竹竿，与黑蛇一同前往龙泉县的落魄山。一来我能看着黑蛇，避免他在路上惹出什么麻烦；二来嘛，我也能让黑蛇驮上这些竹竿等到了落魄山之后，我便找一处风景宜人之地，给你搭个竹楼。听起来倒是不错，只是这竹楼有什么特殊之处吗？为何要专门搭建在落魄山？世间36小洞天中有一方竹海洞天，其中有10棵最重要的仙竹，对应着竹之10德。而眼下齐墩山这片竹林的老祖宗，就是竹海洞天那10棵竹子里面的奋勇竹。所以这里的徒子徒孙们多多少少都沾了仙竹的灵气，若是搭建成竹楼，常年在其中修行打坐，对于纯粹的武夫或是兵家修士都大有益处。原来如此啊，那好吧。行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陈平安，这2根竹子不错，你拿去收着，有空了就做书香。至于现在咱们得走了，小宝平他们估计等急了。可是柴刀还没给人家，等到时候连同你背篓里另外半截断刀一起给吧。对了，那白蟒的尸体你怎么处理了？我把他剩下那根飞翅割下来，放进背篓里了。至于其他的都没有动。也行。那颗尚未成型的白蟒之胆就不要了，鲜血淋漓的，吓着几个孩子就不好了。直接让那黑蛇吞了去吧，也算是我们送给他的礼物。如此一来，黑蛇定能增长200-300年的修为，到落魄山之后也能老老实实修行。魏伯，至于你嘛，好自为之。阿良身后，凌空虚点，下一刻，魏博心中的畏惧彷徨被清风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与一地神灵身份相符的庄重与肃穆。祸福相依，不过如此了。感谢阿良前辈的无心提点，帮我解开心结，破去魔障。自古名山待圣人，圣人不来又何妨？我自可潜心成圣。陈平安与阿良沿着原路返回，不同于来时的飞快奔走，他们默契地选择了散步闲聊。阿良，黑蛇真的会吃掉白蟒的残余尸体吗？他们不是相依为命几百年的伙伴吗？那黑蛇为了成交化龙，自然下得了嘴。不光是他，一切的山精鬼怪、魑魅魍魉都喜欢同类相残，跟一山不容二虎是差不多的道理。
这黑蛇已经开了窍，灵智增长，他留着白蟒的目的恐怕就是想等着白蟒结丹之后再饱餐一顿。原来是这样。怎么？你要是想看黑蛇吞吃白蟒的景象，咱们倒是可以回头去看看。还是算了吧。话说回来，陈平安啊，你可别怪我替你擅作主张，答应让黑蛇吃掉那颗芒丹。既然他接下来要去落魄山帮你坐镇气运，自然是让他早点成为黑蛟来的划算。其实我还蛮好奇的，你为什么要自己动手杀掉白蟒，而不是等我出手阻拦？若是驯服了白蟒，随便让他去宝路山或是彩云峰都是不错的买卖。难道你是怕我阿良见死不救？怎么可能？阿良，我信得过你。那是为什么呀？在回答你的问题之前，我想知道你是不是在我和白蟒战斗的时候就看出我体内的窍穴之内蕴含着3道剑气？说实话，我一开始就看出了你的窍穴之中大有玄机，但我没有开口，因为我只能勉强看出那3座窍穴中各自有1道剑气，而每一道剑气又蕴含着不同的道义。至于具体是哪3种道义，我也不敢确定。当然，我若是用点手段，也能强行看到你气府中的景象，但这样会伤害你的体魄气机。我阿良身为绝世高手，绝不会使用这样下作的手段。我明白了。阿良，你知不知道我们小镇里有座牌坊，上面有4块匾额？知道。齐景春当年跟我提过，但我早就忘记内容了。其中有一块匾额上写着莫向外求4个字。住在我隔壁的宋吉新说，这是佛家的禅机，意思是告诫所有人要专修佛法，不要去跟那些佛法之外的道法求什么。我一开始就觉得很有道理，但后来我没事的时候就瞎琢磨，也悟出一些东西。于我而言，不管是烧香拜佛还是礼敬菩萨，还是要先做到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要不然人家凭啥帮你啊？求佛先求己嘛。所以你宁愿损失1道剑气，也不愿意麻烦我吗？哎，其实你得这么算，对我阿良而言，这不过就是一件拔刀出鞘的小事而已，不值一提的。哎，不能这么算啊？为啥？我是觉得任何不好的事情干脆就不要有第一次，哪怕是一小步也不能走着去，要不然回头来看吃亏吃苦的还是自己啊。就像我，如果偷懒一次，就肯定做不成瑶宫学徒，更进不了大山，到了最后又怎么可能拥有5座无价之宝的山头啊？打住啊！陈平安，你跟我兜这么大圈，就为了显摆自己阔绰有钱啊？也没有。阿良，要不你帮我给落魄山上的竹楼起个名字吧？起名字？我擅长呀。就叫阿良很猛楼，如何啊？气势够不够？这怎么嫌弃我喧宾夺主，压过你这位山大王的风头啦？行吧，那我换个含蓄些的，就叫猛字楼。哎，你看我把阿良2个字都去掉了，牺牲很大的，满意了吗？阿良，我突然觉得竹楼没有名字也挺好的。哼，浪费我感情。那就叫猛字楼好了。这还差不多。看在你这么爽快的份上，我也得拿出点诚意来，是不是？哎，你想不想学剑？暂时不想。是怕耽误了练拳？这小子之前为了阻拦白蟒扑杀朱鹿，将一路上走庄练拳积攒的本钱全都挥霍一空了。所幸他的神魂已经得到了滋养，而且在石屏一战中有所突破，才能顺势找到那3座藏有剑气的窍穴，可以在危机时刻使用出来。
你说他是流年不利吧？结果他这就又否极泰来了，有意思。陈平安，少了一缕这么厉害的保命剑气，心疼不心疼？不心疼，我之前积攒在心里的一口气总算出了，现在痛快的很。哦，怎么讲？说说看。这种我能跟人讲道理，又能让人听我讲道理的感觉还真好。以前我练武是为了活命，但现在我觉得我的目标可以再远一点，再高一点。有志气，陈平安，我就说了你能走很远。两人一路闲谈，不一会儿便与李保平等人会合。山龟驮起众人继续赶路。不过半天时间，一行人便已经走到了祁敦山边界地带。魏博带着阿良的白驴和李家的马匹如约而至。他先向着阿良作揖行礼，而后便将手中那不知是什么材质的鲜红木匣交给了阿良。李怀有些好奇，偷偷伸手摸了一下木匣，触感甚是柔软温暖，有些像去年他在祁隆巷的一家布店里见过的珍贵绸缎。阿良，跟你商量个事儿，宝贝分完之后，这个盒子能不能送我？干嘛要送给我？你算哪根葱啊？你娶了我姐，我是你姐夫呀。那些小舅子。哼，我才不要做小舅子，我喜欢张姐。天底下最坏的人就是小舅子。行，说不过你。韦波，这盒子值钱吗？还好，盒子是由焦黄阴沉木打造的，在土里埋了有些年头了，不腐反香，色泽也由黄变红，不算值钱，就是不常见而已。既然不值钱，送你吧。谢啦，快给我，快给我！你急干什么？盒子里的宝贝还没分呢，你就想独吞啊？来，陈平安、小宝平、林守一、朱和、朱露都来坐地分赃了啊！先到先得，过时不候，没其他规矩，就一条，每人只能拿走一件东西，拿到哪样是哪样，不许反悔。三个孩子们立刻围了过去，陈平安却没有动，反而看向一旁的魏波。程平安，你看我做什么？还不去争机缘吗？先让他们拿吧，我正好有事跟你商量。何事？我这儿有一袋子蛇胆石，想托你带给黑蛇，估计对他的修行能有些帮助。两人正说着话，李保平飞快地跑到陈平安身边，有些着急地拉着他。小师叔，你怎么不去拿宝贝呀？你看，就连林守一那种性子的人都跑得飞快，李怀更是恨不得直接把脑袋塞到木匣里了。你赶紧去吧。没事，我可以最后一个选。最后一个就没得选了。不行，我要先帮小叔叔你拿一件。哎，宝平，让开，都让开！我要给小叔叔挑东西。李保平，你怎么这么霸道啊？你看看你，把手艺都快推倒啊！没关系，我已经挑好了，就要这本叫做《云上郎朗书》的造价古籍。至于其他东西，你们分吧。守一，你怎么不挑那把刀啊？多漂亮啊！要是我就选它。我不是习不得了，也不喜欢练刀学剑。这把刀一看就是天下无双的神兵利器，估计连我们小镇铁锁井的锁链也能砍断。李保平，这么好的东西你不要吗？就算你不要，你的小师叔如今不是没有趁手的兵器吗？我看给他用也挺好的。拿这把刀来开路，总比拿着一把破柴刀更好吧？可是什么刀啊？我来看看。不错，这匣刀应该就是那把垫底的降符吧？降符？好怪的名字啊！小宝平收下吧，这把刀确实适合你。以后你再找一只养剑壶，与这匣刀一左一右悬挂在腰间，然后红衣策马行走江湖，多帅气啊！三个孩子都拿到了各自心仪的宝贝，朱和也拉着朱露走了过来。朱露脸色清冷，始终不愿意
蹲下身仔细看那木匣。朱和知道闺女在别扭什么，但也不知如何规劝，只能叹了口气，低头去看那木匣。然而他在看到一本书和一颗泥封的丹药时，突然吃惊地瞪大了眼睛。阿兰姐妹，这是传说中的英雄胆吗？还有这本书，难道就是仙家秘籍紫气书吗？哟，好像还真是哎，能帮你破境的真武山丹药，你闺女用得着的秘籍，都是好东西啊。看来这魏博积攒下来的家底确实够雄厚啊，你可得好好谢谢他。这是自然，有了这个英雄胆，我便等于多出半条命来。还有这本紫气书，可以帮助鹿儿顺顺利利走到第5境。阿良没有理会欣喜若狂的朱和，抬头望去，陈平安和魏博已经走了过来。魏博看着众人手中的宝物，微微一怔。我放进木匣中的东西只有那把降虎刀和莲子啊，这些丹药和书籍又是从哪儿来的？难不成是阿良前辈偷偷放进去的？阿良前辈，闭上你的嘴啊，别多问。陈平安，这匣子里现在可就剩下一颗看起来就没什么用的莲子了呀。不过也无所谓了，你小子就算早来，估计也只会拿这颗莲子。没事，有一件宝物便已很好了。小师叔，我和你换。阿良说这把刀可好了。好，你就收下吧。小师叔又不练刀，见山开路用柴刀就够了。对嘛，陈平安是一名剑客，配刀不合适。你不也说自己是剑客，那你还用主刀？你管我？阿良，这盒子可以给我了吧？你要它干嘛呀？你有那么多宝贝放吗？你管我？嘿，你这臭小子，都还真会现学现卖啊！一行人各自得了心仪之物，便与魏博告辞，吵吵闹闹地下了山。魏博目送他们远去后，忽然脚尖一点，扶摇直上，很快回到了齐墩山的山头。那黑蛇正盘踞在此，他的腹部鼓鼓的，显然刚刚已经美餐了一顿。魏博将一只袋子丢到他的面前，这袋子蛇胆石是陈平安送给你的乔迁之礼，你就放心吃吧。这东西除了原先的离珠洞天，在东宝平州几乎已经绝迹了。听说吃了便可以生出真龙的筋骨虚灵，也算是走运了。唉，一桩善缘善始，就是不知道能否善终啊。黑蛇略作犹豫，最终还是将那颗颜色已经褪去的蛇胆石吞入了肚中。片刻之后，黑蛇生出4爪，抬头望天，并发出响彻山林的嘶吼，惊起了无数振翅而去的飞鸟。魏博见状，微微摇头，转身刚想离开，脚步却突然一顿。只见他的身前竟是出现了一个拎着酒壶、袒胸露腹的男子。魏博一眼便认出来人是大黎兵部武选司郎中，名为刘裕。可喜可贺呀！魏博，你总算是打破了身上那道法术禁锢了。如今你恢复了土地公真身不说，还有望自称山神，看来是得到了天大的机缘呐。有话直说。那个叫阿良的刀客有多强？你问这个做什么？那人杀了我们大黎谍报机构竹叶亭中的2名甲字高手，竹叶亭乃娘娘一手经营的，所以陛下也很快得知了消息。他觉得是那人破坏规矩在先，于是很不高兴，要跟他讨要一个说法。
礼部与青天剑已经下达了密旨，要求红竹镇4周千里之地的一切山水神灵全部原地待命，不得擅离职守，也不得闭关。一旦有那刀客的消息，必须立刻通报。若是点卯之时没有准时出现，便斩立决。至于你，能把自己摘干净最好，摘不干净的话，说不定就要再去冲淡江洗回澡了。不过我敢肯定，这次再也不会有人愿意拼着魂飞魄散的代价，也要把你从江底捞起来，偷偷带回齐墩山，重新拼出真身，保住你的一条性命了，对吧？水神王朝的北岳正神啊，你不必再说了。大离齐墩山土地卫部，听令便是。傍晚时分，陈平安一行人终于来到了红竹镇城门外。站住！你们是什么人？各位老爷，我们带着这几个孩子游学至此，今日路过红竹镇，想进去休息一晚，顺便采办补充些上路要用的物品。把蝴蝶官文拿出来看看。啊？蝴蝶官文是什么？朱贺叔叔，你知道吗？我也不知道啊，这些事情老祖宗都没交代过。没有蝴蝶官文不得进城，这是规矩。但是他们没有，我可是有啊。这位军爷，你看看我这官文能不能进去？你进去吧。陈平安，你们就在这儿想办法吧，我找人喝酒去了。阿良，你个没良心的，居然敢把我们丢在这儿，我要把你的毛驴宰了！随便你。就在剩下几个人面面相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的时候，一位身穿青色官服的中年男子快步走出了城门。他仔细地打量着陈平安一行人，心中确认后，便走上前来，冲着朱和抱拳一礼：“在下程生，乃是红竹镇枕头驿的驿丞，敢问阁下可是来自龙泉县的朱和先生？”“正是。你认得我？”“你们李家的家主曾经寄了一封信到咱们县令大人手上，大致说过你们的行程安排，最后希望县令大人略尽地主之谊，于是大人便派我来此等候迎接诸位。哦，对了，之前几天枕头驿也收到了好几封写给诸位的家书，若是诸位不信，我可以马上去驿馆喊来一人。此人就是来自龙泉县福禄街，他从大离京城带来一封家书，说是要亲手交给一位叫林守一的公子。”“我家是龙泉县林守一，敢问驿丞，他人名叫什么？”“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叫唐树头，40来岁，大离官话说的不怎么顺畅。”“没错，确实是林家家谱。”“程大人费心了。”“哎，我不过是个小小的驿丞，大人2字可担待不起。先不说了啊，我去跟这几位官兵知会一声，然后再招待诸位做客我红竹镇。”在程生的带领之下，陈平安一行人终于顺利地进入了红竹镇。虽然已是傍晚，但小镇中依旧热闹非凡，人流如织。街边林立着各种集市、酒肆、勾栏、刀剑铺子等等，吆喝声此起彼伏，比起龙泉县繁华多了。众人来到枕头驿休整一番后，便聚集在一间较大的驿舍中，商量接下来的行程。这时程生推门而入，将一叠书信递给朱和。“这就是枕头驿收到的全部家书了，几位先看，若有什么需求喊一声便是了啊。”“多谢。”程生离去后，朱和将信分给了几个孩子。林守一有1封，李保平最多有3封，就连陈平安也有1封，李怀两手空空，只能在旁边眼巴巴地看着。林守一的家书十分简单，只有寥寥30余个字，外加一张300两银子的银票。
少年沉默着看完后，却是脸色铁青，胸膛起伏，狠狠地将信纸摔在了桌子上。陈平安的信则是阮秀寄来的，信上说他买下的落魄山成功获封了一位大理新晋山神，帮忙坐镇山头，聚集灵气，仅次于披云山和点灯山。至于李保平的3封信，分别来自他的父亲、大哥和二哥。父亲李洪的信上都是些嘘寒问暖、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毫无严父的架子。李保平看完之后撅起嘴，小大人似的叹了口气。爹什么时候才能不把我当小孩子呀？可你本来就是小孩子啊。我大哥的信就没这么啰嗦，他跟我说他明年要参加科举，还要我多听你的话。他呀一点都不心疼我。不过呢，我还是最喜欢大哥了。二哥写的信怎么这么多呀？上面都是一些他去京城途中所见到的奇闻异事。哎，竹绿姐姐，二哥提到你了。小姐，二公子说什么了？他说有一次他夜宿山头，看到了之前与你说过的那种大梨边关向京城报平安的烽火，那种信号远远望去像是一条火焰长龙，特别壮观。还有吗？都在这儿了，你自己看吧。多谢小姐，我可以拿回去慢慢看吗？可以，别弄丢就行。朱露满脸喜悦地离去后，一程程生敲门而入，端来一盆新鲜瓜果，而头戴斗笠的阿良就跟在他身后，笑嘻嘻地走进来，一屁股坐在凳子上。朱露咋回事啊？满面春风的娇俏模样，好像比平时还要漂亮几分。阿良，你这个臭没良心的！别打！哎，待会儿啊，带你们去浮水湾逛逛吧。浮水湾那是什么地方？那可是销金窟啊。这位兄台，带着孩子去那种地方不太合适吧？有什么不合适的？我就带去看看，又不上船。船上是什么呀？那船上都是些可怜人呢。这位兄台说的浮水湾是咱们红竹镇一处月牙状河湾，河面上飘着许多精致画舫，每艘画舫上都设有观景雅座供客人游玩，另外还会有2到3名美艳女子前来服侍。那些船家女呀，世世代代都是大黎的贱户，他们据说为前朝水神国的亡国移民，大黎皇帝下了一道圣旨，让他们永世不得上岸，子孙后代都要做那无根浮萍，漂浮在江河之上。红竹镇的百姓则代代相传，不远处的那位齐墩山土地爷忠义无双，曾经偷偷地庇护过这些难民，因此惹来大黎皇帝龙颜大怒，从山神被贬为土地，并下令让人打碎他的金身，沉入江底。原来那个大坏蛋在红竹镇口碑这么好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咱们红竹镇虽然谈不上是大黎的南北枢纽，但也是冲淡江、绣花江和玉叶江3条江水的汇合之地。绣花江和玉叶江皆有河神，那2位生前都是战死于此的大黎水军统领，但唯独冲淡江没有设立江神，也没有修筑祠庙。为什么呀？兴许是朝廷还没找到合适的人选吧。哦，对了，咱们这里不设夜禁，几位要不要去小镇西边的方市逛逛？那里虽然小啊，可五花八门的杂货应有尽有。也好，我们正需要购买一些游学所需的物品。那不如让我来为诸位担任向导吧。有我在，这些商家绝对不会看你们是外乡人就漫天要价。好，麻烦一程大人了。一程大人，请等一下。我想给这3个孩子买几本书。宝平，你们进去一人挑一本书吧，只要我们买得起啊，再贵也没关系。这家铺子在咱们红竹镇小有名气，
途经此地的读书人大多喜欢来这里逛一逛。只是那位名叫李锦的店主啊，脾气古怪，所售书籍全部远远高于市面价格，而且谁敢开口还价，他就敢当场撵人。无妨，让孩子们先挑了再说吧。店内书籍一概不还价，回头是买赚了还是买亏了，全凭各位客人的眼力。这本书叫《断水大牙》，好像挺好玩的。等等，这本破书居然要9两2钱，哼，我还是放回去吧。哟，糟了，又地上了，怎么办？要不然趁店主不注意……哎，书本落地概不退换啊！一本最新版的《断水大牙》，9两2钱。啊，好贵，一定要买吗？陈平安，你怎么办啊？买了你会不会看啊？会看的。那就买吧，反正也给得起这个钱。陈平安，你自己不买一本？我字还没认全，买书做什么？朱叔叔，你们有没有想买的书？我暂时用不着。洛儿，你呢？不用。交了钱，离开书店，朱和心神一动，回头望去，发现那名相貌不俗的年轻店主靠在门边，正在目送他们离去。看到朱和后，李锦还笑着点头示意。阿廖前辈，那书店主人是不是有古怪啊？相比起这家伙，真正麻烦的还在后头。不过嘛，和你们没关系就是。大理朝廷摆出这么大的阵仗，以红竹镇为中心，方圆千里内被敕封的山水正神以及候补的土地河婆全部待命。另外，包括野夫关在内的南方边镇也出动了大量的精锐骑兵与不计其数的斥候真骑。难道就是为了我讲那个斗笠汉子？他有什么本事呀？还是说大理有别的目的？哎，罢了，我还是先好好的盯着他。毕竟大理朝廷答应过我，若是这件事成了，我成为冲淡江神一事，不说成功，但总归得到了机会。去吧，跟上那人。这金子够登船吗？对于你嘛，自然是不够。但那边的那位小少爷可以独自登船。啊，我吗？不错，正是你。切，这钱是我的，那小子就是个穷光蛋，身无分文。无妨，我可以不收他银子。啊？你这人到底是眼瞎还是胃口刁钻啊？奉着我这般英俊潇洒且当打之年的汉子不要，竟然看中了这个竹竿似的瘦小子，伤感情了啊！李守义，你果真是个修道的好胚子。你是谁？为何会知道我的名字？其实我的真实身份是大理长春宫的太上长老，也算得上是这些市井百姓眼中的神仙人物了吧。虽然不知道你爹在那封家书上是如何跟你说的，但我还是想亲自过来，试试看能否说服你，随我一起返回大理清场。当然，在与你的父母道别之后，你可与我去长春宫修行道法。原来如此，我爹在信里的确说过，要我乖乖留在红竹镇，自然会有高人接我去大理京城。若是我不明不白的死在外面，他不会帮我收尸的。爹说话是难听了点儿，但这些都是大实话呀。哼，他就是不想管我。罢了，虽然这样你会觉得太过儿戏，不够玄之又玄，少了许多跌宕起伏的机锋和考验，但我还是想告诉你，林守义，
若你现在向前走一步，就能走上长生桥，成为与我一样的得道修仙之人。感谢仙长好意，虽说身在九门蛮户，姓什么全都不由我，但该走什么路我心里有数，所以我还是不跟仙长去了。可惜了，那么有缘再会吧，希望到时候你不会后悔。林守义恭送仙长。鹿儿，是爹对不起你。没关系的，爹。二公子在心里也说了，到了大荔京城，有的是法子脱离剑界。况且大荔边境的军队愿意招收女子5人，说是军功积攒的足够，说不定还能成为诰命夫人呢。那送完小姐啊，咱们父女2人便一起去投军，还能彼此有个照应。二公子如今在京城已经站稳脚跟，可以请他帮我们选一支好一点的边军，恶仗不多，战功易得。总之啊，在脱离剑籍之前，不可辱没我们龙泉李家的家风，哪怕以后真的自立门户了，也要对李家心怀感恩。知道啦，爹，你什么时候话这么多了？有机会你还是要去跟陈平安说一声对不起。七顿山山巅一战，不管你的初衷是什么，做错了就是做错了，那么就要去道歉和弥补，知道吗？好，我回去就跟陈平安道歉。舒洛，你怎么这么开心？有什么事吗？陈平安，齐敦山石屏上的事情，我爹希望我能够对你说一声对不起。陈平安，你不要杀我，我只是跟你开了一个玩笑，真的，我不骗你。如果我要杀你，怎么会只用糖葫芦的竹签呢？再说了，我为什么要杀你啊？之前在街上分开，你拉上你爹说是要去逛兵器铺子，大概就是想挑选匕首之类的镇守兵器，藏在袖中不容易被我发现。但是我猜应该是铺子关门了，你没有买到，所以只能用竹签代替，是吗？陈平安，你竟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蠢。但是我很奇怪，你是怎么看出我要杀你？我的眼神很好，所以刚才看到你第一眼时，我就觉得不对劲。你神色紧张，咬牙用力的连腮帮子都鼓起来了，而且还刻意垂下眼睛，掩饰其中的杀意。那时我便确认，你真的想要杀了我。但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还记得我家二公子寄给小姐的那封家书吗？当时小姐告诉我，二公子特地向我提到了大荔边关的烽火。但你们所有人都不知道，自从我懂事以来，二公子跟我提过的任何奇闻异事我都清楚地记得，可他根本就没有说过什么类似烽火报信的事情。我觉得事情不对劲，于是就向小姐索要了那封家书。果不其然，我只看了2遍，就看出了家书上的玄机。这世上也只有我朱露能看得出来，因为这是公子故意留给我的谜题。谜题？小姐是个心性跳脱的孩子，自然领会不到公子的良苦用心，所以她一开始就没有把希望寄托在小姐身上，而是选中了我。那封家书洋洋洒洒2000余字，几乎全部以行云流水的行书写就，唯有7个字，用的是楷书，那就是杀陈平安得诰命。陈平安，你是不是连诰命这2个字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你知道我除了杀了你之外，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吗？我想把那封家书交到你的手上，让你看看，这世间竟然会有这么好看的字，这么好的文采。可惜啊，任凭你陈平安翻来倒去看个千遍百遍，
对着二公子的自惭形秽，也不会发现其中真正的学问竟然只有7个字。是不是很好笑？我要是能看到那样的场面，大概都快笑死了。笑？我看你倒是真的马上就要笑死了。什么？你刚刚的那些话是说给你爹听的，而且你现在一直试图挣扎起身，就是为了引诱我对你出手。你是要让朱和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要么我杀你，要么他杀我，对不对？露儿，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在七墩山上的时候，我被那白蟒吓得毫无斗志。可他一个出身泥平巷的低贱胚子，无论是胆识还是气魄，全都在我之上。其实从那时起的武道心结，就几乎已经全部崩碎了。甚至之后我拿到了那本紫气书，拿到了那本无数武人梦寐以求的武道宝典，我也提不起任何心情，直到看到公子的家书。领会到心中的玄机后，我便告诉自己，一定要习武，最少要成为像爹那样的武道宗师，一定要在沙场上立下汗马功劳，让我诰命夫人的称号来得天经地义。然而这所有的锦绣前程，阳关大道，都建立在一个小小的前提上，就是陈平安他必须死。这些事情你为何不早点告诉我？现在说什么都晚了。爹，以小姐的脾气，如果知道我对陈平安动手，一定会严加惩戒。我就算不死，恐怕也会修为尽废，估计这辈子都没有参军的希望了。所以爹，我求求你不要心慈手软，趁着那个阿良还没有回来，赶紧动手拿下陈平安。公子说过，当断不断，必为其乱。至于拿下之后，若是爹不愿意出手杀人，我来便是。陈平安，不行，其实这句话该是陆儿来说才是。没关系，路都是自己选的，终归还是要与朱和动手了。他是武道武境的小宗师，我若是就这样对上他，肯定毫无胜算。不过幸好我体内还有神仙姐姐留给我的2缕剑气，用来保命也不亏了。现在哎，打住打住，相亲相爱的一大家子打打杀杀的，成何体统啊！这么珍贵的剑气用来杀一个朱和，也太暴殄天物了吧！你不心疼，我能替你心疼。好吧，算是都听你的。也怪我回来的太晚。哎，这样吧，为了不让我的良心过不去，这一世18庭的运气方式，我就交给你当做补偿。站稳了。陈平安，你需记住体内这部气途经的所有气谱名称和运转路线。好，这股气如同绵延的龙脉，开始于万山之祖岭冲穴，此乃世间养见的头等气符，也是第一庭。而后气息快速渡过3山6关，至伏击穴为2庭，又击锐6斗足之纯阳一分。此为最后一庭，共计18庭。这些窍穴气符以如今的说法迥异，乃是上古无数剑修披荆斩棘，付出巨大代价得到的珍贵心血。你记清楚了没有？记住了七七八八。差不多就可以。如果之后你的气息不畅，在体内撞了个头破血流，
也不用怕，这是每一名剑修必须要走的道路。等以后熟悉了路线，你就可以尝试着放慢契机的运转，这才是18庭最有意思的地方。18庭可是我阿良琢磨了很久才琢磨出来的学问，有人佩服的不行，使劲夸我，说光是这一点就将剑道高度拔高了许多。真是让我很难为情啊！我怎么觉得这个18庭比起汉山谱也好不到哪儿啊？还知道你这么神神秘秘的传音，小子，我像是个信口开河的骗子？我阿良这辈子就不知道吹牛是什么感觉。真的吗？那当然。陈平安，你记住，契机的流转，若是能一瞬间就远去百里万里，自然是很好；但若是能够做到缓缓前行，如同山岳雷土百年，山巅不见升高，海川积水千年，水面不见抬升一样，就更好。以后你要专心练习18庭，争取做到睡觉的时候也能自行运转契机。我怎么知道自己睡着了之后有没有运转18庭？行到水穷处，坐开云起时，到时候你自然会知道的。唉，你和你爹除了要把真武山的那颗英雄胆和紫气书一并还给我之外，还需要拿出那帖从李家传承下来的符箓，但是这些符箓只能救下你们2个人中的一人。朱露，我现在让你来选择，你是想自己活着离开枕头叶，还是让你爹走？恳请阿良前辈让朱露离开，我愿意自尽谢罪，甚至不用大了前辈的主导。我可没问你，朱露啊，你希望谁能活下来？我不知道。阿良前辈，求求你放过了我可以跪下磕头了。算了，陈平安，你觉得呢？要不然一起放？你如果害怕朱和日后报复你，我可以废掉他的修为武功，甚至直接打断他的长生桥。朱露的也行。我说过，朱露必须死。陈平安，朱露还是个孩子。可以了，陈平安。有些惩罚比一死百了残酷多了。阿良，有没有酒喝？酒是有，我那只小葫芦能装下1000斤酒，但我必须告诉你一件事：一个人在伤心的时候，千万不要喝酒，否则容易变成烂酒鬼。若是遇到快意的事情，则可以喝酒，说不定喝着喝着就成了酒仙。好，我现在不喝。至于你们2个，朱和，你把阿良要的东西留下来之后，带着你女儿走吧。唉，阿良，你是不是要走了？对啊。阿良一边喝酒一边看着陈平安那双干净的眼眸，他突然发现这少年的眼神竟与很多很多年以前的齐静春一模一样。阿良不由得想起了那年在学院门前见到的少年齐静春。阿良，我想好了。不说没有，烦得很。我齐静春要跟你去闯荡江湖，我要喝最烈的酒，用最快的剑气，最好的钱我都准备好了。如果不够的话，我可以回去再跟先生借点。先生通情达理，他说我真的不想读书的话，也可以出去走走。那些大好河山全是学问。学院大门那边，有一个老秀才躲躲藏藏的不敢见人，只露出一颗脑袋朝阿良使劲使眼色。
见阿良不搭理自己，就干脆横移几步，走到门槛那边，卷起袖冠，摆出你敢拐骗我学生，我就跟你拼老命的架势。阿良嗤笑了一声，握住剑柄，戳了一下齐敬春的肩头。哼，去，毛都没长齐，净说些大话。等哪天毛长齐了，我再带你去见识见识外边的花花世界。那阿良，一言为定啊！我等你啊！一言为定，走了。景春啊，你这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是被谁打了？那个姓左的啊！你左师兄下手这么没轻重啊！回头我就说他去。君子动口不动手嘛。不过你们俩为什么要打架呀？是不是他讲道理讲不过你，所以恼羞成怒了？不是，那是咋了？他辩论输了之后，倒也愿意承认。可是他故意说我书读的再多，这辈子都没有希望超过先生你的学问，所以我气不过就率先动手了。打不过我也认了，之前我也没找先生你告状对吧？读书人当然要有这点骨气了。至于先生你在这方面就不太好，你以前跟人打架，若吵赢了但打输了，就只说自己的辩论如何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若吵输了但打赢了，也只会说自己打架打得如何惊天地泣鬼神。哎，你离我耳朵都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啊！什么君子？先生我是圣人。哼，臭小子，给我进来！看到这一幕之后，阿良终于潇洒地转身离去。那时的他还不知道，经此一别，他与齐敬春再无重逢。在那段漫长的峥嵘岁月里，有时候阿良会坐在那堵长城上，独自一口一口喝着酒，听着那些个从道玄山遥遥传来的小道消息，就没一个是喜讯，全他娘的是噩耗。阿良于是就后悔当年没带上那个少年，也埋怨那个老头子连自己的得意弟子都照顾不好。这平安你知道吗？很久以前我认识一个跟你差不多大的读书郎，我跟他说，相信我，你读书比练剑更有出息。现在我觉得应该也对你说一句，相信我，你练剑比练拳更有出息。斗笠之下，阿良一直在笑，笑得眉眼都挤在一起，如同温暖的冬日。可是陈平安从来就没瞧见过这么伤心的阿良。阿良，你怎么了？没事儿，就是想起了很久以前的事儿。哎，我阿良这么大一个大人物，很忙的好不好？阿良，是不是我跟齐先生认识的缘故，所以你才会对我这么上心？修行路上诱惑实在太多，李怀的那本断水大牙，林守一的修道天赋，万一真被你陈平安卖了，作为自己的踏脚石，那就不太好了。毕竟他们俩都算齐敬春的弟子，不应该如此凄惨。尤其是李宝平，那么好的小姑娘，我一想到她要是被自己信任的小师叔伤透了心，我阿良的心也快要碎了。哎呀，我们这些老男人啊，什么家国破碎、山河飘摇都扛得起，唯独最受不了这些小小的美好了。那阿良，你觉得我现在咋样啊？你要是觉得我不行的话，那还是找你的朋友送宝平他们去大隋吧，行不行？我倒是不怕吃苦，但是我怕齐先生会失望，怕我护不了宝平他们的周全。你小子别想跑路，这门差事还真就你最合适，除非换成那个老头子亲自带他们去游学。嗨，不说那个老头子了，真是个胆小怕事的缩头乌龟，抠搜的穷酸秀才，说起来我就一肚子火。为什么说我最合适啊？这你就要问齐敬春了，是他选中了你，还不愿意多做试探。但是人心这种东西比琉璃还要脆，经不起推敲。若你陈平安是个绣花枕头，或者是个禁不住诱环，到时候和齐敬春的文脉相火真折在你这里，可不是闹着玩的。那齐敬春是死翘翘了，
可以眼不见心不烦。可我阿良还活着呢，为了避免以后被恶心死，我浪费了大把时间在这儿，就为了试探你能不能担此大任。哎，我这算不算是皇帝不急太监急啊？阿良，你就放心吧，我虽然喜欢钱，但我只喜欢自己双手挣来的钱。别人的钱哪怕掉在地上，我看到了之后也只会去寻找失主，但绝对不会放进自己的兜里。也不能说你错，那你若是真的有燃眉之急，用了也没事，这笔账记在心中就行，以后多偿还一些便是，这样双方就能皆大欢喜。要不然你真要守着那点钱自己饿死吧？阿良，你虽然没读过书，但到底是走过很多路的人，你这么一说我就想通了。哎，怎么感觉你拍马屁的功夫还不如李怀啊？神仙打架看戏就好，小小锦鲤真以为自己什么大风大浪都见识过了？这位清明鱼我便留下了，回头让李怀养在那本断水大牙中好了。李怀这个小王，以前在小镇的时候，是不是天天都会踩到狗屎啊？不然他怎么每天都有狗屎运？阿良，你才天天踩狗屎！陈平安回头一看，就见李怀、林守一与李保平三个孩子不知何时都站在了走廊之外，正好奇地望着这边。阿良低声解释：“没事，这三个小家伙都是刚回来不久，不知道诸河诸路的事情。关于这对父女的不告而别，回头你自己找个借口对付过去就行。”好，小鬼们别偷听墙角根了，来来来，分赃了分赃了！分赃？阿良，你又捡到什么宝贝了？李守一，你拿着这摞黄纸符箓好好研究研究，不要轻易浪费。不管怎么说，你是这三个孩子中第一个名副其实的修行中人，要更加珍惜自己的前程。多谢阿良前辈。李怀，把你那本破烂书给我拿出来。你老惦记我的书干什么呀？除非你先给我10两银子。我今天就要让你开开眼。哇，这条鱼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好漂亮啊！不对，它为什么能游在空中还没有死呢？这叫清明鱼。你赶紧拿出那本破书，随便翻开一眼，将这条鱼夹在其中就行了。至于如何饲养，自己琢磨去，老子不伺候。李怀立刻掏出怀里的断水大牙，摊开后脚步飞快地冲过来，照着那条清明鱼猛然合上。书页间还隐约传来了细微的哀鸣之声。行了，还有我剩下的那头毛驴谁要？我，那毛驴能卖得换钱不？或者饿惨了能不能杀来炖肉？不能，都好好养着。哦，阿良，你怎么突然把东西都送我们了呀？该不会是你要死了，再跟我们交代遗言吧？滚你娘的！有多远滚多远！哎呀，我爹娘还有我姐，如今离这已经很远了。所以阿良，你别走好不好？以后我不骂你就是了。哎，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小宝平，我这只葫芦就给你了，它是这世间最好的养剑壶之一，你可要好好保管呀。我会的。东西分完了，无事一身轻呀。哦，对了，小宝，能不能跟你借一下那把匣刀？匣刀在我的房间里，我这就去拿给你。阿良，你是不是要干架？我去帮你摇旗呐喊吧。哈哈哈哈哈！不用了。李保平的脚跟车轱辘似的，很快就跑了回来，将那把匣刀降服递给了阿良。阿良将匣刀挂在腰间，抬头看了一眼站在自己面前的三个孩子，突然叹了口气。就这么走了，好像还是有些不放心啊。哦，对了，我记得这一路上咱们的屁股后面还跟着一尊阴神，因为我的缘故一直不肯入，不然就让他来护送你们去往野夫关吧。出来吧。宝平，那是鬼，真的是鬼啊！你别一个劲的看我哈，你去看林守一，看陈平安，要不然看阿良也行啊。李怀，你不用太害怕，
我那本《云上郎朗》书中粗略地介绍过，阴魂也是能够成神的，一是凭借信徒的香火之力，二是寄生于兵家的胆魄之中，三是如炼气士一般修行。这段阴神已经修炼至此，不会随意伤人的。真的吗？而且我听他的口音，似乎有些像我们小镇的方言，说不定他生前与我们小镇还有些渊源。行了行了，我赶时间，你们还有什么想说的话赶紧说了。什么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尽管来，以后再见面就不知道是猴年马月喽。阿良，如果我的刀坏了就不用还给我了，因为我跟你是朋友。小宝平这话暖心窝，我喜欢。可是我一定会把降服原封不动的还给你的，放心吧。阿良，我以后淬炼体魄，需不需要比纯粹的武夫，或是炼气士中的兵家修士更加坚韧？不用，有些人适合这样做，比如我，但有些人不适合。就比如你林守一，你的修行之路只能在精深二字上下苦功夫，切不可在杂帛二字上浪费力气。我明白了。阿良，你要是有空了，一定记得回来看我。好。没想到这一场满是鸡毛蒜皮的短暂相逢，临了感觉还不错。不过是时候该离开了。坠地的走地竟然直接化作了齑粉，就此烟消云散了。与此同时，以阿良为中心，方圆千里的地面如同地牛翻身一般轰然震动。那顶斗笠其实就是阿良找人专门特制的，为的就是在这座浩然天下中压制住自己这一身澎湃狂躁的气势。如今斗笠一出，他那凝如实质的气势汹涌而出，让远处的阴神都不由自主地后退了几步。如今斗笠一出，我的修为很快就会恢复。境界太高也不是什么好事。天底下所有的炼气士，一旦跻身第13境飞升境，就被那血飘的天道判定为窃取天地根基的盗贼，为天地所不容，必须被迫飞升。原先我在剑气场上扶摇克刺的时，尚且还有万年的剑气界帮我隐藏性。现在我此去大理，一旦出手，恐怕就只能被迫飞升了。便去天上看看，那里的架也不比得上这人间好打。陈平安，你们4个一定要记住，每一个强者的自由都应该以弱者的自由为边界。真正的强者，他的对手是天地间无形的规矩，是世俗力量的惯性，是生老病死的铁律，是这些看不见的存在。从来没有一个强者会因为践踏弱者而强大，他们必然是愈强则强，愈挫愈勇。就比如我阿良，打完大黎这一波就要去别的地方，打遍那些个最强者。阿良，好样的！阿良，你可千万别忘了我。阿良前辈，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好好修行的。哈哈哈，这些个小鬼头哭鼻子也就算了，陈平安，你可是翩翩少年郎啊！来，给阿良大爷笑一个。阿良，小鱼小虾没意思，要打就打个大。我走了。阿良的身形从地面上拔地而起，迅速消失在了天际。
阴暗的天幕中出现一团巨大的云雾，无数闪电游走其中，炸雷声响彻云霄。陈平安给三个孩子呆呆地望着阿良远去的方向，心中澎湃不已。原来阿良真的这么强啊，还是这么不讲道理的强。同一个深夜，远在千里之外的大理京城，一名身穿明黄色滚服的中年男子，在2名官员的护送之下，来到一座祭祀的高台前。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大理宋氏的当朝皇帝宋吉新的亲生父亲宋正纯。高台下，刚从离珠洞天赶回京城的藩王宋长敬已经等待多时。陛下，你的修为已经突破到第10境了呀！不错不错，不愧是我弟弟。啥时候跻身第11境啊？到时候我亲自给你放爆竹庆祝。你要是觉得场面不够大，我可以下旨让朝野上下一起放爆竹。不过如此一来，我得先偷偷囤积爆竹牌了。皇兄，要不玩完正事，咱们再闲聊。哦对，正事要紧，赚钱的事情可以靠后。那我先上去了。皇兄慢走。你要不要一起来看看？还是不必了，我与楼上那2个怪脾气的老头没办法好好相处，他一言不合就打起来。我们之前就说好了，小打小闹我肯定帮，若你真跟他们搏命，我可不帮你啊。皇兄，这次你一定要闹得这么大吗？如果我更早一点知道，那个挑衅大黎的人根本就不是什么风雪苗魏晋，而极有可能是一个11垄甚至是12垄的危险家伙，我一定会阻止你摆出这么大的阵仗。那也没关系，我大黎是时候告诉整座东宝平州了，13境之下皆可杀。参见父皇。回到大黎了就忘掉宋吉新这个名字，叫回宋牧吧。你跟随陆先生学习风气之术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可曾发现咱们大理京城山河大阵的阵源所在？尚未发现。陛下倒是有些心急了，堪舆一途哪有这么简单就能登堂入室的？不过宋牧已经算是出类拔萃了，丝毫不逊色于其他大州的青年才俊。关键是他的后劲足，且精通术算和推演，学什么都事半功倍。楼上那位栾巨子的眼界是何等之高啊，也对宋牧亲言有加。毕竟是我的儿子嘛。敢问陆先生，栾巨子真的有把握建造出这白玉京的第13层楼？自然，否则他栾长野来大理做什么？那就好，我虽然是朝廷公认的节俭天子，但这些该花钱的地方，我就算是砸锅卖铁也愿意出的。陛下勤勤恳恳的这么多年，将宋氏经营离珠洞天的收入全部砸入这座白玉京里了。如果这样还叫节俭的话，东宝平州再也找不出第2位大方的君主了。陆先生，虽我钦佩您的才学，但我还是得最后跟您确认，这白玉京是否真的能如您所说，只要是在东宝平州观湖书院以北的地带之内，祭出10剑便可斩杀一位10境修士，以此类推，若是11境就出11剑，12境就出12剑，无论人在何处，皆可瞬间斩杀于千里之外。不错，这白玉京确有如此威力，小小东宝平州的范围而已，绝无意外。来了。先生是说那人面对围剿不是逃跑，而是直接杀向了京城？你们已经被我包围了。10境、11境，是12境。这个人已经是12境的巅峰了。宋牧，该你出手了。是，我宋牧奉大黎皇帝敕令，命你们12位坐镇山河气运的正神结界。弱小强大不过是弱者的借口，而我是定义规则的强者，在我面前你将不堪一击。
太子多脸。怎么会？南岳正神的金身和1楼的飞剑，竟然被打碎了！宋木，坚定心神，不可动摇。是。每隔一段时间，天边便传来一声响彻大林的震天雷响，代表着又一尊正神金身被飞剑破碎。宋正纯眉头紧皱，神情凝重。待天而行，我即天，天即我，我言即法，我行即责。当远处响起第6声惊雷时，宋吉新已经是一副面容狰狞的惨淡光景。陆先生脸色惨白，正不知道如何是好，却听到不远处忽然响起了一个苍老的声音：“怕了你了，老夫给你让路还不成吗？”国师崔禅，他竟然要神灵飞剑主动让路，难不成那斗笠汉子真的是13经吗？听到国师的命令，剩下的6尊金身法相开始各自左右天移，让出了正中间的道路。白虹虽然有些意犹未尽，但却没有过多停留，而是继续笔直向前，最终一头撞入了大黎京城之中。白虹散去，阿良的身形出现在了高台下方的广场上。他丢掉手中那把破碎的翠绿竹刀，跺了几步，便让隐藏起来的高楼白玉京被迫显露了真容。他拔住腰间另一把侠刀降服，抬起刀尖指向高楼。里头的5个，哪个是大理皇帝？赶紧出来自己磕头认错。我数10声，10、1。直接从10跳到1的阿良，对着面前的白玉京猛地一刀劈下。阿良，你能否就此收手？穆家栾长野，你不是因为争夺巨子候补之位失败了，被流放到北边去了吗？一言难尽呐。我之前还在奇怪，东保平州怎么会有人造出这么一个拙劣的小号白玉京，原来是你啊！阿良，我在建造此楼的时候，曾经向齐先生讨教过，可否看在他的面子上？齐晋春人都死，还能被拿来当做这栋白玉京的护身符？你栾长野的脸皮啥时候比我阿良还厚了？我与阿良前辈自然是没法比的。错了，虽然明知你这是缓兵之计，但我还是给齐敬春点面子。当阿良收回侠刀降服之后，那道金线也应声消散。直至此时，大理皇帝宋正纯才在陆先生的护送下走出。大理宋正纯见过阿良前辈。你就是大理皇帝？不错不错，把头伸出来，让我砍上一刀，这事儿就可以翻篇了。好，陛下。宋正纯挣脱陆先生抓住自己的手，笑着走到阿良的面前，闭眼坦然赴死。阿良猛地握住刀柄。在此时，一个身材修长、脸颊凹陷的憔悴老人突然出现在阿良的背后，他的气质儒雅，竟与齐敬春有几分相似。此人便是齐敬春那个离经叛道的师兄大黎国师崔禅的本体。阿良，
你不可以杀他。崔禅，你还好意思拦我？你这个不争气的王八蛋玩意儿！从小就喜欢跟齐静春争这争那，争不过就争不过，有什么好丢人的？为什么要玩弄这些上不了台面的伎俩？真当我阿良文念那点旧情，不敢把你活活打死？齐景春后半生的心血都在大理呀！崔禅，你放屁！山崖书院都没了，你还有脸跟我说这个？我说的是事实，齐景春真的希望大理能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哪怕他最后很失望，但你不能否认，他选中的人仍然是我们大理龙泉县的孩子。阿良，当年是你亲口说的，我崔禅可以走自己的路。跟你这种钻牛角尖的聪明人讲道理，我还不如去跟李怀那个小王八蛋吵架。哼！你们那位穷酸的先生，这一生大起大落、惊天动地的举动不少，最后也只能自求于功德林。但那老头子给人的感觉依旧洁净温和，齐静春也一样。但你崔禅就不行。当年齐静春是一根筋，而你崔禅学什么都快，最被看好，哪想到最后齐静春都能跟那些老王八打得惊天地泣鬼神，而你却落得个不人不鬼不神不仙的下场，真是咎由自取。说起来，我最后一次见到老头子的时候，他说你的想法不错，但做得不对。他还说你的字帖写得真漂亮，早知道是这么个师徒反目的光景，当初就应该多跟你讨要几招。学生也觉得自己是有错的。花良的厚脸皮还不是跟你家先生学的？那老头子嘴上不认错，你们这些做学生弟子的，在他那儿蹭吃蹭喝了那么多年，就不能揣着明白装糊涂？再说了，老头子的通天本事和为难之处别人不知道，你崔禅还不知道？算了算了，懒得跟你废话，给我闭嘴滚远点儿，我不想看到你那个怂样。先生说他错了，他错了。崔禅踉跄着转身离去，那呜呜咽咽的古怪苦笑声响彻在空旷的广场上，倍感凄凉。就在此时，天空中突然劈下了一道震天响雷，落在了阿良的头顶。阿良翻了个白眼，有些无奈地松开刀柄，如同泼妇一样抬起头，对着天空骂骂咧咧。知道了知道了，崔你娘的崔啊！你有本事下来打我呀！大理皇帝，算你运气好，那天上的神仙们都催着我飞升呢，所以我先留你一条狗命。对了，这把刀我留下来，你们大理替我还给一个叫做李宝平的小姑娘，记得对她客气点儿，人家可是我的朋友。没问题。接好了。以后宝平左边佩刀，右边葫芦，策马饮酒，行走于江湖之中，是一幅多么美不胜收的画面呀！哼，你们人间有福了。宋长敬接过匣刀，却觉得这刀内充满了骇人的剑气，深如江海。阿良犹豫了一下，没有将自己的绿竹长刀一并摘下，而是伸了个懒腰，继续笑着看向天空。来，你们这些天上的人告诉我，是佛法远还是道法高啊？到底是谁的本事更大？
拳头更硬。哈哈哈哈哈哈！那就容我阿良跟你们打过再说。我来了。陈平安，你小子一定要好好练剑啊！以后争取跟我阿良一样猛。至于比我更猛吗？那还是算了吧，难得很。啊，山水相逢，就此别过，再见了。阿良的气势骤然暴涨，瞬间从炼气士12境的巅峰攀升至13境。他整个人如同一道璀璨光柱，从人间拔地而起，直接破开这座浩然天下的天幕穹顶，最终消失不见。就在阿良离去的瞬间，栾长野与陆先生几乎同时出手，以秘术重新将高楼白玉京遮掩起来，只留给潜伏在京城的别国探子类似惊鸿一瞥的震撼。没有理由啊！大理的玉石在东宝平州独一无二，怎么会发生这种祸事？再说陆家占据了阴阳家的半壁江山，我虽然没有学到全部的本事，但这么大一桩风波，怎么会算不到呢？那是因为阿良这个人本身就来自最不受天道影响的剑气长城，再加上此前他又故意用外物遮蔽了自己的气象。莫说是你了，就是你们陆家老祖宗来，也必须竭尽全力才能查出一点端倪。唉，虽以今日之事，你我不必太过自责。陆先生，不好了，我的飞剑全都不见了！什么？之前为了拒敌，6把飞剑已经损毁，可如今剩下的6把我也全都感知不到了。这到底是为什么？若是我没猜错，剩下的6把剑在刚刚已经被阿良全部抢走了，他们应该没有被带到天上。估计是被丢到了某些不为人知的地方，暂时无法找回来。嗨，就算是能找回来，是否可以再为我们所用，也不好说。为什么我吃尽苦头，好不容易得到了这座白玉京的认可，原以为终于能够扬眉吐气，在那些看不起我的人面前挺直腰杆说话，可没想到真就只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吗？宋墨，你先回白玉京中歇息，我有话与2位先生还有你的叔叔交代。但我的剑，快去。是。刚刚那场风波声势浩大，无法隐瞒，京城中必定有无数鼠辈开始借机兴风作浪。长靖，从这一刻起，我赋予你监国之权，你亲自坐镇城头，一旦发现有人作乱，杀无赦。是，不过皇兄，如果是宋氏自己人发难，又该如何处置？哼，以前那些废人还可以养着，但现在不一样了。他们若是自己找死，就让他们去死好了。那皇妃呢？我亲自处置。是。失去了飞剑的白玉京已经变成了一座空壳，而我大离最少20年的国运也被毁于一旦。至于我自己更是，想必2位都看出来了吧？刚刚阿良在飞升之时，用一手无上的秘术悄然打断了我的心脉，使得我的长生桥彻底崩碎。原本我已有10境的修为，可如今恐怕连一个稚童都不如了。陛下，东宝平州人才济济，宝物众多，未必没有恢复的方法。我知道阿良的手段，就算能找到12境的炼气师出手相救，我恐怕也
没有几年好活了。坦白来说，我可以不惧生死，只是有些惋惜。我或许还能再打下一个强势崛起的大隋，但应该看不到我们大黎一统东宝平州了。其实最让我感到憋屈的地方是，那个决定我寿命的阿良就这么飞升去了别处。他现在有可能正在天上继续看着我们人间，甚至有可能重新回来。不是死了，他不是死了呀！与其遭受这样的屈辱，还不如直接将我的头砍下来算了。陛下切莫沮丧，这桩祸事极有可能是诸子百家中的某家在暗地里下绊子。要知道，齐敬春刚去世没多久，阿良就杀到了大黎，这时间太巧了。肯定是有人不希望我栾长野身后的这只墨家和陆先生背后的阴阳家能顺风顺水地帮助大黎吞并整个东宝平州。好一个千年未有的乱世格局啊！事已至此，更加不可泄气呀！不会的，不管还剩几年寿命，我想做的事情一件也少不了。陛下能这样想，自然是最好的。对了，我想请两位在这大黎京城中探查一番，看看那个阿良是否还留有后手。刚好我也有些自家话要和宋牧说，麻烦两位体谅一下，我要偷听了。不敢，不敢。陛下放心吧。还在气飞剑的事呢？没了就没了吧，天塌不下来的。没了就没了，你凭什么可以说得这么轻巧？就凭我是这座白玉京和飞剑的缔造者呀！哎呀，不得不说，大隋高氏的运气实在太好了。再有就是你小子的乌鸦嘴是真的很臭。不过对于一国之君而言，就算是出现了天大的麻烦，也算不得什么。只要能解决麻烦，就意味着你的王朝会变得更强。如果无法解决，就说明你治理江山的本事还不够。眼下这么个让人措手不及的大门槛，我和大黎都没能有惊无险地跨过去。我现在很遗憾，但却不后悔，这是我的真心话。为什么？因为这越发证明我一手订立的大黎国策是对的。那些练气修武想要成为神仙的人，无论善恶，大黎都可以不干涉，但也需要有一个底线，要让那些人在某种规矩之内行事，绝不能随心所欲。毕竟神仙们普普通通的一场斗争，会令手无寸铁的百姓们伤亡惨重。而我所订立的国策，到如今都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让大黎拥有底气与本事，能为那些因为神仙打架死去的普通百姓讨回一个该有的公道。那我们办到了吗？现在大黎能够讨回来的公道很小，就这么一点儿。可是与东宝平州的其他王朝国家相比，我们已经是天壤之别了。而我由衷的希望，以后大黎王朝所能够讨回来的公道，可以变得更大。原本我以为这个男人和龙椅上那件龙袍一样是个死板的存在，没想到他却如此的有血有肉。你知道那个阿良哪句话最让我生气吗？是他放话要你磕头认错？自然不是，我身为大黎江山的主人，可以站着死，但绝不会跪着活。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大黎还是不要想吞并整个东宝平州了。所谓人自欺则天欺之，人自强则天与之，这句话你需要好好记住。我记住了。真正让我生气的是那个阿良说我大黎一个能打的都没有，一个都没有啊！唉，让我堂堂一国之君，偷偷摸摸地走到炼气士石境的位置，在这座东宝平州已经很了不起了。而你叔叔宋长敬更是夸张的石境5人，结果又如何？在人家眼里还是属于不能打的一类。不过福祸相依，这也正是我能活下来的理由之一。如果我有12舅，让那家伙觉得自己能有一战之力的话，恐怕我现在已经被他一刀毙命了。那个人真的一刀就能？没错，就是一刀的事情。那家伙是13境巅峰的剑修，所以才这么不讲道理啊。
那他为什么不直接杀了我们，再飞升到天上去呢？告诉你答案之前，先跟你说个不幸的消息。传闻突破13境之后的大人物是可以重新从天上下来，回到我们这座人间的。虽然次数极少，可毕竟有过先例。那些诸子百家、千年豪门都知道这些，只是出于某种目的故意隐瞒而已。那确实是有些棘手。不过阿良要是再从天上下来，我们是不是就有机会向他讨回公道了？你倒是有骨气。这一点你跟你弟弟宋河还真有几分相似。那个小家伙性子也有趣得很，如果路边有条狗做事要咬他，不管最后受没受伤，他都要杀了那条狗炖肉吃，说不定还要把那条狗的7大姑8大姨一并找出来，全部杀干。宋木，你遇到这条狗会怎么做呢？自然也是如此。年少的时候有这样的脾气是好事，锐意进取，锋芒毕露。人敬我1尺，我敬人1丈；人欺我1时，我欺人1世。大丈夫当如此。我还以为你会觉得很失望。不会，如果你小年纪，在没有学到什么真本事之前，就已经开始对我察言观色，拿出庙堂群臣那套揣摩地心的东西出来，那我才真会觉得失望。但我认识一个家伙，他可能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陈平安吗？可能他并不是不记仇，而是吃过的苦头太多，小年纪就懂得了隐忍。这种人若是成为敌人，才是真正的心腹大患。不过你放心吧，他从来就没有把你当作敌人。但若是有一天你成为了大黎皇帝，那就不好说了。要不然趁着阿良飞升暂时不会回到人间，我们一鼓作气将陈平安以及和他相关的人全部斩草除根了事。也不行，万一阿良以后回到人间，就真的亡国了。是不是觉得这个问题是无解的？没关系，那是因为你宋木的位置还不够高而已。其实你也不用着急，人这一辈子就是要有这么1、2个亦敌亦友的存在才有趣。我很小的时候就有了，你也一样。可你还没有说阿良飞升之前不杀我们的原因。我的脾气没有好到自己被打了个半死还要自揭伤疤的地步，你自己琢磨去吧。凡事多想，总归是好的。我以前学了些看相的东西，但始终没有机会用。今天就拿你的手来试试吧。好。掌纹不错，以后说不定会大有成就。但那时陪在你身边的应该不是我，而是你的叔叔宋长敬了。为什么？10年或者15年之后，你依旧可以亲近你的叔叔，但绝对不要心生依赖。至于说要让这位武道天才臣服于你，还是算了吧。除非将来你有比他更强的地方，他说不定会认可你。至于那些你怨恨的人，在成长起来之前，你可以心里想着报仇，但绝对不要轻易出手。我知道了，刚刚他和我说那些客套话的时候，还不动声色的在我的手心里写下了4个字：寿3小心。意思是说他只剩下3年的寿命，要小心吗？爹！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儿子，记得以后要按时吃饭。结果是这场无妄之灾，我该怎么办？等死！你胡说什么？运气好的话，当个半死吧。那你摧残能好到哪儿去？不好意思，我已经半死不活了。你一开始就认识那个什么阿良，对不对？所以你为了讨好他，故意打开京城大门，任由他一路杀到了白玉京的面前。摧残，这是死罪，死一次都不够的死罪。如果我不撤去京城大阵，放阿良进来，那除了我的下场更惨之外，也必定有人会死在白玉京之前。现在这样不挺好的吗？至少无人伤亡，但应该会比较失望。毕竟你巴不得宋墨早死早超生。国师怎么睁眼说瞎话呢？料想你也不会承认，那还是谈谈其他事情吧。我记得之前娘娘身边有一位捧剑的婢女，名为杨花，最近为何不见她呀？杨花呀，也是个命途多舛之人。国师知道，京城的锁龙井中有一把名动一周的道家符剑，名为符箓，原本是许多年轻剑修的争抢目标，可那把剑偏偏就认了杨花为主，使得他的修为一路水涨船高，眼看跻身上5境也是指日可待。
这个时候，陛下为了向风雪庙、真武山拉拢关系，表现诚意，决心为劈开龙脊山中那块巨大的斩龙台提供2把神兵，符箓就是其中之一。不料斩龙台过于巨大，劈倒是劈开，但符箓里的剑源也彻底破碎，完全失去了修复的可能性。在那之后，陛下忽然一指令下，命令杨花放弃肉身，成为了铁符江的江神。彻底毁坏的神兵，受困于一地气运的江神身份，这令杨花再也没有了继续修行的可能啊！我听说杨花资质颇为不俗啊，娘娘为了培养她，可是耗费了不少心血。如今她沦为这种下场，娘娘岂不是少了一条左膀右臂吗？你是想说，陛下借助此事在对我进行敲打？娘娘果然秀外慧中。其实依照陛下节俭的性，杨花若真是天赋异禀，绝不至于如此仓促的上任。陛下呀，说不定还会继续利用他的潜力。但娘娘在此之前呢，做错了一件事，越过了陛下的底线，于是他才想如此提醒娘娘。错事？难道你想将阿良杀到京城，毁掉白玉京的事情算到我头上？并非如此，关于阿良这场围剿狩猎，确实是陛下默许的，造成这样的后果，他应该不会后悔。这其中难道有何玄机吗？娘娘知道大理宋氏王朝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是整个东保平州，在铁蹄南下的路上必定会遇到许多别家炼器士的阻拦。虽然大理自身呢也拥有不少的仙家势力庇佑，但那些眼高于顶的神仙必定会亲自来试一试大理的刀究竟有多快，是否有资格与他们平起平坐。白玉金剑楼就是在这样的想法下应运而生的。只要13楼大建完成，大理将不再惧怕这天下任何13境下的炼器士。而就在此时，一位胆敢斩杀2名宗师死士的外乡人突然出现，就算娘娘您不来告状，恐怕陛下也会借此机会试一试这白玉京中的剑是否如栾巨子所说的那般锋利。另外呢，陛下还想要敲打那12位持剑的山水正神，让他们不要心怀鬼胎，专心效忠大理。毕竟陛下曾与我说过，那些犯过错、吃过打的人就会格外听话。所以今天这件事情表面上看上去是大理吃了个小亏，但在亏本当中，陛下还是达到了他的一部分目的。原来如此，那崔国师，我所做错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呢？娘娘，是你派人去杀了宋玉章对吧？是又如何？宋玉章不该死吗？单就建造廊桥，知晓宋氏王朝不惜以血祭偷取小镇运势这一件事情，就够宋玉章杀头了。当初他回京担任礼部官员一段时间后，板凳都还没有坐热，就又被陛下钦点去离珠洞天，名义上是熟悉当地环境，利于赤峰山河正神，但实际上呢，宋玉章本人也很清楚，这是给他一个相对体面的死法。所以娘娘本没有做错，但你不应当将宋玉章的头颅藏了起来，另有图谋。这有何不可？娘娘此举的目的必然是想针对宋穆，也就是在泥坪乡长大的宋吉新，对吧？你费尽心机让宋吉新成为白玉京的主人，看似是母亲对失散多年亲生儿子的补偿，但事实上呢，你却是想让宋吉新给你的小儿子，也就是我那位好学生宋河铺路吧。同样是亲生骨肉啊，可宋吉新自小生活在满是鸡粪狗屎的泥坪下，没有成长为你满意的样子，所以你心中
寄予厚望的，自始至终都只有宋河。至于你的心路历程如何煎熬，我统统不感兴趣。但娘娘此举在陛下眼中确实是僭越。好吧，我已经知道自己错在哪儿了。可崔禅你呢？你知道自己会有何下场吗？知道啊，我打开京城大阵，开门迎敌，虽然初衷是好的，能够让阿良见识到我大理的诚意和退让，可我还是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是啊，堂堂大理国师，却将皇帝陛下的性命擅自放到赌桌上去了，能善终吗？你还不如在陛下面前痛哭流涕一番，说不定他还会对你网开一面呢。我是跌倒过很多次的可怜人，吃得住痛也耐得住寂寞。可娘娘你不一样，你出生于钟鸣鼎食之家，自幼过惯了锦衣玉食的神仙日子，怕是有点难哦。咱俩这是要散伙了？小人之交，甘若醴，以利相交，力尽则散，有何奇怪？怎么，娘娘该不会以为咱们是那风清月朗的君子之交吧？好好好，算你狠，那你得祈求皇帝陛下一棍子打死我，要不然莫要拿话来吓我，我崔禅什么性格，娘娘你清楚得很。山高水长，将来的事情谁也说不定。只要娘娘能熬过这一关，崔禅自然愿意与你结盟。若是熬不过嘛，娘娘且放心，我也不会落井下石的。崔禅，你这个人真可怕。可怕吗？我从头到尾也只是为了我的大道罢了。就算是为死欺师灭祖，师兄弟相残，朋友尽失，我也不曾感到后悔。王妃，宋正淳说了，让你去长春宫结毛修行，什么时候跻身上武境了，才可以离开长春宫返回京城。另外，因为你需要安心修行，所以从即刻起，你将手中竹叶亭的所有档案统统转交给崔国师吧。谢陛下隆恩。至于崔禅，宋正淳说让你下不为例，当年与你说过的事不过三，你要珍惜。是。你们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我去长春宫修行后，能否让荷儿还有木儿时不时的来探望我？自然可以。宋正淳还说了，宋荷要留在养心房继续读书。你若是觉得山上一人孤寂，可以带着宋木去长春宫修行，一切由你自己决定。啊，对了，宋正淳最后要我告诉你，大理因为方才那人国力受损，白玉京被毁，这件事情是他自己的决定，与你无关，你不用多想。是吗？陛下真的没有怪我吗？哎呀，你这条老子忍你很久了。这句话也是陛下说的？好，自己猜去吧。竹叶亭是我苦心经营了半辈子的谍报机构，几乎等于我的第三个儿子，竟然就要如此交出去了。哎呀，杀人不过头点地，诛心之痛啊，却是万万年呐。陛下这一招着实有些狠，但我自己也没好到哪里去。那具身在龙泉县的少年身躯，明明才刚与我恢复神意相通，现在却完全感知不到了，就连那个杨老头也没有传回来一点消息。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仙长，凭啥我马兰花就不能有一座后神庙？哪怕只是一点点大的小庙也行啊！就你那烂大街的名声，还想要有持续不断的香火，怕是只能招来几大缸的口水吧。况且香火祭祀这种东西，可不是一门屁事不做，躺着享福的勾当。那仙长能不能给我说道说道？等我这种头发长见识短的村野妇人又犯忌讳，惹恼了那些大人物，我倒是不怕挨打。若是给仙长添了麻烦，我这心里就难受得紧。建造祠庙，摆放香炉，点燃第一炷香之后，也就算是跟这方水土真正的相依为命了。例如之前红竹镇传来的地震，龙泉县这边也跟着地动山摇，江水摇晃。你如果有了祠庙和泥塑金身，那么就要遭到这种震动，
带来的冲击。只是冲击吗？那我应当还能承受。别不当回事儿，你可知山水正神们为何都愿意死心塌地地追随人间君王，帮助制衡那些修行人士？是为了百姓的香火供奉吗？这只是其一，最关键的是，那些修行中人若是随便打架，便会影响到一地气运的兴衰起落，对于你们道行造成不可逆转的影响。试问谁愿意自己朝不保夕？今天精神受创，明天彻底消亡呢？除此之外，一个地方的民风、文教、战争等诸多底蕴和变故，也会影响到你们。有时候是潜移默化，钝刀子割肉；有时候是突逢变故，祸从天降。所以你呀，还是好好珍惜当下的闲散光景，这才是真正的逍遥快活，似神仙呐！多谢仙长指点，奴婢已经知道轻重厉害了。知道了就滚。是。你以为如今你帮助阮琼增加流水的阴沉重量，还偶尔会被他那个闺女喊去问一些小镇的破烂往事，就算是找到靠山了吗？真是井底之蛙，偶见圆月便欣然忘忧啊！哎，杨老头，你这儿有酒吗？哟，我当这是谁呢？原来是那位天天在叔叔念书的小崔禅呐！你今天怎么会有空来我这儿闲聊呢？别给我提那档子事儿。行，不说就不说。我听督造官衙署那边的消息，袁家文昌阁和曹家武圣庙的泥塑金身都造好了吧？书院选址一事却还没敲定。哎，你就不帮帮你那个叫做吴渊的学生了吗？搁在以前我自有后手，现在你觉得我还有这个必要？你是挺惨的。说起来就气，当时我那位自求于功德林的先生突然出山，亲自切断了我与京城老崔禅的牵连，令我的神魂被困在这副躯体中，还必须天天认错念书。喂，杨头，你为什么不帮着我求情？不帮也就算了，现在还好意思冷嘲热讽？我这个呀，顶多算是阴阳怪气儿，不叫冷嘲热讽。再说了，就算我舍得落下这张老脸替你求情，又有用吗？那总得说点什么啊！哎，我就不该来这破地方，还动天伏地呢。这地方根本就是我崔禅的倒霉地。对于另一半的国师崔禅而言，可未必啊。再这么说话，我跟你拼命了！你有没有意识到，在被斩去牵连之后，你变了许多？有吗？有啊，心性渐变，魂魄渐稳。虽然修为可以忽略不计，但比起之前的那个国师崔禅，你总算有一点少年崔禅的模样了。这么看起来，读书还是有些用处的。不过我听说你马上就要卷铺盖滚出这里了。对呀，我马上就要走了。走了也好，先生他凭什么要我去给那个陈平安当弟子？也不知道老头子到底是怎么想的，是不是没了境界修为，没了身份地位，他干脆连学位丢光。OK， 哎呀，又有人要读书喽！杨老大帅哥，是不是你故意泄密，将我的话传给了老头子了？没见你这么欺负人的，我不过是说破了你的身份而已，一定要这么记仇吗？哎，先生，我错了，我这就好好念书。天地有正气，杂然复流行，下则为和月，上则为日。船家，我想去看看冲淡江中的那段石林，顺便游览下整条河，你能带我去吗？当然没有问题，我的船可是整条河上最稳的。老先生，你就坐好吧。好。这位老先生看上去快60了吧？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还独自一个人出来坐船呢？看他这一脸的寒酸气，应该是个秀才吧？不知道那水里的石头到底有什么好看？这些个读书人脑子真是灵不清。老先生，你是外乡人吧？你的大理官话说得很好，不过我还是一下就听出来了。没错，我的家乡确实是在很远的地方。我这个人呢，无牵无挂的，就是喜欢游览风光，走走看看，舒坦。哎呦，您老看着年纪不小喽，可得悠着点啊。还行。老爷子，问你个问题啊，你走南闯北的，肯定去过很多地方啊。那你觉得
咱们大黎的风光如何？很好，很好，人杰地灵。那咱们红烛镇的酒好不好喝？好喝，好喝。也就是稍稍亏了点儿。那咱们皇帝陛下是不是很厉害呀？厉害的。咱们大黎崔国师的骑术是不是比大隋那些人更高？应该是吧。我们大黎是不是北方最强的？肯定啊，必须的。老先生，你这脾气也太好了，我说什么你都搭是。我以前见过的读书人，大大小小的，怎么着也得有100来号人了。那可都是说话文绉绉的，让人听不懂，只觉得有学问。可惜我悟性不好，又没上过学塾，想要插嘴说话都难。有心就好，万事不难。对了，你可曾听说过山崖书院的齐先生？没听说过。大理确实有些不一样啊。之前我途经一座只有2个人驻守的边境烽燧，结果碰上仙人落下，朝士兵们讨要吃食。要是换成别的国家，那些小兵族还不得跪下双手奉上？可你们大黎的边族竟然还敢挺直腰杆跟仙人讲话。可惜后来还是被那仙人一人1巴掌的打了个东倒西歪。不过那位仙人吃饱喝足，临走前还是丢了块金锭在地上。这神仙还挺好的。换成我就是挨10巴掌也愿意啊，一锭金子呢。你倒是心宽呐啊！好事好事啊！对啊，老爷子，你想不想喝酒啊？是花酒，我黑太乐。花酒，贵不贵啊？老贵了。没事，上岸之后你等我，我去跟人借钱，说不定能借个20-30两银子。嗨，老爷子，跟你开玩笑呢。花酒那东西没见，想这一杯酒下肚就是2-3两银子，心疼都心疼的死，哪里还顾得上喝酒的滋味呢？咱们还是别去啊。你要是真想喝酒，我带你去找个岸边的酒肆啊，尝尝我们红烛镇地道的烧土酿，价格嘛还算公道。老先生，你小心些，船马上就要靠岸了。好。哎呀，你这只妖怪啊，倒还有些意思。你怎么会？这老先生究竟是何人？竟能直接看穿我的身份？糟糕，他是不是对我使了定身术？我怎么动不了了？不必紧张，只要你一心向善，坚守本心，必定会有所成就。我先走。敢问这位小哥，那个名叫陈平安的外乡孩子还在不在啊？他身边应该还带着3个更小的小孩。你谁呀你？我啊，算他的半个先生吧。他们昨儿个就离开了，好像是坐着船顺着绣花江往南去了。这样啊，多谢小哥告知。这趟行程还是就此作罢吧，反正只要日子久一点，也是可以看清人心的吧。既然那些孩子南去大隋，我还是去西边吧。所谓大路朝天，各走半边，是否殊途同归不知道，也不好说。但脚下的路终归是要自己走的。此时叔，你头上的簪子不见了，上船之前明明还在的呀。不见了？算了，没什么关系。我记得簪子上的8个字：颜念君子，温其如玉。以后我给自己做一只，刻上一样的字就行了。此时叔还会做簪子呀，好厉害！没什么。遥远的河岸边，目睹了这一切的老秀才会心一笑，转身朝着西面而去。善，景春啊，你倒是帮我收了个好徒弟，只不过还有许多考验在等着他呢。陈平安，你就不想知道阿良临走前为什么说我已经是修行中人了？当然想知，但没好意思问，怕你多想。
你根本就不在乎。毕竟我们3人当中，你最喜欢李保平，其次也是李怀。至于我，只是个不讨人喜欢的私生子而已。那我告诉你，都是因为阿良，那是装酒的葫芦。你到底知不知道那只小葫芦的厉害之处？知道啊。阿良说那是一只十分稀有的养剑壶，肯定很宝贵吧？不仅仅是稀有，你以为我每次都找阿良喝酒是因为喜欢吗？不是，因为我喝完之后能感到自己的视觉、听力乃至体魄筋骨都得到了明显的进步，所以我才能如此快速踏入了修行之路。而你却因为练拳而拒绝喝酒，你知道自己错过了多大的机缘。原来是这样，难怪到了祁墩山附近的时候，我就发现你走山路变得比之前轻松多了。你早就看出来了。哎呀，我作为带路的，当然要照顾到每个人的脚力，让大家在走得不那么累的同时还能得到锻炼。毕竟到山崖书院之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哼，我才不信，你这竹香什么时候能做好啊？我已经有些心得了，所以这只竹香做出来应该会比宝瓶那只好看不少，但做的最好的应该还是最后一只。要不这只竹香我做小一点，送给李怀，最后一只送给你吧。算了，先给我做，大不了被他念叨几句。好，那我再给你捆几圈绳子，尽量弄得结实一些，毕竟你已经成为炼气士了，以后啊肯定能像阿良那样飞来飞去，不绑牢的话怕是背不了几天。谁稀罕？对了，陈明啊，之前的枕头一，你为什么要把朱露朱和的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李保平呢？你就不怕他伤心吗？那你觉得我跟李保平的关系好，还是跟那对父女的关系好？废话，当然是李保平啊。那不就得了？所以我必须要让保平知道从他们家里走出来的人做了什么事啊。虽然在祁墩山的时候因为朱露的乱来让我们都陷入了危险，但所幸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我还能设身处地的认为他是救父心切，慌乱之下才这样做的。可在枕头意里，他为了杀我居然要逼迫他爹出手，这番所作所为让我觉得只要别人给的好处够多，别说是我了，就是他的小姐保平都会被他出卖。唉，朱露如此执迷不悟，我现在反倒有些担心朱和了，或许有一天他会被自己的女儿害死。朱和是个好人，但是他为什么不好好教朱露这些对错道理呢？我想不通。林守义，你人很聪明，知道原因吗？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陈平安，你别以为这天底下的爹娘都是好的，你不会是爹娘走得早，有些事情才不用过多纠结罢了。哎，我这话可没有其他意思，要是你觉得难听了，别往心里去。当然不会。你头上的簪子就这么没了，你不找找吗？找不到的。你以为我这么贪财的人会把如此贵重的东西弄丢吗？如果真的是有人拿走了簪子，那也不是我们能对付的。现在还是少惹事多赶路比较好。行吧，反正也不是我的东西。陈明安，就像这里能不能做个葫芦出来，否则看起来太死板。这样吗？还不是，你小心点儿。陈明安，祁墩山的竹子很有来头，用掉一片少一片。你动刀的时候可不可以多想想啊？我的书香必须要好看，还要结实。要求这么高啊？不然还是最后做你的书香吧。你想反悔？我叫林守一，你觉得我是那个让你反悔的人吗？李怀，这是怎么回事？是那个小孩刚刚过来想要摸小白驴，我不给，因为小白驴不会让人摸的。结果他扬起手就要打小白驴，然后小白驴就发脾气，直接把他撞倒了。陈平安，我没骗你。我知道，但不管怎么样，你要跟他说声对不起。凭啥呀？明明是他先来招惹小白驴的。大胆孽畜，竟敢伤人！你们长辈呢？出来！李怀，快道歉。对不起啊，是我没管好我家的小白驴，吓到你们家小孩了。这就完了？大人，我们已经道完歉了，你还有什么事吗？哼，屁大个孩子，口气不小，让你们父母长辈出来说话。我们的长辈没有随行远游，所有的事情我可以做主。还有长辈呀，怪不得4条腿的畜生都管不好，2条腿的能好到哪去？一群有爹生没娘养贱种！我家小白驴乖得很，他要是做错了事我们认，但他要是没做错，也不许你们乱泼脏水。有本事你们跟他孩子问清事情的经过，再来这里大放厥词。我家孩子说了，就是那头毛驴乱撞，见着他张嘴就咬，要不是他跑得快，肯定会被那畜生咬掉一条胳膊了。你骗人，明明是他先动手的。你是觉得我会信你这种小贱种的话，还是信我儿子的话？你不讲道理。李怀，别哭了，不要让别人看笑话，我会帮你讨回公道。大人，我希望你的夫人能为刚才的话跟我们道歉。道歉？嘿嘿，这小子在说什么胡话呢？你看管不好那头畜生，害得我儿子受到惊吓。我本来应该将你们通通抓起，不过那孩子既然已经道歉，你们的长辈也不在，
我就懒得计较。但是嘛，为了防止那头畜生真的生了，我觉得还是将他直接击毙比较稳妥，这也是为你们好。否则等他真的闯祸，可不是你们几个孩子担当得起的。不错，打死那头畜生之后，把他给我丢进江中，看着就烦人。至于这几个孩子啊，那个穿红棉袄的小姑娘还挺顺眼，不如就给我家鱼儿当个贴身丫鬟吧。怎么？其他3个男孩教训一顿就行了。别，他们打我骂我都没关系，这是小白驴不能死。要不我再给他们认错，或者赔他们点钱。惨了，可我没有钱呢。要不我把那本淡水大牙赔给他们吧。你不是说那本书很值钱，叫我不要弄丢了吗？行了，李怀，你现在已经没有任何错了啊！我没错了吗？先前确实是小白驴吓到了那个孩子，你作为白驴暂时的主人，需要跟人家道歉。但是在那之后发生了什么，就与你无关了。还有宝平，小师叔试试看能不能帮你出气。好，小师叔加油！陈明安，阿良留给我的符箓中有一张水符，可以连行那尊藏在水底的阴沉。要不我现在试试？不必，我想先自己来。如果待会儿情况不对，你再看我的手势行动。好，几位是不是道理讲不通就没得聊了？哼，你知道自己是在跟谁说话？马进富，给我把那头畜生宰了！是，大人。马进富平日不是号称3进5人吗？怎么会一拳就昏了过去？好了，这个少年到底是何方神圣？不会了，娘，我害怕。马进富是个中看不中用的废物，你堂堂大理官员，难道也要当废物？快点亮出你的官家身份呀！啊，对，我乃是绣花江尽头那座宛平县的县令，正在赴任途中。你这庶子，胆敢在此放肆！只要是个人，到了懂事的岁数就要讲道理，我管你是什么身份。我要治你的重罪，让你吃一辈子的牢饭。跟我们道歉。休想！到了宛平县，一定要让你这个匪徒见识一下我们大理的律法。小家伙，你教训过那名5人护从便差不多了，还不快快收手！如果继续不依不饶，靠着一点本事就敢以武犯禁，老夫虽然不是官场中人，可要帮助那位县令大人将你抓捕归案，真是不难。还望老先生见义勇为，在下定会铭记在心，日后相报。放心吧，老夫既然出声了，必然会管到底的。这位老先生，请问先前你在做什么？为何到现在才出声？自然是袖手旁观了。当然，若是那位县令大人真的敢强抢民女，老夫肯定也会出手阻拦的。如果他杀我们的驴子呢？你会不会拦着？老夫又不是什么救苦救难的菩萨，一头驴而已，杀就杀吧。那这件事情，我们双方到底谁比较有道理？道理嘛，大概还是在你们这边。但是小家伙，有了道理，不代表就可以为所欲为啊！要他们道歉就是为所欲为了。老先生，看来咱们的道理还是不太一样。还真是有点意思。那今天老夫就来看看你的这番道理大不大得过老夫的。老先生的道理可是要靠你旁边那位白袍剑客来讲。怎么不服气吗？白金，这个小家伙好像觉得自己的拳头比你的剑更讲道理啊。你到底是谁？老先生，你活了这么大一把年纪，照理说应该比我懂得更多，可你的道理都跑到狗身上去了，好自为之吧。还有这位县令大人，你们真的不道歉吗？对不起，我错了，是本官错了。这位小哥，不是这位少侠，还请您饶了我们一家老小。到了宛平县境内，我一定好好招待你们。行了，知道你心里其实恨不得杀光我。本官不敢啊！哇，小叔叔你真的好厉害呀！阿良临走的时候教了我一门18庭的运气法，虽然我现在最多只能运转到第7庭，但是感觉出拳的力道和速度之类的都比以前强上不少，所以今天就试了试，没想到威力如此之大。看样子我以后还要更勤快的练拳，这样才能保护你。再有就是林守一，如果可以的话，你也要好好修行，别偷懒。不用你说，对不起陈边，我以后一定看好小白驴。你该说的对不起早就说，至于后面的那些麻烦完全与你无关，只要你没错就别认错，跟谁都是这样。今后我们去大隋的路上还是要尽量不去招惹麻烦，但若是麻烦找上门了，就绝对不要怕。李怀，你做不做得到？我可以的。不过如果
我是说，如果我们真的遇上了拼了命也打不过的对手，那还是赶紧认错，也不丢人。毕竟人活着比什么都要紧。小师叔，你刚刚还那么豪气，这回怎么就这么怂了？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嘿嘿，反正我听陈平安的。哎，你们看，刚刚那个剑哥从水里爬上来了，哈哈哈哈！这就是书上所说的落汤鸡吗？李怀，现在也就你能笑得这么没心没肺。咋啦？有那尊阴神的帮忙，再加上陈平安那么厉害的拳，咱们对付这些人不是轻而易举吗？你在担心个什么劲儿啊？哎，所以叫你好好读书啊。那个宛平县令一看就是读书人出身，咱们大理的文人清贵，读书人当官自然会高人一等，所以我担心在宛平县渡口下船后，那个县令会跟我们撕破脸皮，或者暗中对付啊！原来有这么可怕呀！小白驴个火精，真当自己是黄花大闺女，给人摸一下就要耍性子发脾气啊！你们看，那个县令上2楼了，他呀多半是去找刚刚的老先生互相吐苦水去了。他们俩会不会联合起来对付？应该不会。我大哥以前说过，秀才造反3年不成。那县令如果从老先生口中了解到我们的厉害，肯定不敢明面上出手的。至于暗中下手，只要那家伙不动用大理朝廷的力量，我们都可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所以你们怕什么呀？别自乱阵脚。这话有些道理。小师叔，我说的对不对？我哪里知道这些读书人的弯弯绕绕？总之遇上了麻烦，和林守一商量着来。好。对了，宝平，我刚刚想了一下，这一路上我除了认字以外，不然还是和你们一起学习一下书本上的学问吧。啊，不行的，我们当初跟习先生只学到了入门的蒙学，教不了小师叔太大的学问呀。不用太大。那也不行，我以前随口问齐先生书本上的问题，先生都要思考好久的，有时候更是回答不出来呢，因为他说胡乱回答不好的，我们万一教错了，不是耽误小师叔吗？先生才不是回答不，只是回答了晚了一些，那时候你就不愿意听了。哎呦，李宝平，你又打我，叫你乱说，不行，我也要练拳。李宝平上手越来越狠了，我再不做什么，将来肯定会被他失手打死的。我为什么要读书？我怕将来有一天我跟人讲完道理以后，发现我讲的道理其实是错的，那就不太好。陈平安，你每天那么辛苦的练拳，以后难道还要跟人讲道理吗？你的拳头就是道理啊！我也觉得不必事事都讲理，毕竟这天下的人都有各自的度量，我们接受本心即可，否则只会深陷泥泞，过犹不及。小师叔你别急，你让我想一会儿，我觉得这件事很大，我必须要认真对待，仔细思考才能回答你。其实我还是有一些私心的，我在得到那部汉山全谱之后，就一直有一种感觉，说出来也不怕你们笑话。每当我与人敌对的时候，只要我觉得自己的道理是对的，那么我的心底就会有个声音不断告诉你，这一次的出拳可以很快，而且我相信我的下一次出拳一定会更快。不管是谁站在我面前，我陈平安都可以打出这一拳，不管是谁。这应该不算是走火入魔吧，还挺正气凛然的。他现在这样有点像齐先生在学术里讲那些圣贤大道的事。是有点像。李宝平你觉得呢？哎呀，别打扰我，我还在讲之前的问题呢。怎么？刚刚水底的阴神告诉有个人想要见我，那人自称认识阿良，还说阿良当初之所以提前进入红竹镇，就是想问他一些问题，所以阴神问我要不要答应让他登船。那人若真的认识阿良，本事恐怕不小，我们也没有办法阻止他登船。他既然提前询问了，应该没什么恶意，但为了保险起见，还是让阴神前辈来到船上保护我们。接下来你们几个要小心，还是按照之前的规矩，一切由我来应付。实在不行的话，林守义你再动用符箓。好。在下墨家许若，奉大黎皇帝之命，将这4份通关文牒以及出境去往大学的许可朱文带给你。啊，大黎为什么要将这些东西送给我？自然是因为阿良前辈的嘱托。陈平安，你不必紧张，我虽算不上阿良前辈的朋友，但他一直都是我敬仰的人，所以我绝对不会是你们的敌。之前在红竹镇的时候，我还请阿良前辈喝过酒呢。哦，我知道了，东西给我吧，麻烦你跑这一趟。至于先前在船上发生的冲突，你们不用担心，那个宛平县令不会耽误诸位的求学之路。好，对了，
小姑娘，你就是吕宝平吧？是我，这把刀是阿良前辈交代给我们大力，务必要原原本本的交还给你的。是我的小福。多谢前辈，你们都是阿良的朋友，我可不敢因前辈自居。那阿良还好吗？放心吧，他很好。我去2楼与那几人打声招呼，诸位放心远离便是。接下来这一路，只要是涉及朝廷或者官府的，应当都会畅通无阻。但除此之外，我大黎就不会有任何干涉了。当然，如果真有了麻烦和意外，你们只要跟边军或者当地的官府打声招呼，朝廷一样愿意竭力相助。我知道了。对了，你刚刚说的那番话，什么话？爸，没什么。武道之所以始终爱练技斗，就在于这些武夫的立身之本跟道这个字八竿子打不着。若是武学始终上不到武道的高度，终究只是在烂泥塘里打滚而已。但刚刚这孩子口中那份如何出拳的感悟，本该是最少武道6级以上的宗师才会去思考的问题。这么看来，这个陈平安真是不简单，怪不得阿良前辈这么看重他。那个，你还有什么事吗？啊，没事了，在下先告辞了。小师叔聚精会神搏斗的样子真好看。不止这样，他走路练拳的时候，等在我身前用拳头跟人讲道理的时候，跟我学字的时候，都很好看。我真的好喜欢啊！但是二哥为什么要寄信来让猪猪杀了这么好的小师叔呢？怎么了，宝平？有心事吗？就是不知道家里如何了。二哥人这么坏，大哥以后会不会被他欺负呀？关于教唆朱露杀我的事情，我以后肯定会找你二哥当面问清楚。不过话说回来，你二哥对你这个妹妹应该是不坏的。朱露怎么可以这样呢？他和他爹朱和都是武人，只要去边军，就会有人抢着要的呀。他以后靠自己去争取一个诰命的身份，很难吗？为什么我二哥说什么，他就真的照做？这个我也想不明白。很简单，自然是因为这样做有好处。所谓天下熙攘，皆为利我。屁嘞！我看朱露这个傻瓜，就是喜欢上了你二哥，春心萌动嘛。比起诰命夫人的有，能够帮你二哥这个心上人办，说不定更加让他动心呢。那他就是又蠢又坏，无药可救。我们是齐先生教出来的学生多，跟我们这些穷人很不一样。就比如小镇里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和船上的那个县令，还有老人也差不多，根本不愿意讲道理，要么就只愿意讲自己的道理。不过这些人又有另外一个，比如那个马婆婆，她嘴巴毒，人又坏得很，却对自己的孙子马苦玄很好，恨不得把天下所有的好东西都留给自己的孙子。所以我想多读点书，明白这到底是为什么。小师叔，上次你在船上不是说想学习书上的道理吗？所以我一直在想，到底要教你些什么。现在我想到了一点点，你要不要听听看？你说，我洗耳恭听。我把要说的分成了3点，分别是仁义道德、乡俗规矩、王朝律法。其中仁义道德是用来约束圣贤君子的，就像我大哥所说的，道德这种东西是一种虚无缥缈的存在，你无法要求别人做到，只能自己遵守。至于乡俗规矩，就是用来约束一般的老百姓，让他们安安稳稳的过日子。而王朝律法则是针对坏人的一条准绳，而且是要求最低但却最严厉的那条绳子。宝平讲得很好，但这些道理好像并不能成为我自己的道理啊，看来我还是要多读书才行。好无聊啊！小木偶，你什么时候能活过来跟我聊天解闷呢？李怀到！哎呦，我还以为是齐先生点我名呢，原来是李宝平。吓死我了！好听巧若是人人都能遵守这些规矩，这世间便会相安无事，天下太平，从而圣人死，大道止。等一下，我记得原文是圣人不死，大道不止，而且这原本是道家的说法。一法通则万法通，这天底下最根本的道理必然都是一致的。小师叔，我讲的怎么样啊？很好，宝平你继续吧。好。相传儒家72书院中那些正人君子，胸中一点浩然气，天地千里快哉风，果然名不虚传。这个小女孩天资竟然如此恐怖。相公啊，我杀了这么多读书人，可没有一人的学问比得上你这个负心郎。你说你要去观湖书院考取功名，将来才能名正言顺的来娶我。可我等啊等啊，等了这么多年，却得知
你竟然爱上了其他人，便再也不肯回来。我好恨啊！好恨！这股风为何会吹灭我的灯笼？难道又要读书人闯入我的生命啦？看样子，我这花园中的收藏似乎又可以多几人了。大理礼部清吏司郎中见过楚夫人。哦，我当是谁？原来是韩大人呢。大黎不是一向对我敬而远之的吗？怎么今儿个想着要来拜访我了？我奉命前来拜托夫人。今日进山的那4个孩子，都是我大理的贵客，还请夫人不要为难他们。你是说，刚刚那群引发了浩然之气，害得我的灯笼熄灭的孩子，他们是读书人呀？大人知道，我可是最恨读书人呢。那些孩子一旦在你的地界里出了事情，到时候别说是你们这座府邸，就是我们大理也要跟着一起遭殃啊！是吗？那我真是好害怕呀！楚夫人，早些年我曾经有恩于你们大黎的先祖，于是他特地允许我盘踞于此地。我虽然没有山神名望，但修为地位均与山神无异。就算是沙克大公路过的读书人心在你们大理不许这么多年了，怎么今天就不行了？不但今日不行，残害过路书生一事，以后也不行了。还望楚夫人尽早收手，否则别怪我不念大黎旧情。大黎如今山岳顿大，我还能怕得了谁了？听你们朝廷那些秘密供奉吧，真是笑死人了。哎呀，就算是离出洞天的那位软尸出手，我也能躲进这深山当中。你们真有魄力，就一口气挖断这数百里的山根，同时截断绣花江。但如此一来，恐怕那座奇端山和落地的离珠洞天也要跟着走呀。夫人，你是打定主意要暗害那几个孩子了吗？不错，若是你们想来拦我，那就尽管试试看吧。现在明明是正午时分，天色怎会如此昏暗？还有这风吹的也太瘆人了吧？难不成是山中的精怪鬼魅在作祟吗？阿啾！哎呦，怎么突然这么冷了？小日叔，我有点害怕。等等，大家先停下，站在原地，不要动。怎么了？你们是谁？贫道俗名徐迎镇，道号玄谷子，乃是南建国求真观一脉的弟子。今日我带着2名徒儿途经此山，但觉得这里妖风阵阵啊，怕是要变天了。故而停留了片刻，没想到遇到了小兄弟一群人，真是缘分呐。原来是徐道长。这位小兄弟，贫道问你，你们先前是否经历过一次血光之灾呀？也算吧。道长是如何得知的？哎呀，怪不得啊！小兄弟身上好重的血腥之气呀！虽然你们已经安全度过此劫，但也千万不可掉以轻心啊！来，让贫道掐指算上一算。算上一算啊，还是不老道。不妙啊！贫道算到你们接下来还有一场真正的灾祸，只有度过这个坎，才是真正的有后福。这老头不是个瞎子吗？怎么看出咱们有血光之灾的呀？哎呦，真是世风日下呀！现在的人骗钱都骗到荒郊野岭上来了。哎呀，小兄弟此言差矣呀！我道门有一种神通，就算眼睛无法看见，也能用心神观望各位的气象，知晓祸福。贫道正巧掌握了这门神通，故而能看出诸位身上的异常。道长，我儒家圣人有教诲，萍水相逢，不与怪力乱神。原本以为这都是行小孩子，吓唬吓唬就能乖乖给钱呢，哪晓得其中还有儒家后生。说失算了呀！哎呀，罢了，佛家不渡无缘人，道门不救蒙彼汉。
那你们这一路上自己小心便是啊！若是真有麻烦，不妨大声呼喊。贫道如果侥幸听闻，必定反身相助。可若是路途相隔遥远，贫道就算有心也无力了。多谢道长提醒，我们会小心的。哎呀，一路行来，大理人要么是粗鄙武夫，要么是无知百姓。贫道这一套百试不爽，我今天失灵了。这些家伙居然不上当，嘿，晦气，晦气！师傅，您别生气，他们几个身上的衣服看着都破破烂烂的，不像是有钱人家。就算是上当了，我们也骗不了几个钱。臭丫头，你知道什么？那蚊子腿再瘦也是肉，你是半个当家人，兜里还剩下多少铜钱，你心里没数啊？就你师兄那个饕餮肚子，都吃掉我多少银子了？若不是我可怜你们，你们以为这个世道能容你们活几天呢？是，所以我和师兄给师傅做牛做马，从无怨言的。哎，居然变天了！没想到这里的妖气竟然能重到惹来山水气候的变化。哎呀，好啊，总算是引蛇出洞了。小九儿，小伙子，且随着师傅一起出没卫道吧。今儿个我要赚一笔大的。师傅，上回你在三之山捉妖失败，出钱雇佣咱们的人，最后气得连盘缠也没给，也不知道这山上的妖怪好不好对付，要不然咱们绕路走吧。绕路？若是贫道没遇上也就罢了，算那妖物邪祟走运。如今既然给贫道遇上了，岂有放过的道理？你睁大眼睛看看，在那番子上写的这除魔卫道，岂是给外人看的？师傅，那番子上的字不就是给外人看的吗？现在这里就咱们仨，你不必讲得如此正气凛然。哎呀，平时装神弄鬼惯了，顺嘴。上回三之山的事为师太气人，咱们没有功劳也有苦，他们居然连半个铜钱都不愿意。世间竟有如此厚颜无耻、为富不仁的家伙，活该他们的祖坟被山鬼侵占，子孙灾祸连连。九儿啊，山野大妖必有雄厚家底，咱们这回一定要抓住机会，拿下这山里的妖怪，狠狠赚一笔横财。只要此事成功，是我那一场修行就有了保障，你怎么再也不用为钱财担忧？那么以后，师傅对你们兄妹更好。我明白了，师傅，现在就要我以血画符拳吗？虽然师傅还有些符拳，不过小心起见，你先来一些，让师傅以备不时之需，免得被妖物打个措手不及，到时候反而害了你们兄妹。好。可以了，小九儿，你留在这里随师傅布阵。小伙子，你拿着招魂幡去把那妖孽引出来。今日咱们师徒三人定要让那头盘踞此山的大妖尝一尝五雷轰顶的滋味。是师傅，我先去了，九儿，你小心一些。你也是呀。师傅，师兄引来了好多妖怪。虽然不是那头大妖，但也来得好。小小邪祟贫道这就拿你们来练练手。小伙子，趴下。贫道雷法何等浩荡，岂是你们这些末等异物能抗衡的？不知死活，正好贫道见一个杀一个，增加自己的无量功德。至于那头鬼鬼祟祟藏在幕后的大妖，喂，你还要让这些喽啰来送死吗？我劝你还是赶紧束手就擒。你若是交上一半家底，说不定贫道悲天悯人，还会放过你一马。小九儿，再来点符拳。师傅，啰嗦什么？还不快给我！师傅，咱们背后有好多白色的灯啊！什么？我好牛逼！这位道长只管继续画符，杀了那些小妖啊。妾身可以等道长法术用尽的时候，妾身就会邀请三位去府上做客。亲自为你们三人洗脸、抽筋、挖心。要你休得放肆！师傅，小妹妹你别怕呀，我来教教你怎么洗脸吧。
像这样。大胆妖物，休得放肆！道长一心斩妖除魔，积攒无量功德，更是修炼了一身五雷正法。听说厉害的妖魔鬼怪都绕着你走，妾身前来就是想看一看，这传说中的五雷正法究竟有多神通广大。我袖中这4个颠倒盘，分别针对妖怪、精魅、阴雾鬼祟、山水神奇。可现在除了精魅一层，其余3层皆是旋转大阵。看来这女鬼生前极有可能是一位修道有成的大妖，死后才化成横行一方的厉鬼，而且在彻底堕入邪道之前，已经拥有晋升为山水神灵的资格。哎呀，这阴雾怕是比3指山的阴险山鬼棘手难缠了数十倍啊！看来我只能跟他虚伪一番，先让我们师徒3人平安下山，等日后我功法大成了，再回来大杀特杀吧。贫道以心观之，姑娘你虽然妖气磅礴，有坐镇一方的气象，但你身上分明杀气极少，罪孽不多。贫道身为一介山野散修，与姑娘可以算是半个同道中人。今日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惊扰了姑娘修行，罪过罪过，还望高抬贵手放过我师徒3人，他日贫道定有重谢。姑娘没看到我的意识呢，叫我楚夫人。哎呀，我都忘了，你是个瞎子，看不见的。算了，妾身还是先带你们回府，让你这个居心不良的牛鼻子老道晓得什么叫做追星。哎，夫人何必如此咄咄逼人？此时又不是没有回旋的余地。你这老瞎子，道法不精，心术不正，死了好，死了好，省得以后耽误了我家郎君读书，讨取功名。看来是必有一战了。喂，小伙子，只要这次能联手退敌，贫道就答应你，让小九儿1整年不用上缴符权。当真？别愣在那，招魂幡插好。是，师傅，好了，好，为师要施法了。太好了，这女鬼好什么好？老瞎子，你太让妾身失望了。妾身还以为你要使出什么神通，结果竟然只是这种不入流的歪门邪道。你如此贼喊捉贼，死了岂不是便宜了你？你应该生不如死。小伙子，赶紧将他拿下！就丢。怎么可能？降妖剑居然被他给接住了！唉，妾身这不要便不要了，这身衣裳可不能破损，脏了可以清洗，但是破了之后要缝缝补补。妾身的女工可上不得台面，到时候补得七扭八歪的就不美了，岂不是会惹得郎君笑话？小伙子，后退！就弃天行道，让你这鬼物一样被五雷轰顶！什么人伞对住天雷？下雨天是应该要打伞。岂有此理！贫道还不信治不了你这妖物了。气为雷霆，心上朗朗，仙人指路。这天也太怪了，怎么突然就下起这么大的雨来？我们先找个地方躲一躲，等雨小了再走吧。你们不觉得很奇怪吗？从刚下雨的时候开始，山路两边就浮现出了许多白色的灯笼。荒郊野外怎么会有这么多灯笼？李保平，难道这里真的有鬼啊？阴神前辈不就是鬼吗？他都跟了我们一路了，你还怕什么鬼啊？对哦，小白驴，你跟着洗什么？你看你那个胆小鬼的样子，一会儿可不许跟丢了。我们还是把阴神前辈请出来问一下。哟，阴神前辈，此处山林中当真有什么邪事作怪？这里有一名女鬼坐镇周边山水，
现在他正在跟你们刚刚遇见的盲道人师徒3人交手。不出意外的话，女鬼稳操胜券。那阴神前辈和他交手可有胜算？他来历不明，道行若在平时远离这座大山，我可以将其擒拿。但现在他占尽了天时地利，所以我也不敢贸然出手。而且我刚刚打听到一个消息，说是这女鬼的身份已经不亚于一地山神了，说不定同时还兼任着河婆的身份，真是从头到尾都透着古怪。还有就是你们脚下一开始就被那女鬼施展了术法，走在了她暗中铺设的满是白纸灯笼的黄泉路上，若是无人引路，怕一辈子都无法走出来。啊，那怎么办呢？你能带我们离开吗？我是阴雾之身，能自由进出，可我一旦想要强行带你们走出这条黄泉路，回到正轨，说不定会重创你们的肉身和魂魄。阴神前辈，既然你跟他打架打不赢，我们走又走不掉，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办？你们继续前行，他现身再说。放心，我绝不会让你们受伤。好。也是我之前我被李宝平的浩然之气吹到了数十里之外，便想要逆风而上，为破境增添几分机缘，也因此折损了几分修为，却没想山中竟有如此棘手的鬼。如今我的修为只剩下了7、8成，对上那女鬼，委实有些束手无策啊！小心，他来了！你们全部站到我身后。这么多贵客呀，1、2、3，有3个读书人呢。到底哪一位是儒门君子？我家郎君曾经立志，此生一定要成为贤人君子，好为社稷苍生谋太平。没想到你们几个这么小的年纪，就达到了我家郎君的夙愿。郎君总说，品行端良的读书人才能被称作读书种，所以每当我想念远游未归的郎君时，就会邀请一些路过此地的读书人来我家做客，赠予他们妙龄美丽、孤本古千年古琴。你们也来我的府上做客吧，好不好？哎，还有这位阴神前辈也在。阴神前辈真是时运不济，如果是放到几年之后，你已修得正道，法力无边，妾身哪里还敢在你的面前献丑？哎呀，我实在是太久没有跟人说话了，情难自禁，你们不介意的吧？哎呀，看你们一个个湿淋淋的，是妾身怠慢，这雨下的真是烦人，还是先停下来。哇，这个女鬼说散雨就停了，她这么厉害，我们几个能不能打过她呀？敢问这位夫人，那些被邀去府上做客的读书人，最后是怎样的下场？他们本是谦谦君子，被我随便一诱，就抛弃了大好前程，要与我长相厮守。所以最后，我就将这些违背誓言的读书人一个个拦腰斩，种在了我的花园里。我想知道啊，这些郎君嘴里的读书种子，会不会在泥里开出花来？会不会有一天就受过雷？可是我很失望，最后他们都只是化作了一句句，可能是那些读书人还称不上读书，所以你们的出现让我高兴坏了。啊，我不听。我以前最喜欢读书人了，可当我被我的郎君辜负了以后，我才知道天底下的读书人全是负心人的。陈平安、林守义，我们要怎么办呢？不要慌，先静观其变，我会保护你们的。阴神前辈也一定在想办法。好，我不动。林守义，接下来我会缠住女鬼，一旦有机会，你就尝试着使用破障符破开黄泉，带着陈平安他们出山。可是阴神前辈，我们都走了，你怎么办？不用管我，你们走了之后，我自会找办法脱身。你们绝不能再走脚下的这条山，最好是去山林之中，让陈平安用他的那把降符刀开出一条新路来。我明白了。林守义，就是现在，跑！好，大家跟在我身后，先走出这条山路再说。陈平安，阴神前辈要用你那把降符刀，在树林之前开辟出一条新的路，又可以出山。等等，我去背上那个老道人，总不能见死不救。行，要快。可以了，走吧。我们跟着这张符箓。等等，林守义，前面是一面山墙，没路了。这是要一头撞进去吗？没错，这些都是障眼法，我们可以穿墙而过。这山野密林之中，怎么会有这么豪门的宅邸啊？刚刚那个女鬼说请了很多读书人来她家里做客，这里不会就是她家吧？我也不知道。
都怪我，没想到这女鬼道行如此恐怖，贫道竟然主动招惹她，还想着斩妖除魔。贫道这双狗眼真没有白瞎呀！道长，你醒了。都是贫道的错，都是贫道的错。可怜我那双徒儿，现在是生死不知啊！说不得被那女妖掳走，抽筋扒皮了呀！道长，你别慌，歇下来休息一下吧。我的徒儿们啊，你们在哪儿啊？小师叔，你怕不怕？当然怕，不过没关系，有我和林守一在，你们不会出事的。之前我还觉得遇上邪祟可以用符箓试试看，现在我才意识自己那点斤两，也就够人家小拇指勾一勾吧。宝平，降符刀你先收好。小师叔，你不用这刀了吗？嘿，我是想试试用拳法能不能震慑住那女鬼。陈平，你认真的吗？难道说女鬼不怕降符刀，不怕林守一的符箓，反而怕你陈平安的拳头？若是一缕剑气不能杀掉女鬼，那就用2缕吧。唉，虽然有些心疼，但总比真的死了来的划算吧。哎呀，小白驴，你怎么一直乱动啊？安静点，别给我们添乱，行不行啊？动物的感知能力比人更强，它应该是感受到什么了。不会是那女鬼来了吧？不能确定，林守一，屏住呼吸，千万不要放松防备。欢迎各位登门拜访，你们可以喊我楚夫人。可惜我家郎君远游未归，只好由妾身招待你们。怎么只有这女鬼一人回来了？阴神前面呢？她自然是被我打伤，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几位真的不进来吗？看来还是要妾身。亲自迎接啊！这把剑蕴含了如此强大的威力，一下子就破了我布下的结界。若非我以气机笼罩住了身后府邸，恐怕府内近千盏灯笼就要一口气熄灭小半了。这一人到底是何方神圣？擅闯子弟你给我死！大胆进仙！我要将你头颅摘下，种在花园里，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苟活10年100年。姑娘稍等片刻，在下肉身尚未完全稳固，比不得飞剑速度。不知姑娘的花园风景如何？在下可是看遍了世间的名山秀水啊！若是那花园太过寒碜的话，在下可不愿屈就。妾身这宅子地方不大，风景也不如何，但种下一颗头颅却是绰绰有余了。受死吧！今日会退。小白驴，哎呀，你怎么跑了？别跑啊！老伙计，好久不见啊，我想死你了。哎，阿良怎么把我的东西都送出去了？罢了，小姑娘，你背后的书箱里有一件和我相依为命多年的老物，就是那个养剑壶。虽然现在已经不属于我，但里面的剑气必须要拿走。冒昧了啊！敢问阁下是？你们别紧张啊，我叫魏晋，是阿良的半个朋友，只是半个。另外半个呢，算是他的弟子。可惜阿良说我性情太迂，行事太软，所以出剑从来不够快。认我做徒弟的话，他丢不起这个脸。我这趟千里迢迢赶来呢，是感知到了老伙计和养剑壶里的异样。冒昧问一句，阿良人呢？你们几个又是？我叫陈平安，也算是阿良的朋友吧。葫芦是阿良送给李宝平的，驴子是李怀子照顾。至于阿良的去向，我也不太清楚。哦，原来就是你呀！我大致明白了。好一个风采卓绝的陆地剑仙，佩剑外放的剑气，本命飞剑，一样比一样厉害。短短功夫就打散了妾身积攒了50年的家底。妾身坐镇此方山水数百年，却从未见识过你这样的人。你应该不是大理人是吧？在下不过无根浮萍而已，姑娘言重。送出2个看戏的，你们就不管管？那阴神马上就要打断我的山根了。若是此地山根崩塌，包括本院秋花教在内的3条大江，还有齐顿山、铁浮江、龙须河，没有哪一方能够幸免于难。
楚夫人先前的气势跑到哪里去了？二位欠我伤了和气，楚夫人，我和韩郎中可以劝阻那尊阴神，但是我们也希望楚夫人你接下来不要再有任何过激言行。若是妾身想跟这位剑仙大人切磋道法剑术，又算不算过激言行？要知道，妾身可是在为你们大理解决心腹大患呢。大理日后该如何报答妾身呢？好一个菩萨心肠楚夫人！我韩某人今天算是领教了。你若真能对付这位剑仙，我大理礼部日后必有报答。若是不能，小郎中口出狂言，吓唬小孩子。等你做了大理礼部尚书，才有资格对妾身指手画脚。楚夫人，你的话未免有些过分吧？好，妾身给韩大人赔罪。罢了，为了大理的江山，我们还是去劝说那一尊阴神。我要行动。好，你想跟我切磋剑术？若是点到即止，妾身就愿意。毕竟如公子这般年纪轻轻的陆地剑仙，妾身还是生平仅见。可以。哦，公子当真？我的这把剑名为高竹，夫人，请接下我这一剑。好强劲的剑气，这人怕是已经跻身剑修11境。剑仙饶命！夫人，不如再接我一剑。陈平安，那是不是当初在船上还我们降服刀的家伙？我记得他叫许若。没错，但他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啊？而且看起来他和阿良的那半位朋友关系不太好。风雪庙未尽，可以了。是神仙台未尽才，在下跟这位姑娘探讨剑术，兄台不要多管闲事的好。若是我偏要管，哈哈哈哈哈。不愧是东宝平州最年轻的上武境剑仙，在下领教了。我听阿良说起过你，你是不是那个墨家的那个谁？真是，阿良前辈介绍的时候就不能多说一个名字吗？在下许若。许若，听闻此人是出身墨家游侠一脉，与一位身份显赫的墨家巨子投靠大理宋氏之后，立即被大理皇帝封为座上宾。如今贵为大理京城的守门人之一，也是大理震慑修行势力的关键人物之一。多谢许大人相救。楚夫人，事已至此，你能否拿出一点诚意来？自然，我这就把此地结界撤去。他又怎么了？陈平安，能否请这3个孩子先收起书香？楚夫人对读书人的怨念，便是他当年放弃山水正神的症结所在，此中缘由实在是一言难尽。如果你同意的话，我便施展一个障眼法，将书香遮蔽起来就行。可以。哇，好厉害哦！李宝平，我真的看不到你背上的小书香了哎！哎，你背上的也不见了。我在书上看过，这是一种障眼法，如果练其势，再至凝神视之，便会重现原形。不知魏剑仙此次赶赴大理，除了解决今日风波，可还有其他想法？若是没有其他想法会如何？有其他想法又会如何？若是仅仅游览风光，除去大理几处禁地，其余地方都欢迎魏剑仙莅临。魏剑仙如果不嫌弃，在下愿意作陪。可魏剑仙若是趁着大理局势动荡有所图谋，那么在下便会挡在这里，亲自试试看魏剑仙的飞剑到底有多快。风雪庙内，我素来最为敬重阮氏，只是因为各种原因，一直没有与他打过照面。接到阮氏从离珠洞天传出的太平牌讯息后，我便接下了一桩任务，那就是护送这些孩子去往大理边境野夫关。然而我在去往龙泉县的途中，遇到阿良前辈，他一时兴起指点了一下我的剑术，才令我有了此次闭关破境的计。后面的事你也知道，阿良前辈只身独闯白玉京，
飞升成功。我这次北上，一是为了这些孩子而来，二是想要去道玄山那边砥砺自己的剑道，所以你不用担心什么。素闻未见先磊落豁达，这番话合情合理，是我多想。希望将来能够在宝平州听到道玄山传来关于你的消息。承你吉言了。许仙师，道长有何事？哎呀，小道有2个徒儿不见踪影，想来应该是被楚夫人留在府中做客。道长能否跟楚夫人说说，让小道带着他们离开？楚夫人，这位道长的小徒是在你的府上吧？能否放行？既然大人发话了，妾身怎敢不从？师傅！哎呀，九儿、小伙子，你们没事吧？我和师兄受了些皮外伤，但没什么大碍。哎呀，那就好，那就好。这些个神仙都不是我们能惹得起的，我们还是先走吧。好，看样子此地已经没有我们什么事情，孩子们，不如我们也动身赶路吧。许剑仙，后会有期了。后会有期。赶紧走，赶紧走，我要离开这个鬼地方。我来带路。小师叔，我们走吧。这群小鬼，若非他们不好好赶路，非要讲学，用浩然之风吹灭了我的灯笼，我也不会专程过去。看到他们那背着书箱，一个个负笈游学的可憎模样，最终落到这般田地。如今我挨了魏晋一剑，修为大损，连山水根源也差点被那尊阴神给打坏了。此仇我一定要恨与执念吧。楚夫人，怎么，许大人是要跟妾身秋后算账？楚夫人不必说气话，我没有这个意思，只是希望接下来你不要节外生枝，为难那些孩子，以及盲道人师徒3人。当年因为你相公的事，大黎记过楚夫人的恩，也有愧于你，因而对于你那些出格的言行举止，都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楚夫人滥杀书生文士一事，时间越久越是纸包不住火，终有一天会传到皇帝陛下的耳朵里，陛下会如何想？我不敢擅自揣摩。可如果我再次听说有读书人在这里消失，我就一定会登门拜访，将楚夫人亲手带回大理水牢。要知道，陛下虽念情分，但更重规矩。许大人是在威胁我。楚夫人，无论你相不相信，我都不希望有这么一天。好，就凭你肯那么低三下气的跟一个孩子说，我相信你的。不过我现在可以说自己不残害过路书生，但我没办法保证，当我再次看到那些游山玩水的读书人时，我能够控制得了自己。这并非是求情，而是跟你说一点真心话吧。到时候我犯了戒律，该如何处置，你就如何处置。大人，既然朝廷已经禁止楚夫人动手杀人了，那当年那件事情的真相是否可以完完整整的告诉他，好平息了这一份怨气？也罢，如今这么多年过去，楚夫人应该知道真相。你告诉他，至于泄露此事的任何责任，都可以算到我头上，你不用担心朝廷怪罪。谢过大人，以后哪怕是大人的私事，在下一样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举手之劳而已。我还有些事，就先与韩郎中一起走了。二位后会有期。楚夫人，我知道你一向瞧不起我这个粗鄙武人，那我就长话短说了。你相中的那个郎君并未辜负你的真心，只是大理朝廷顾全大局，生怕你离开此地，再也无法镇压以祁敦山为首的神水国残余气运，所以始终不曾告诉你真相，故意让你误会了那个书生这么多年。事到如今，你还要骗我？你真当我是3岁小儿？我虽然在他离开之后再也不曾去过此处山水之外的地方，可我不是此地路过那么多读书人，他们之中有不少人无意间提起过我郎君一事。据说他当年去往观湖书院之后，便爱上了另外一名女子。以我对他的了解，他若是爱上了谁，就一定是真心喜欢。
那你应该也知道，作为大黎第一位靠自己本事考入书院的读书种子，你的郎君在观湖书院被人联手陷害。那些被他称为同窗的人，先是故意捧杀他，之后有人暗中一掷千金，雇青楼花魁假装仰慕他的才华，为他扬名，再让附近王朝的大儒故意将他视为忘年交，使他的字帖每一幅都价值连城，还有诸多手段环环相扣，让你的郎君只差半步就会成为大黎第一位被儒家学宫认可的君子。可是，一夜之间翻天覆地，有人诬陷他抄袭诗词，那名花魁诋毁他无法人道，更有数位文豪联名抨击他的道德文章，骂他是伪君子，是观湖书院的败类。就这样，一个原本意气风发的大才子，沦为了整个观湖书院的笑柄，心境崩碎，就这么疯了。对，他疯了很长时间，但是谁都没有想到，他后来居然清醒过来了。知道他为什么能清醒吗？是你们大黎的炼器师出手。大黎真要出手，那也该是杀了他才对。不对，一个变得疯疯癫癫的读书人有所为，大黎想要除掉他，才是情理之中的事情。那个书生之所以能够醒过来，是因为有一名女子去到了他的身边，悉心的照顾着。所以他便爱上了那名女子。不错，但原因却是他以为那名女子是你。什么？不可能，这不可能。那名女子脸上附了一张脸皮，与楚夫人你的容貌一模一样。她还将你的嗓音、习性、喜好都学去了7、8分，所以你的郎君才会如此轻易的就爱上了她。然而，在得知这一切都是同窗的设计之后，你的郎君终于受不了这番折磨，他带着对你的愧疚投湖自尽了。其实，按照他去往观湖书院之前与好友的只言片语来推断，他早就知道了你是鬼魅，也知道你有望成为此地的山水正神，所以他才努力读书，执意要成为儒门贤人之上的君子。如此一来，他将来返回大黎时，才有底气跟朝廷讨要一个风风光光的明媒正娶。言尽于此，楚夫人，你也放下怨恨与执念吧。他一直闭着眼在干嘛呢？我也不知道，尤其是他修炼风雪庙的什么独门秘术。剑心前辈，你这是……其实我这次专门来一趟，也是想告诉你，我不能跟着你们去大理野复宫，因为我必须马上去往离珠洞天，用那边的斩龙台磨砺我的高竹剑和本命飞剑，而后我要通过倒悬山去往剑气长城，参加一场100年一遇的大战。哦，如果这场大战更重要的话，剑心前辈就先去吧。虽然你们有一尊实力不容小觑的阴神护送，可是为了避免再次出现今天这样的意外，我决定将这块玉牌送给你。这是我们风雪庙和真武山独有的山庙太平无事牌，一旦遇到危险，你们只要对着它说话，松手后，它就会自行掠向山庙，向自己的宗门发出求救。这玉牌太贵重了，我们不能收。收下吧，否则我就算离开，怕是也不怎么安心。好吧，剑仙前辈，其实我们此去野狐关本就有阴神前辈护驾，加上大黎朝廷之前也答应过会暗中照顾，所以我相信像今天这种大的意外是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既然你这样说，那我就放心了。林守一，玉牌给你，你记得收好，最好别放在书箱里，离得太远，不然紧急状况下会不方便取出的。我知道，我会把它和剩余的2张符箓一起藏于袖子。剑仙前辈，这块牌子如果遇到今天这种被布下结界的情况，当真飞得出去吗？这你大可以放心，此物速度极快，远胜御剑飞行，哪怕是在10境修士的地界也困不住。而且在玉牌飞掠的途中，若附近有游历的风雪庙修士，很快就能感知到玉牌的存在，选择前来相救。所以大多时候还没等到风雪庙的师门后援出手，危机就已经解决了。我懂了，这玉牌本身就是一种类似通关文牒的东西，那些岁数大和阅历深的妖怪肯定能一眼就认出
这块玉牌属于丁雪庙，所以只要我们祭出玉牌，就已经是一种震慑了，等于是在训诫对方不要挑衅风雪庙。也可以这么说，林守一性子孤高，气府中生机勃勃，是个难得的修女。李怀则福缘深厚，不仅已经收集到许多珍宝，而且她的先天根骨还是兵家祖师们梦寐以求的头等良才美玉。至于这个小姑娘李宝平，也是1等1的聪明早慧。这样的3个天之骄子，为何会将那个普通的陈平安视为领头羊呢？他难道有什么过人之处吗？这5个泥人就送给你吧，感谢你帮我照顾我的毛驴。哇，真的给我吗？这些泥人结合了阴阳家、墨家傀儡术和道家符箓一脉的艰深学问，我并不理解其中玄机，只知道若是温养得当，让他们熟悉你的气机，说不定哪天就会活过来。之后需要以火灵、水晶等5行精髓不断喂养。算了，现在说了你也不懂，你喜欢吗？那个陈平安，我可以拿吗？人家送你，你就拿着吧。太好了，加上那个住在我书箱里的彩绘木偶，我已经拥有6个小喽啰了，嘿嘿。那我就告辞了，希望你们一路顺风。我没能护住你们，还害得你们被掳去女鬼府邸，对不住了。阴神前辈，你别自责，你已经尽力了。不管怎么说，这次我难辞其咎，尤其是因为我贪图个人休息，才连累你们沦落到这般田地。如果你们当真出了事情，我哪怕事后打烂了此处的山根水源，与那女鬼同归于尽，也没有任何意义了。阴神叔叔，小时候我大哥给我讲过一句话，具体是什么我记不清了，大概意思就是说，如果无意之中做了坏事，虽然可能会得到糟糕的结果，但也不应该受到惩罚。只要你尽力又尽心了，就不用太愧疚，要不然做人做鬼都很累啊。宝平小姐，你说的对。陈平安，我们能不能单独谈一下？行，李守一，你带着李怀和宝平先走。好。其实我是药铺杨老头安排来保护李怀的啊，我还以为你是来保护宝平或是林守一的。不过杨爷爷为什么要你专门来保护李怀？难道是他身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看他爹娘都像是普通人。李怀他爹李二可不是什么普通人，而是杨老头的徒弟啊。他在小镇时差点就打死了宋长敬，很厉害的。曾经有一次，李二找到杨老，说他媳妇儿给人欺负了，他要出山找那户人家的老祖宗算账，一定要离开离珠洞天。杨老头犟不过，只好答应。结果听说后来宝平州有一座底蕴不俗的仙家山门，硬生生被李二用拳头给拆掉了祖师堂。不都说李二是小镇西边最没出息的男人吗？甚至连李怀也这么认为啊！既然李二这么厉害，为什么不告诉李怀呢？我也不清楚，但李二的性子很轴，要不然也不会娶了李怀的娘亲做媳妇。那李怀以后知道了真相，可得乐坏了。以后你不打算告诉他吗？当时在枕头驿那边，你就直截了当的告诉宝平朱露刺杀你的真相，为何这次却不告诉李怀？有关我自己的事情，我觉得是对的，当然可以自己做决定。可是李怀他爹既然不愿意告诉自己儿子，一个外人又凭什么告诉李怀真相？如此也好。对了，有件事我一直有疑问，阴神前辈，你第一次露面的时候，第一眼看的是我，再去看的李怀，这是为什么？只是你的无心之举吗？当然，如果阴神前辈不愿意回答的话，就当我没问好了。这个陈平安真是心细如发，又有自己的一套处世之道。当时我的视线一闪而逝，也能被他发现。难怪李二当年不看好那些个天之骄子，反而更看重他一些，甚至为此不惜破坏规矩，想要把那位金色鲤鱼连同龙王篓一起送给他。我先不回答这个问题，总之你不用担心，我不会害你。我明白了，你先回去吧，那3个孩子肯定都等得不耐烦了。陈平安，你觉不觉得这个地方阴森森的呀？嗨，都怪那个乌鸦嘴的老瞎子，说我们很快就要经过一个名叫三之山的鬼，有厉鬼，还有什么阴尸，当那厉鬼的小喽啰，弄得我浑身都瘆得慌。我们在那头红衣女鬼手下都能毫发无伤的离开，所以你就别担心了，肯定没事的。那女鬼又不是我们降服的，是魏晋啊！嗨，说起那个魏晋我就生气，他送的这5个小泥人，
我怎么舞都活不过来，更别说活过来后指挥他们打架了。那个魏晋该不会是骗子吧？他肯定是心底不愿意给我好东西，也放不下剑仙的架，所以就故意画了张大饼给我。哼，我觉得他没阿良好。我觉得魏晋和阿良都挺好的。算了，我还是跟自己的泥人玩好了。小小邪祟，你可知错？女鬼大人，饶命饶命！我已经知道错了。魏晋真的是个很好的人。陈明啊，如果我没有看错的，魏晋好像看不起你，或者说最不看好你。这样的话，你还觉得他是个好人吗？还有这种事情？他为什么看不起我的小师叔？他看不起我，跟他是不是好人有什么关系啊？陈边，你咋想的？看不起你的人还能是很好的好人？那他肯定是没那么好的好人了呀。魏晋那么厉害的人，可是跟我们说话的时候还是和和气气的，愿意跟我们这些孩子摆事实讲道理。你以为所有的神仙都是这样的吗？我在离开小镇之前就遇到过许多杀人只看自己心情，只讲自己道理的神仙。在小镇上，要想让人看得起，得靠自己。你庄稼活做得好，烧瓷拉坯拉得好，进山砍柴烧炭力气最大，自然而然就会让人看得起。当然了，以后等宝平到了大隋书院，如果读书很厉害，还有林守一年纪不大就成了炼气士，当然能够让人看得起。至于李怀你的话，你年纪还小，等你年纪大一点再说，现在不用着急。哎呦，陈平安，你不着急，可我着急啊。那这样吧，从明天起，你每天早起跟我一起走庄练拳，怎么样？我年纪这么小，学那个做什么？你现在知道自己年纪小了，那你开始跟我急什么？哼！对了，过了三支山，到了城镇的集市，你们想要买什么吗？小师叔，我想买一些杂书。齐先生说，儒家之外的诸子百家都有各自的经典，不妨多看看。好，多买几本书，让咱们宝平长长见识。林守一，你想要什么？如果可以的话，我想买一副棋，最便宜的就可以。李怀你呢？给我钱我不买东西，我想攒下来。我娘亲教过我，兜里有钱万事不慌，行不行啊？你觉得呢？嘿嘿，我这不是心怀侥幸嘛，想着万一你陈平安良心发现了呢。嘿嘿，休息的差不多了，咱们继续赶路吧。嘿，等会儿，那老道人不是要我们别在晚上进入三之山吗？没关系，我和陈平安还有阴神前辈商量过，如果我们夜间赶路，那厉鬼胆敢出来伤人，我就尝试着以符箓和雷法退敌。要是厉鬼躲着不出来，就算了，我们正好可以继续赶路。那好吧，林守一，你可要把眼睛睁大点哦。先生，朝廷吏部那边一向是曹家把持，你也知道，我家老丈人袁大人和曹氏素来不和。这次曹季被任命为督造官，是不是曹氏想趁我还没在小镇上打开局面，就将我挪回京城的某个清水衙门做几年冷板凳？不是，那个曹季的家世如何，能力如何？他家世远胜于我，能力也相当不俗。那跟这样的人打擂台，不刚好说明你无冤，还是有点斤两吗？何况你才是龙泉县令，曹季只是姚务督造官，他不过做一些本命词相关的收尾事情而已，没你想的那么严重。不过嘛，曹氏当然想要让曹季踩着你往上走，现在就要看你有没有本事成为曹季的官场拦路虎了。若是拦不住，你那未来老丈人，也就是袁大人，还愿不愿意嫁女儿，可就难说了。陛下用人，亲疏有别是难免的，可归根结底，最后还是要看你各自的真本事啊！听过先生的开解，学生心情好多了。哼，你小子是心情好多了，我心情可不妙。无冤啊，不如你把脸伸过来，让先生我打几个耳光出出气才。先生，我看还是算了吧，我这人脸皮薄，若是被人看见一副狼狈模样，丢的可是大黎的颜面。哼，你小子性情随我，多半也是个欺师灭祖的种。等到龙泉县的事务大致落定，你争取抽空去一趟京城，跟我跟那个老的我继续商量在披云山建造书院一事。是，先生。去吧。唉，拖了这么久，也是时候听那老头子的话，出发去给陈平安当弟子喽。我是末将就送到这里了。去吧。殿下以后保重。王将军也是如此啊，谢姑娘。王大将军没必要跟我这种刑徒贱民客套寒暄了。
是我们对不住你的师门。那你就跟那些魂飞魄散的死人们说去，我既没有参加那场大战，事后也没有自尽，相反，很快就是新山崖书院的学生了，可以说活得还不错。所以王大将军，你跟我说这个挺没意思的。王一甫，你不用理他，他就是个没长大的孩子而已，心里有气，又不知道跟谁发泄。这个时候，谁说好话他就刺谁。你当自己还是贵不可言的卢氏太子啊，还有资格教我做人？陈平安，你们终于来了！你是之前小镇里的那个陈平安。虽然接下去我说的话听上去很像个玩笑，但我必须很认真、很严肃的告诉你，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学生了。你不让我做学生的话，我就死给你看。等我死了之后，你记得帮我立一块碑文，就写陈平安弟子之墓。学生？为什么？你叫什么名字来着？我一时想不起来了。崔东山，东山再起的东山。我记得他的名字好像是2个字的呀。算了，这种莫名其妙的人，我还是不要答应为好。陈平安，你们终于来了。你是之前小镇里的那个陈平安。虽然接下去我说的话听上去很像个玩笑，但我必须很认真、很严肃的告诉你，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学生了。你不让我做学生的话，我就死你看。之后你记得帮我立一块碑文，就写陈平安弟子。学生？为什么？你叫什么名字来着？我一时想不起来了。崔东山，东山再起的东山。记得他的名字好像是2个字的呀。算了，这种莫名其妙的人，我还是不要答应为好。收徒就免了。如果你真的要，那我会在墓碑上帮你刻上崔东山3个字的。宝平，林守一，李怀，咱们继续走。小动作静看山色，不问悠长歌，所以站路渔樵夜归客。我听山走江河。先生，你等等我呀！父亲为人无人知我了。我晓得你老人家不放心，觉得我是心怀叵测之辈，但是你可以考察我一段时间，再来决定要不要收下我做开山大弟子。我崔东山呢，修为如今是不高，但是见多识广啊，学问还是有一些的。对于大隋的风土人情，更是了如指掌。此去大隋，有我在和没我在，必然一个天一个地的境况。再说了，我这趟拜师学艺啊，并非空手登门，而是带了一笔极其丰厚的拜师礼。先看我这一册泽批精怪图，天然孕育出5、6种精魅。再有就是一套文房4宝，那可真的是无价宝啊。这支笔乃是藏着一条吃墨鱼的紫管笔，用完后那条小鱼儿就会帮着吃完墨水，无需清洗，是不是很神奇啊？还有这松涛墨啊，用手指轻敲就会发出如松涛般的悦耳响声，写出来的字数10年都带有墨香。至于砚台，是别州的一位无名老僧遗留下来的古砚，名为放生池，其中可大有玄机啦。你不动心，纸张则是乃金石剑。抱歉，我不怎么写字，也不会画画，这些东西给我太浪费了。没关系，我还有件最重要的压箱底宝贝。先生请看这柄本命飞剑，它品相极佳，锋利无比。我当初侥幸得到后，之所以珍藏多年，未将其炼制，非是不看重，实在是我不走剑修的路子，生怕暴殄天物。我看先生你挺适合的，倒不如……不行，真不行啊！我是诚心跟你拜师的，你要不信的话，我可以发誓啊，如果我对你陈平安有半点坏心，就天打5雷轰！这天气可真邪乎！先生，你听我解释，我是真心的，求求你收我为徒吧！不行。玉簪子不见了，看来是老头子收回去了。这么说，他和陈平安已经见过面，要不我探探这小子的口风。陈平安，你们在红珠镇枕头驿一带有没有遇到一个穷酸老秀才？没有。怎么会没有？难道老头子是用神通直接拿走的簪子？崔东山，过了前面的岔路口你就不要再跟着我了，我说过了，我不收徒弟。好吧，那我只能使出杀手锏了。陈平安，我如此心诚的拜师，你却如此推脱，那么接下来我的拜师礼就要减慢了。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你自己选择吧。你赶紧走吧。等等，陈平安，你别走啊！来，你看这是什么？这不是棋子吗？这玩意儿外表看上去是颗普通棋子，实际上它能够保留人的声音啊。算了，我直接说吧，其实这是杨老头交给你的消息，捏碎之后你就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陈平安，不如我们先让英顺前辈来听一听。好。
阴神前辈说，小镇杨家铺子的杨老头要你相信这个叫崔东山的家伙。去往大学书院的路上，你大大方方让他做牛做马便是了。这样的弟子门生，不收白不收。他还说，此人今后与你荣辱与共，生死相关，绝不敢对你心怀不轨。陈平安，我是真心想要拜你为师的。我明白了，你带的这2个人是……哦，这大傻个儿叫于路，福禄的禄，小妞叫谢谢，姓谢名谢，也不知道谁给他取的这个名字，真是绝了。他们为什么会跟着你啊？他们2个都是卢氏王朝的刑徒移民，身世可怜的很。谢谢之前就在山崖书院求学过一段日子，于路运气差一点，离乡没多久，我们大黎就发起了那场大战，2人只得各自返回家乡了。如今卢氏王朝破灭，书院学生的身份反倒保下了他们的性命，顺利被我从流放的队伍中找了出来。如果不是我们，他们以后多半会死在你们龙泉县西边的大山里，所以他们感恩戴德啊，一定要称呼我为公子少爷，跟着我来这里，我怎么劝都劝不动。既然我们的称呼反而成了公子你的负担，那我以后就不喊公子了。谢谢姑娘啊，我谢谢你啊。陈平安，阴神前辈又说话。杨老头说谢谢于路这2，咱们最好是收下，百利而无一害。如果你实在不喜欢姓崔的，但凡有灾有难，全部让他顶上去就是了。他身上带着件方寸之物，里面装着许多宝贝，家里厚实，经得起糟蹋。这倒是个好主。秋天到了，冬天来了，又被寒风刺痛着，我们的那些回忆不敢不舍，全都被我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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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丢了。梦中的花瓣随风飘落，残着都是片已经乱水沟。秋天到了，冬天来了，又被寒风刺痛着，我们的那些回忆不敢不舍。什么？有你这么坑人的吗？怎么，你不愿意？愿意。崔东山，我想好了，于路和谢谢可以加入我们，但是你不行。为何？因为我觉得你不是好人。我之所以来这里，是有个老秀才一定要我跟你学做人。你不收我做学生没关系，我就以于路和谢谢公子的身份跟随你们一路远游求学吧。你们就当我不存在，咋样？只要你别来惹我，不说什么先生学生的怪话都可以。一言为定。前面那位陈大哥，你前面的那座山叫做衡山，到了那里我们可要小心一点。陈平安，我有点怕。这样吧，我们先别急着走了，就在前面的空地上歇一宿再走。李怀、李守一，你们去捡些树枝来。宝平，你跟我一起打造生火。好。嘿，哈，嘿，哈。喂，瞧你这架势，还有模有样的。谢姑娘，你找我？你等会儿，出来找你聊聊。谢姑娘，你看着斯文，身手竟然如此灵活。你是武人，我是炼气士，咱们不太一样。在某些眼高于顶的炼气士看来，习武之人就是那种没有修道天赋的人，之所以练武，不过是退而求其次的无奈选择。谢姑娘，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崔东山估计实在是走投无路了，他私底下找到我说，只要能帮他在你面前讲几句好话，哪怕你依旧不答应收他做学生，也会送我一只鱼虫笛。那东西可是卢氏王朝的宫中宝藏，漂亮的很。我是女人嘛，自然喜欢这种养眼的东西，这不就来找你啦？我明白了，可我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暂时不会收崔东山为徒的。不过如果崔东山问起，我会证明谢姑娘你已经求过情。多谢。既然谢姑娘特地来此，我可否向你请教一些关于武学的事情？当然可以。先前我们遇到了风雪庙魏晋，他以一手本命飞剑破开了楚夫人的结界，而崔东山也提到了半把本命飞剑。我想问问，这本命飞剑究竟是什么？又要如何修炼呢？所谓的本命飞剑，就是我们炼气士中的剑修在本命窍穴中温养出来的飞剑，与剑修神魂融为一体，出窍后可变成实质宝剑御敌，返回窍穴后
变成了虚无之物，很是玄妙。不过你现在想这些还太早了，如果我没有看错，你还在第2境打基础吧？怪不得每天都要练拳和走桩。我劝你还是早点修炼到第6境吧，只有到了第6境，你才不会以身体为代价换取杀力，相反还能用神魂滋养体魄，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还是一步步的慢慢来吧，反正我习武也只是为了活命而已。唉，被蔡金简打碎了长生桥之后，我不仅修行之路被打断，身体也每况愈下，之后的祁敦山一战更是折损严重。幸好这些时日以来，我靠着杨爷爷以前传授给我的吐纳之法，再加上阿良教给我的18庭，每日站桩走桩，终于又积攒起来了一些家底。时辰不早了，你不回去休息吗？我这就回了。谢姑娘你呢？我在这儿看会儿风景。崔东山说这座山中可能存在精魅，姑娘可要小心。我现在虽然是下5境的小修士，但是生死关头的自保手段还是有一点的，你不用担心。啊，那好，我先走了。哎，我说话算话，笛子拿去。多谢国师大人。你们聊得如何？我自然是按照国师大人的吩咐，想到什么就跟他聊什么。可这能聊出什么来？咱们跟着陈平安走了将近20来天了，如果连国师大人你都没能看透他的心性，我又如何看得透？我就是想看透，也没机会啊。陈平安看到我的时候，会本能的隐藏自己真实的想法，需要有人跟他聊一些有分量的家常话才行。国师大人是想要确定陈平安的真正底线在哪里？就算知道他的底线在哪儿，我也不敢触碰。为何？老头子在我的神魄上烙印下了一些文字，我暂时只知道他们会放大我的某种情绪，让我变得越来越不像原本的自己。如果不是杨老头提醒，我可能现在都不会发现自己竟然变成了这副以诚待人的模样。小丫头，我劝你别说风凉话，我的忍耐是有底线的。他陈平安，我是奈何不得，要不然他早死上100次了。至于你这种死了都没人立碑上坟的可怜虫，我现在如果真的想碾死你，就是一脚的事情。国师大人，是我逾越了。滚吧。只想跟你花雨中可抱擁，能同在這天裏跟你心聲接通，只想跟你執手，讓此生可獨鍾，遙遙萬里共你於心中，只想跟你花雨中可抱擁。能同在這天裏跟你心聲接通，只想跟你執手，讓此生可獨鍾，遙遙萬里伴你於心中。李怀，这是什么情况？这位姐姐很光明磊落的，刚来到这儿的时候就坦白说了自己是来自山顶庆娘娘庙的鬼魅，我们估计啊就是崔东山说的那个庙。她还说现在小庙那边聚集了一大堆探幽寻奇饮酒作乐的文人雅士，她被吵得心烦意乱，就往山下散步，刚好看到林守一在下棋，因为他生前最喜欢下棋了，所以就忍不住想要对弈一局。作为酬谢，他愿意拿出一本孤本棋谱赠送给林守一。刚刚阴神前辈也盘问了他一，觉得问题不大，就答应他了。既然阴神前辈也说没问题，那我就放心了。你们慢慢下，我去旁边休息一会儿。阴神前辈，你这不是顾叔叔顾灿的爹爹吗？嘘，小平安，谢谢你这么多年帮我照顾小灿，还将那条泥鳅送给了他，我真的很感激你。原本路过野夫关的时候我就应该走了，可我实在放心不下，才一路送你们至此。不过今晚我必须要离开了。没关系的，顾叔叔，我们一定能够顺顺利利的去往山崖书院。好，你能这么讲我就放心了。小平安，后会有期。顾叔叔，后会有期。
要走了？杨老头赏赐给我的那些护身符，确实能够保护我的魂魄，不被城池中的阳气罡风所伤。只是这些护身符数量有限，到大理野夫关就已经刚好用完了。我私自送陈平安他们来到这座黄庭国衡山，已经是极限了，所以不得不离开。虽然不知道杨老头跟你做了什么买卖，但是我希望到达大隋那座书院之前，国师大人能够跟陈平安他们善始善终。我只能尽力而为，其他的就不敢保证了。国师大人，你信不信善恶有报？哼，从来不信。你如果是想劝我积德行善呢，那我也反过来劝你一句：道不同，不相为谋。与其担心我会不会护住你家恩人陈平安，还不如担心你自己的妻儿会不会被舒简湖的截江真君刘志茂当做两颗棋子肆意摆布。唉，人力尚且有穷尽之时，更何况是我这种天地憎恶的阴物，只能说一切顺其自然吧。大道无绝路，不过是难易之别。你如今又不是没有封神的机会，何不放手去试一试呢？确实如此。哎，你怎么还不走？是担心我伤害陈平安？我告诉你，当初我在大黎京城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关注陈平安。我比你，甚至比那杨老头都更看好他。只是这其中涉及大道内幕，不好细说。所以你就放心吧，他肯定不会有事的。并非是因为这个，顾某还有一句话想要告诉国师大人。我现在心情不太好，你有屁快放。我其实很钦佩先生你的事功学说，虽然儒家内部对于这个学说贬多于褒，可我始终坚信这种把事业和功绩看作成功标准的学说，比起礼乐之说更能责备苍生，利国利民。啊，不曾想你还支持我的学问，请受顾某一拜。这一拜，敬崔禅先生您不只做那束之高阁的道德文章，而是为了天下百姓切切实实的考虑。无道不孤，无道不孤啊！陈平安，我想跟亲娘娘一起回到庙里去拿她答应送给我的祈福。你不用担心，亲娘娘本来是打算自己去拿的，但我主动要求一起前去，也是想看看那座亲娘娘庙究竟如何。那好吧，你自己注意夜路安全。怎么了？那群黄庭国的读书人简直是一群斯文败类，他们在小庙里聚会叙旧也就罢了，竟然还袒胸露乳的说着要抱着亲娘娘的神像睡觉，简直是厚颜无耻。斯文扫地，如果我是亲娘娘，早就将这些恶心人的家伙赶出山去了。不管发生了什么，亲娘娘她自己是不是什么都没有做？没有，她只是有些无奈。那你就入乡随俗，不必太过气愤。我明白了。天色不早了，睡吧，明日还要爬山赶路。离开衡山的地界后，游学队伍终于来到了黄庭国的一座郡城之内。这郡城在黄庭国历史悠久，许多风景名胜都值得游览。其中就有一座极其著名的城隍庙，那庙里有一幅壁画，画着18层地狱的场景，栩栩如生，是许多外乡客人来到此处必须游览的地方。你们想不想去看看？想。陈平安，我想去看。好吧，你知道路吗？当然啦，那庙也不远，沿着这条街走一炷香的功夫，应当就到了。那条蛇怎么能随意伤人呢？而且它的主人居然还不管它。林守业，你用符箓给他个教训吧。正有此意。喂，小兔崽子，你干嘛呢？居然敢动我的宝贝灵宠！明明就是这条大蛇在伤人在先，若是任由它肆意妄为下去，不知道还有多少百姓要受伤。没错，你连自己的蛇管不好，还有理啦？岂有此理！看我不给你们两个臭小子点教训！师弟，我们下山之时，师父便告诫过我们，在山下遇到了同道中人时，不可太过蛮横无理，你都忘了吗？我明白了，师兄。各位，我们是灵运派弟子，这次跟随师父下山历练，我师弟的孽畜不小心冲撞了百姓，我替他向大家道歉，日后一定让他好生管教呢。这还差不多，这次就不跟你们几个计较了，还不快走，丢人现眼！哼，有什么了不起的？
哎，这种情况在大理之外再正常不过了。这些神仙啊，个个都是目中无人，朝廷官府不管吗？他们要么不愿管，要么不敢管，要么恨不得为那些仙师们做点什么。所以刚刚啊，根本就没必要管这件事的。陈平安，没事，你刚刚做得很好，大家继续赶路吧。陈平安，前面有冰糖葫芦，小师叔，我也想吃。好，那就一人一串。嘿，太好了，走。谢谢于洛，你们驾车跟着陈平安吧，我在这里随便转转，看看有没有什么好东西可以买。这是皇庭国内最大的一座城隍庙，那里有口老水井，里面是一条灵泉。如今啊，那地方被皇庭国的一座山门改造成了客栈，专门接待修行中人和朝野上下的富贵人家。因为那灵泉散发出来的灵气啊，有助于修行。有助于修行？那林守一这个炼气士住进去几天，岂不是可以快速修行了？那至于剩下的人，肯定也能从中得到好处。那个客栈在哪儿？如果要进去住几天，贵不贵？对你来说肯定算贵啦。怎么个贵法？一人一晚最少100两银子吧。如果你要住在最靠近那口水井的房间，估计会翻一番不止哦。贵是贵了点，但这种机会对林守一来说太难得了。可我身上确实没有那么多钱啊。阮姑娘留下的那枚金晶铜钱也不能随便乱用。崔东山，你有银子吗？能不能借我？有，当然有。你大可将我看作是一位百宝童子，无论是钱财还是法宝，应有尽有。好，那我们今晚就住你说的那间客栈，之后不管住多长时间，一切开销暂时都由你来垫付。事后你报给我一个数目，利息你来定，将来回到龙泉县，我就连本带利一起还给你，行不行？还有这件事情千万不能告诉林守一啊，我怕他多想。没问题，至于利息嘛，还是算了，你到时候还给我本钱就行，给人方便就是自己方便嘛。啊，卢家刘家会，嘉庆的嘉，花卉的卉，名字实在难登大雅之堂，诸位贵客喊我佳慧就可以了。敢问贵客们，可是要在咱们秋卢客栈下榻之前，可有预约？先看看吧，还不一定要住下呢。放肆！放眼整个郡城，就连身为一方封疆大吏的郡守大人也对我家夫人客客气气的，你这是什么态度？无碍，这位公子可是觉得奴家和秋卢客栈有何不妥？难道是到了此处，觉得大失所望，名不副实？哎呀，你老跟我说这些干嘛？我又不是管钱的，那个穿草鞋的才是正主，你找他去。什么？这个小子在这群人里瞧着明明最穷，居然是管钱的。是奴家眼拙，有眼不识泰山了，公子不要见笑。没关系，我们人比较多，你们房间够吗？够，怎么不够？虽然3年1度的水神庙祭祀大典马上就要在城内举行，各方仙师齐聚于此，秋卢客栈生意还算可以。但既然各位贵客大驾光临，奴家哪怕是把自己的小院子腾出来，也绝不敢让贵客们扫兴而归啊。不如奴家先带着各位看看环境。有劳了，这边请。奇怪，进入此地后，我怎么感觉自己突然变得神清气爽，轻松惬意起来，仿佛整个人都脱胎换骨了。难道这竟是一块隐于闹市中的有益于修行的福地？这间院子叫做青鹿院，是间大院子，宽敞干净，环境清幽，算是秋卢客栈的天字号院落。夫人，可否借一步说话？当然。夫人，这青鹿院住一晚上的话，需要多少钱？这院子不按人头算钱，一天2000两银子。2000？可否再少些？贵客既然找到我们客栈，想必很清楚，后院那口水井灵气充盈，对于炼气士而言，可遇不可求。我看那位小公子气质卓然，多半是个修道之人，付出一天2000两的银子来修炼，绝对不是件亏本的买。那好吧，我们就要这间院子了。公子真是爽快，那石桌上有只铜铃，若是有事，你们只需要轻轻摇晃铜铃，就会有手脚伶俐的丫鬟赶来院子。麻烦夫人了。贵客们早些歇息吧，奴家告退了。
我和刘夫人谈妥了，我们就住这间院子，这里一共4个房间，要不就宝平和谢姑娘一间，李怀和我，崔东山和于露一间，最后一间就单独留给林守一吧。你们有没有问题？陈平安，我能挑最大的那间房子吗？当然可以，去放东西吧。走了这么久的山路，是时候好好休息几天了。众人各自去到了心仪的房间中，陈平安也带着李怀来到了那间最大的屋子里。陈平安先是将背篓放到了墙角，清点了一下里面的东西，最后拿出了一只十分精致的木盒，木盒之中摆着4只样式简单的玉簪，其中1根是碧玉，1根是黑玉，还有2根是羊脂玉。在寻找客栈的途中，众人偶尔路过一间玉石铺子，陈平安一眼便相中了摆在外面的这4根玉簪，哪怕当时老板叫价100两，他也跟崔东山借钱买了下来。当初齐先生给我的簪子不见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日后若有机会，一定要买1根簪子刻上那8个字。现在我买了4根，除去留给自己的这1根之外，另外3根簪子也刻上字，送给宝平他们。这样想着，陈平安拿出店主赠送的小刻刀，开始在玉簪之上细心地雕刻起来。李怀则再把小书箱放在墙角跟后，一个后仰倒在床上，满脸陶醉。唉，好软的床啊，真是神仙住的地方啊！爹娘和姐姐他们就没这个福气啊。对了，得把我的小泥人和彩绘木偶拿出来，让他们也来躺躺这床，享享福。嘿，陈平安，你快来！怎么了？陈平安，崔东山果然不是个好东西，那颗银锭不见了，咋办啊？我可以去讨要回来吗？重银如今是你的东西了，如果真的在他那里，你当然可以要回来。那我找崔东山算账去。记得跟人好好说话。陈平安，你是不是失心疯了？整整2000两银子，就为了在这里住一晚上？你陈平安什么时候变成了郡守老爷的儿子？还是那皇亲国戚，居然如此大手大脚的花钱？你怎么会知道？难道是崔东山的？我真是看错你。哎呀，别那么生气啊，有话好好说嘛，林守一，跑什么呀？哎，这孩子脾气真是倔呀。崔东山，你果然没安好心。哎呀，陈平安，好心当成驴肝肺的滋味不好受吧？哎，你说林守一会不会把你的私人腰包当成了你们这支队伍的共有财产了？所以你这次花钱明明是为了他的修行，但他仍然觉得自己亏了，所以才朝你发火呀？崔东山，从你下车开始到介绍城隍庙，再顺嘴说起这个秋卢客栈，其实都是在给我下套吧。但是我想不通损人不利己的事情你做了有什么意义？哎，先生既然不待见我，那我就出去散散步。这客栈里机缘甚多，藏龙卧虎，够我好好探索一番了啊！李怀说出去找崔东山，怎么这么久了还没回来？他该不会躲在门外吧？李怀在外面吗？陈平，我不是故意偷听的，我碰巧刚回来就看到你和林守一吵架了，你们俩没关系吧？没事，待会儿我就跟他解释清楚。陈平，你会不会因为生气就一拳打死林守一啊？我觉得林守一虽然当上了那什么炼气士，可他跟你打架的话肯定是打不过你的。其实吧，林守一这人脾气是差了点，比较闷葫芦，弯弯肠子比我们多一些，可他没啥坏心啊。你想什么呢？我怎么会跟林守一打架？那万一林守一主动找你打架，到时候你教训他一下就行了哈，记得下手千万别太重啊。林守一是富家子弟，可不像我皮糙肉厚，被李保平揍一下完全没事情，我觉得他经不起打的。我会注意的。那就好。哎，你在刻什么呀？我在给你们3个人的玉簪上刻字，你是想刻李怀这2个字，还是淮阴这2个字？如果刻名字的话，就像保平和守一，简单明了；淮阴就稍微有点寓意。随你，都行。那就刻淮阴吧，用这一支墨玉簪子怎么样？颜色比较配。可以啊。哎呀，有件事差点忘记了，陈平，我要给你看样东西。陈平，你知道这是啥吗？什么啊？是个旗子。当初我、李保平、林守一、石春家和董水锦5个人在书塾上最后一堂课的时候，齐先生给了我们1人1张字帖，上头就写了一个旗字。先生说这是功课，要我们用心临摹，以后会检查。
但他最后也没有把原帖收回去。我娘亲觉得先生这个字虽然写得整齐凑合，但没啥气势，她不太喜欢。不过念在我和齐先生师徒一场，她也不好意思直接扔了，就要我把字帖用油纸包好，再让我姐在我的衣服里面缝个口袋装上，算是个念想。后来我问了李保平和李守一，李保平说他早就不知道把字帖丢到哪里去了，林守一说应该是放家里了。陈偏，这个旗子送给你吧，我留着也没用，再说我经常丢三落四的。这既然是齐先生教给你的功课，那你作为齐先生的学生弟子，就应该好好珍藏，哪怕齐先生不在了，就像你娘亲说的那样，好歹是个念想。如果你怕弄丢了，在到达大隋书院之前，我可以暂时帮你保管。那好吧。对了，之前在路上我看到那幅盲道人送给你的搜山图，一直是林守一在看，你送给他啦？为什么呀？我看得出来你也挺喜欢那本书的。我怕好东西我拿不住，你们又不是外人，送给你们了我不心疼。其实想想，有时候好人和老实人就是吃亏。我爹是这样，你也是这样。陈偏，要不然你以后还是别当老好人了，多为自己想想，用不着事事让别人。我会好好考虑你的建议的。哈，胆子不小啊！你这只只剩一缕残魂的阴雾，难道也想要吸一吸这井里的灵气？我要报仇！我要找人报仇！那人在井里？不错，这座古井连接着百里之外的寒石江大水府邸，我要去哪里找人报仇？寒石江？哦对，客栈的老板娘说这座郡城在举办寒石江祭祀大典，讲宾的寒石江水神正在自己的府邸里大宴宾客吧。就算你生前有些修为，现在也不过是个幽魂，罡风一吹就能湮灭，还敢去闯那满是神仙的大水府邸？你到底要杀谁啊？一个凌云派的3代弟子，我与他的仇恨不共戴天。什么仇怨？说来听听。我连你是谁都为何要说给你听？我是谁你不必知道，不过你这故事若是有趣，我就当回好人，跳入这井中，去大水府帮你讨回公道。如果我对你的故事不感兴趣嘛，听完拍拍屁股就走，你就当是跟人吐了回苦水，之后自己再去报仇也不会啊。好，这件事我也是不吐不快。我本是黄庭国地界上的一名散修，修行多年，不说惩奸除恶行侠仗义，但只要路遇不平之事，我一定会帮忙。3日之前，我来到这座郡守，却是听闻了一桩惨事。有一个凌云派的3代弟子，光天化日之下，在城隍庙中见色起意，瞧上了一位前来上香的美貌夫人。那位夫人自然不从，他就当场杀害了夫妇2人，而后更是将对方满门的30余口人杀得一干二净。此等行径，灭绝人性，天理难容。我自然是要为这一家人讨回一个公道。我并没有立刻行动，而是一边散播消息，一边跟踪那名弟子。后来我发现，他竟然大摇大摆地住进了秋卢客栈里。这间客栈的主人刘家慧，乃是和凌云派齐名的紫阳府修士，而且据说他与本地的郡守魏礼的关系匪浅，所以这名弟子在秋卢客栈住下，估计也是想拿客栈和刘家慧做护身符。我实在气不过，便怒气冲冲地闯入了秋卢客栈，与他大打出手。可那凌云派的弟子竟然狡猾无比，他从客栈一路引我到附近的弄巷中，接着将他的法宝术法一通乱甩，伤及了20多个无辜百姓。如此一来，我是有理也变成了无理。我们这些不愿被官府记录在册的散修野修，一向不受各国待见，一旦跟凌云派这样的地头蛇起了冲突，当地朝廷官府和江湖势力肯定一边倒的向着他们。所以很快，那些郡城豪阀便开始向官府施压，认定是我循线在先，主张将我缉拿归案。我来此的途中听说你们黄庭国的郡守魏礼这些年治理本地还算勤勉，又为官清廉，一身正气，怎么着也算是个好官吧？他也不管这件事吗？原先也以为他是个好官，谁知他竟是为了讨好凌云派和寒石江水神，动用兵力找到了我的藏身之处，与寒石江水神的手下合力围剿我。那寒石江水神为何会牵扯进来？这座郡城的百姓都知道，寒石江水神成为神灵的初期，正是靠着凌云派的一位祖师爷相助，才能站稳脚跟。这份香火情，凌云小心翼翼地维系了200年之久。所以当这场冲突发生在寒石江水神的管辖境内后，你觉得他会怎么做？我明白了。虽然那名弟子犯下了如此大逆不道的行径，已经被凌云派逐出了猛虎，但他竟然得到了寒石江水神庇护。而郡守魏礼为了讨好寒石江水神，也主动将我的藏身之处泄露了出去。就在方才，那寒石江水神的手下鲤鱼精找上门来，我睽睽之下摘掉了我的头颅。我在临死前听到，他们还要将我的头颅带回大水府邸的宴会之上，尽情的嘲笑。你说这口恶气，我如何咽得下去？
有意思，没想到区区一个黄庭国，官府宗门以及各路鬼神之间会有如此错综复杂的关系。看来这场宴会，我还真得去瞧瞧。你倒真要去？大水府的府邸之下，开凿有数条又深又广的水道，与寒石江的气运紧密相连，本身就是一座大型法阵。只要那寒石江水神不擅自离开地界，就可以拥有法阵加持。再加上这口老水井的底部布满了结界，一般境界的炼气师哪是那么容易闯得过去的？我不过是一介孤魂，大不了拼个魂飞魄散。你去了，可就是送死啊！你觉得我是一般的炼气师啊？随你怎么想吧。我现在只要借一张符箓，就可以去往那大水府邸。找谁借？去，符箓来了，你先去吧，我随后便到。这么晚了还不睡呢？你在这里做什么？那位夫人不是说过不让客人靠近这口老水井？那你又来做什么？我睡不着，觉得这里灵气充沛，便想到止步亭里去吐纳修行。想法不错，不过我提醒你啊，可不要不知节制的吸收灵气，免得把自己活活撑死。炼气是吸纳隐藏于天地之间的灵气，不是多多益善吗？多多益善？按照你这个说法，那些立教称祖的家伙早就把几座天下的灵气都给吞进肚子里了，哪里还会有其他炼气士的机会？当然是要循序渐进，开掘出几座气府，就吸纳多少灵气呀。原来如此。哎，我告诉了你这么重要的信息，等于救了你一命。你借我一张符箓吧，如何？放心，我不会要你最宝贵的那4张，只要1张不算最好的金粉符箓就行。可以，爽快。你这隔空取物的法术究竟是什么神通？我也可以修炼吗？当然，不过得等你到了中武境，届时炼气士可以将心意凝聚成心弦，道行高低，修为深浅，会决定心弦数目的多寡和粗细。到时候隔空取物这种小法术自然是手到擒来。说起来，不过数月，你就达到了炼气士3境巅峰，可谓一步登天呐！你要好好感谢把你领进修道之门的阿良啊！珍惜这份机缘，如果你不珍惜，我会如何？当然是会宰掉你啊！小的。没什么，只是我会不高兴的。好了，我还有事要忙，就不陪你闲聊了。崔东山，你要做什么？怎么会井底没水？东山哪儿去了？林守一，你在那口井旁边做什么？这黑灯瞎火的，小心掉进去。陈平安，你快过来看，那个崔东山跟我借了一张符箓后，就跳入老水井中消失不见了，怎么办啊？崔东山是死是活我管不着，也不会管，你也不用管他。好吧，那个陈平安，我刚刚已经想通了，叫他修路客栈一事，你是为了我好，但你应该跟我事先打招呼的。好，以后我会的。就这样？不然呢？我还以为你会跟我讲道理，或者直截了当，人体秀子揍我一顿再说。在你眼里我是这样的。陈平安，对不起。没关系，如果真觉得对不起我，就去帮我搬把椅子过来。为啥？这些该死的灵气花了我那么多银子，我心疼啊！今儿个我就要坐在这儿，把我的银子全部看回来。禀老爷，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散修已死，脑袋给我亲自拧断了。就在这儿。行了，东西就不必拿出来了，免得脏了贵客们的眼睛。是。大快人心呐！这个散修天天追着老子喊打喊杀，这回终于死了。还有凌云派，都是一群不成器的东西，连庇护老子一下都不肯。年轻人，你虽已经自立门户，不再是凌云派弟子了，但今日凌云派的外门长老和你的师兄弟们都在，你还是给他们些面子为好。老子在凌云派就算苦修100年，都没希望跻身中武境。如今被水神老爷亲言相加，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可遇不可求啊！还管那点没卵用的师门名声做什么啊？能当饭吃吗？秦老司令，你这把都……住口！今日是水神老爷的大宴，哪里轮得到你放肆？赶紧坐下。是师傅。水神老爷，我这孽徒不知分寸，还望水神老爷不要怪罪。长老言重了，年轻人都是年轻气盛的。来，我敬你一杯。
这大水府看着倒是气派的很，只是屋子里嘛，尽是些人不人、鬼不鬼、神不神的东西，奇怪，真奇怪。这是谁？人家的炼气师，年纪不大，口气不小。这架势，难不成是来闹事的？这少年倒是长得模样俊俏，正合我的口味。可惜啊，一看就是个来砸场子的。他折了老爷的面子，多半是死路一条。公子，这杯酒乃是我寒食江大水府独有的金玉液，休是喝一杯，抵得上洞天福地苦修一旬，族人喝了去病消灾半点不难。我这儿还剩下半杯，你要不要尝尝看？我可不喝你这娘娘腔蛇精剩下的。哼，敬酒不吃吃罚酒。找死！怎么会这样？水法不清，有点意思。难怪赶来捣乱，是那少年身上的袍子有玄机，还是另有古怪？老爷，应该不是袍子的关系，我猜测是此人身上藏有某种道家上品的避水符箓，寻常水法道术很难打破那张符箓的天然禁制。这小娃娃，该不会是觉得有了符箓傍身，就能够在我大水府邸横行无忌吧？我看他多半还有其他依仗。哎，我正好闲得无聊，巴不得能多看点猴把戏。先给这小子点教训瞧瞧。是，小子，咱们来打一场。别急，先等我把话说完。有意思，亲，让他先说。我今天来这里就是要教你们做人的。哦，对，还有好多不是人的，就顺便教你们做鬼做神了。为人则秉一口浩然气，顶天立地大丈夫。做鬼，天地不要我生，我偏偏要在罡风春雷之中正长生。当然，既然争了那一炷香，就要责披苍生，哪怕神道已崩，我就要证明香火不绝，武道不孤。哎呀，梁大哥，这话你说的时候多有气势啊，我是真不行。我当你是要说什么豪言壮语呢，结果是来这儿无病呻吟啊。算了，不玩了，我还是办自个儿的正事儿吧。我呢，在外面碰上一个散修的魂魄，他自己没点本事，却敢学别人行侠仗义，最后落了个死无全尸的下场。要是放在以前，我才懒得理。不过现在啊，我一心要走阳关道，叫好心过来帮他报仇了。口气不小，那你要如何报仇？实不相瞒啊，在我眼中，在座的各位都是龙人。真的很精致，我怎么喜欢吹牛皮了？哎，不信吧？那就让你们见识见识吧。这种威严无比的浩然之气，是千中万阙的圣人气象啊！这个小子的修为恐怕已经达到了11境，难道他是儒家的圣人？可齐景川不是死了吗？如今把持离珠洞天的圣人，应该是从风雪庙脱离出来的兵家阮琼。那他到底是何方神圣？不行，再如何眼见为实，我也得亲手验证一二。谁知道这人究竟是不是圣人？不如我悄悄引来一段蕴含着灵气的寒食江江水，震动整座府邸的气机，以此来试探这尊神像的虚实。一旦神像出现丝毫波动，那就说明是这小子在装神弄鬼。到时候我定要亲手打烂他的脑袋。哼，就这。看来我大水府邸惹上真正的麻烦了。来者是客，敢问贵客有何指教？刚才你已经出手一次了，现在该轮到我了吧？岂有此理！你这小子也太不知好歹了！我今日定要用我的铁锨，把你这小子打得脑袋开花，再将你搜集起来，混入美酒里，细细品尝。请不得对客人无礼，速速退回座位。老爷，你莫要再菩萨心肠了。恶客登门，不懂礼数，就让属下来告诉这小子如何来做咱们大水府的座上宾。小子，
受死吧！唉，看来只能动手了。积土成山，风雨兴年，积水成渊，蛟龙生烟。一道无比威严的声音在大水府邸上空响起，宛如春雷炸响。冲过来的水蛇精顿时如遭雷劈，跌坐在地，再也无法动弹分毫。座上宾客一阵哗然，寒石江水神更是喷出一口鲜血，满脸骇然。崔东山向前重重地踏出2步，他望着惊慌失措的人群，冷笑一声：小小池塘爬虫也敢3番2次的试探大爷我？好，我就礼尚往来，2脚将你的寒石江踩成3截，看你以后怎么统御大小江河16条。仙师息怒，求您高抬贵手，放我一马吧。若是仙师再来一脚，我便与死无异了。好啊，我给你个机会。这头蛇精冲撞了我，你说怎么办？老爷，我逆命令冒犯贵客，死不足惜。还不够，还不够。水神老爷，我来此可是为那散修报仇的。是谁摘下了他的头颅来着？哦，那只鲤鱼精对吧？那你也顺便把他宰了吧。老爷饶命啊！我可是你的哟，你这宴会上还有好些熟人啊！哎，这位不是之前在大街上遛蛇的灵运派弟子吗？仙师，我记得你，当初是我的弟子没有约束好手下的仙兽，冲撞仙师，是我们有眼无珠，请仙师大人不计小人过。知错能改是好事儿。水生老爷，就如他所愿，把这些灵运派弟子的眼珠子挖了吧。仙师恕罪！我的眼睛！哎，如果我没推断错的话，水神老爷此次设宴，除了是要试探那郡守卫里是否聪明之外，再就是想借着这个机会斩断与灵运派的那点香火情。毕竟灵运派与黄庭国的皇室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你可不想将来大黎兵马南下时，连累你的大水府邸被战火殃及吧？果然什么都瞒不过仙师的眼睛。这种拙劣伎俩，也就灵运派那种土鳖傻瓜看不懂，名副其实的有眼无珠啊！这样吧，水神老爷，除了那名欺师灭祖的灵运派叛徒，其他无关人士比起蝼蚁还不如，麻烦你全杀了吧，让他们黄泉路上也好作伴。老还不信，这来路不明的臭小子还能把我们全灭？水神老爷，老头子，臭秀才，老子杀几个蝼蚁你都要管，老子哪怕是魂魄分离，仍然是摧残。你有本事干脆打死我呀！我只是想找杀我之人和那个灵运派的弟子报仇，你为何要杀了这么多无辜之人？你以为我是要帮你讨取公道，没想到我比他们还要十恶不赦，是不是很失望？没错，你快住手！既然如此，那我就将你的残余魂魄彻底打散好，免得你和这些冤魂恶鬼们见面后尴尬啊！崔东山反手拍，便将那散修的魂魄打得灰飞烟灭。仙师，你还有何吩咐？好了，热闹也看完了，该说正事了。我姓崔，来自大黎京城，拜见国师大人。国师，拜见国师大人。原来是大黎国师亲临寒舍，失敬失敬。我问你们，那个叫做卫里的郡守有无隐藏的背景？将来有没有可能成为大黎南下的一块拦路石？卫里是黄庭国南方的寒族出身，官场上并无大的靠山，否则也不至于在本郡与我如此虚与委蛇，只能拗着自己的那股子书生义气来奉承大水府。大黎之前吞并北部各国之时，宋长进率军屠城，挖万人坑的事情没少做，这是立威。可是接下来南下就不能这么一味痛快。黄庭国是第一个较大的拦路石，所以不能搞成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毕竟现在保平州观湖书院以北、大理野夫关以南的王朝邦国都盯着事态的发展呢。像卫里这样的忠臣孝子，以后只会越来越多。关键就是看黄庭国的庙堂内是卫里这样的人多，还是那种趋炎附势的墙头草更多。情况不同，大黎边军的攻势就会有轻重缓急之别。
你是叫随兵吧？你来点评一下魏离。很好，随兵，你如果当年不是做官，而是去山上修行，说不定有希望跻身第10境。世间苦无后悔药啊！谁说没有的？先师，我女儿的魂魄为何会来到此处？你女儿是不被朝廷认可的淫词神奇，神位低微，道行浅薄，一般情况下是绝无可能擅自离开地界的，所以我便用秘术将她给偷了出来，想着让你们父女俩有个重逢的机会，意不意外啊？不知廉耻的孽障，你还有脸面离开衡山？忘记你的誓言了吗？这个富家国、富忠孝、万般辜负的孽障！爹，女儿也是形势所迫。我看过一本叫做《蜀国琐碎文》的书籍，上头所记载的怪谈轶事，其中就有写到衡山清娘娘庙，说是携带家眷的某位前朝大臣在衡山古柏树那里殉国自尽，家眷不愿跟着一起死，便逃光了，只有小女儿跟着父亲提剑自刎，鲜血抛洒到古柏树上，得以魂魄寄存其中，最后成了衡山的亲娘娘。这故事可歌可泣，可歌可泣呀！讹传罢了。这个故事的事实与传闻刚好相反。当时随兵在那座小庙里决定不再逃亡，以死明志。而后随家人都跟着他自尽而死，唯独他的小女儿不愿死，跑出了小庙之外。后来他被随兵追上，一剑刺死在了古柏树下。后来这位姑娘成为了怨灵，不过她死后还算良善，对凡夫俗子都有庇护，这才得以在那本琐碎文上有了好名声。至于随兵，则成了我麾下的鬼魅，在我推荐下当上了衡山附近一条河流的河伯。只不过虽是父女反目成仇，可他们到底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关系，所以随兵最终还是心生愧疚，暗中找人修建了一尊泥塑金身，保住了他女儿原本快要被罡风冲散了的魂魄，让她存活至今。真是感人至深的。我随兵一生光明磊落，我随氏家风纯正300年，随后怎会有你这么个孽障？随兵，差不多就可以了。我管教女儿有何不妥？因为我觉得够了，这个理由如何？随兵，不得无礼！再敢多说一个字，我就打烂你的牙齿！恳请国师大人不要跟随兵一般见识。这个姑娘，别听你爹的混账话，你这般岁数的柔弱女子，就应该学学琴棋书画呀，躲在闺楼上偷偷想一想情郎啊，这才对嘛！山河破碎，家国覆灭，本来就是你爹这样没用的男人造成的，他竟然还好意思臭不要脸的拉着你一起陪葬，他才应该羞愧的上吊自杀吧？放心吧，以后有水神老爷罩着你，你爹骂你一句，你就让水神老爷抽他一巴掌。没错，如果你爹骂你，我就帮你抽他。我说真的，水神老爷，你的运气可比这位姑娘好多了，至少你爹没这么迂腐刻板。国师大人已经见过我父亲了。上尉，但我知道你的父亲就是黄庭国某位前任侍郎，至于他的真实身份嘛，不可说，不可说。哎呀，此间事了，我得走了，不来的太久了，怕是要被那陈平安猜疑喽。国师大人，这个凌云派的叛徒，你要如何处置？我都忘了他还在呢。这副欺师灭祖的样子，颇有我当年的风范。你就让他待在大水府邸，做个末等的供奉好了。多谢国师大人。至于我今天踩你这2脚你别太过在意啊。等到大黎吃下了黄庭国，我会全部补偿给你，甚至会补偿更多。愿为国师大人效死。崔东山不知道的是，坐在井边的陈平安借着好不容易得来的空闲时间，将这一路上的见闻从头到尾想了一遍，突然想通了很多事情。我记得第一次见崔东山的时候，还是在小镇上。当时我和阮秀姑娘都以为他是县令吴渊的书童，他还说他叫做崔禅，总之不是现在这个名字。吴渊这个人很关键，不管是龙泉县周边的山崖形势图，还是去往大隋的路线图，源头其实都是他。所以这一切会不会是崔东山的布局？老兵曾经说过，那个姓崔的下棋很厉害，他和林守一最多能推算到后面几步棋，但姓崔的在起手的时候
就已经想到了终盘，甚至是收官。他跟着我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为了我吗？可我身上并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啊。难道说他是为了保平林守一、李怀他们吗？他到底想做什么？会不会伤害这3个孩子？陈平安思索良久，不得要领。偌大的院子中，突然刮起一阵清风，吹得一旁凉亭屋檐上悬挂的风铃叮咚作响。感受到这道清风，陈平安忽然记起齐先生在离去之前跟他说的最后一句话：陈平安遇事不决，可问春风。问春风吗？那齐先生，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崔东山他到底会不会对宝平他们不利？如果不会，就让接下来的风铃声响是偶数，那么我会暂时忍着那个姓崔的。如果会，就敲响奇数，如此一来，我便会直接出手杀了崔东山。7声之后，微风停止，风铃再无动静。我管教女儿有何不妥？因为我觉得够了，这个理由如何？随兵，不得无礼！再敢多说一个字，我就打烂你的牙齿！恳请国师大人不要跟随兵一般见识。这个姑娘，别听你爹的混账话。你这般岁数的柔弱女子，就应该学学琴棋书画呀，躲在闺楼上偷偷想一想情郎啊，这才对嘛。山河破碎，家国覆灭，本来就是你爹这样没用的男人造成的。他竟然还好意思臭不要脸的拉着你一起陪葬，他才应该羞愧的上吊自杀吧？啊，放心吧，以后有水神老爷罩着你，你爹骂你一句，你就让水神老爷抽他一巴掌。没错，如果你爹骂你，我就帮你抽他。我说真的，水神老爷，你的运气可比这位姑娘好多了，至少你爹没这么迂腐刻板。国师大人已经见过我父亲了。上尉，但我知道你的父亲就是黄庭国某位前任侍郎，至于他的真实身份嘛，不可说，不可说。哎呀，此间事了，我得走了，我来的太久了，怕是要被那陈平安猜疑喽。国师大人，这个灵运派的叛徒，你要如何处置？哦，我都忘了他还在呢。这副欺师灭祖的样子，颇有我当年的风范。你就让他待在大水府邸，做个末等的供奉好了。多谢国师大人。至于我今天踩你这2脚啊，你别太过在意啊。等到大黎吃下了黄庭国，我会全部补偿给你，甚至会补偿更多。愿为国师大人效死。崔东山不知道的是，坐在井边的陈平安借着好不容易得来的空闲时间，将这一路上的见闻从头到尾想了一遍，突然想通了很多事情。我记得第一次见崔东山的时候，还是在小镇上。当时我和阮秀姑娘都以为他是县令吴渊的书童，他还说他叫做崔禅，总之不是现在这个名字。吴渊这个人很关键，不管是龙泉县周边的山崖形势图，还是去往大隋的路线图，源头其实都是他。所以这一切会不会是崔东山的布局？宝平曾经说过，那个姓崔的下棋很厉害，他和林守一最多能推算到后面几步棋，但姓崔的在起手的时候就已经想到了终盘，甚至是收官。他跟着我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为了我吗？可我身上并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啊。难道说他是为了保平林守一、李怀他们吗？他到底想做什么？会不会伤害这3个孩子？陈平安思索良久，不得要领。偌大的院子中，突然刮起一阵清风，吹得一旁凉亭屋檐上悬挂的风铃叮咚作响。感受到这道清风，陈平安忽然记起齐先生在离去之前跟他说的最后一句话：
陈平安遇事不决，可问春风。问春风吗？那齐先生，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崔东山他到底会不会对宝平他们不利？如果不会，就让接下来的风铃声响是偶数，那么我会暂时忍着那个姓崔的。如果会，就敲响奇数，如此一来，我便会直接出手杀了崔东山。7声之后，微风停止，风铃再无动静。唉，陈平安，你倒是收敛一下自己的杀气，满水井都是，生怕我发现不了吗？你怎么上来啊？不敢啊！我们可以先讲道理，不会一开始就打打杀杀。再说了，我就会那么一点蛮力，这样打架还打得过你吗？我就不上。为什么？我怕热，井底凉快些。那你要一辈子都待在下面吗？哼，陈平安，你就别装了。你不认我这个学生，可我还是认定你是我的先生，所以我不能打你，也不敢杀你。一旦你执意要动手，我肯定会吃闷亏的。还有啊，你那一身杀气都快装满这口老井了，我这要是还上去挨揍的话，我就是傻子。那好，我只问你一个问题，你会不会伤害到李宝平他们3个孩子？我说了答案，你会相信我吗？不会。那你问个屁呀！出不出来？叫不。好，那我就等在这儿。他娘的，这可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啊！想我刚刚还在大水府邸担任座上宾，如今就被困在这枯井之中，真憋屈。都怪那杨老头，当初我因为齐敬春的谋划心境崩碎，修为一路跌至炼气师第5境，他便来趁火打劫，说是要教我一门失传已久的神道秘术，能够帮我温养魂魄，修为更是如同枯木逢春，可以迅速回涨。然而这秘法有个致命缺点，那就是积攒而成的修为其实是假象，只能使用1次，用完之后就会被打回原形。除非能够一口气突破第10境。今夜在大水府邸的那一战，已经消耗了我修炼至第8境巅峰的全部修为。原本我以为从头来过也不是什么难事，可谁能想到平安这家会选在这个时候对我出手啊！唉，没办法，现在只能静观其变了。喂，陈平安、陈公子、陈兄弟、陈大爷、陈老祖宗，你死活不乐意当我先生就算了，但我们无冤无仇的，能不能别这么不讲道理？我答应过齐先生，要把那3个孩子安全的送到大学书院。我又威胁不到他们。真的吗？那龙泉县的县令吴渊是不是跟你很熟？端端的提吴渊干嘛？还算认识吧？之前阮姑娘给我的路线图，我瞧了落款，是出自龙泉县衙署，想必是吴渊这阮姑娘带给我的。虽然我看不出路线图的问题，但我发现从我们离开龙泉县以来，前半段路程走得异常艰辛，大大小小的磨难不断，反而在遇见你之后变得格外顺畅起来。这感觉就像我们之前是在刻意等着被你追上一样。所以我怀疑这些路线图是不是被吴渊，或者说被你动了手脚？喂，你刚刚说什么了？我没听清啊。那就是了。怕了你了，我对天发誓，行不行？我崔东山保证，绝对不会伤害李宝平、李怀、林守一他们3个小屁孩。你认真的？你不知道吗？我们这种人起事可是必须要遵守的，否则就会道心蒙尘，白白折损修为。你大可以相信我这一回。崔东山，怎么想通了？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是在阮师傅的铁匠铺外，当时你自称什么来着？啊，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啊？我都记不住了。我想想，你说你叫崔禅，第2个字很难念，但你还有个称号叫做绣虎。糟了！后来我问过很多人，包括那尊阴神，他很明显知道绣虎是谁，但却说自己有规矩要遵守，不能透露，否则就会平地起雷，叫他魂飞魄散。我并不想强人所难，于是就将问题放在脑后，只是看看阴神前辈并没有将你当作敌人，于是就稍微松了口气，想着你是崔东山也好，崔禅也罢，终究是来找我的，哪怕你真的要杀我，我大不了跟你拼个鱼死网破，只要别伤害到孩子们，一切都好说。不，并不是你想的那样。今天晚上你的一系列行动都太过奇怪，
于是我坐在这儿，开始拼了命的回想，从我莫名其妙变成小镇上最有钱的人，讲到学叔马先生突然暴毙在送宝瓶他们去求学的路上，最终到齐先生的突然逝世。虽然整个事情我并没有想通，但我能确定你的目的肯定与齐先生有关，进一步说，肯定与齐先生的3个学生有关。我没法保证你不能伤害到宝瓶他们，所以我只能先下手为强。陈平安，你冷静一点，我可以解释。等等，这股剑气是怎么回事？剑来！一瞬间，一股庞大的剑气从陈平安的指尖倾泻而出，如瀑布一般，瞬间灌满了整座水井。井下的崔东山慌乱之余，只能一手掐诀，一手掌心朝向井口，记住了压箱底的保命符。一面武镜突然从他的掌心中幻化而出，那镜面比井口略小一圈，散发出淡淡的黄色光晕，将绝大部分白红剑气挡了下来。可剑气的冲击力十分强大，崔东山的身形下坠，撑着镜子的手臂颤抖不已，他只能歪过脑袋，以肩头撑着镜面，始终不让那剑气浇灌到自己的身上来。老子也有今天啊！老秀才，齐晋春，你们这2个王八蛋，害我一路从12境跌到了第5境，现在还想让这个陈平安将我彻底打成一个凡夫俗子吗？好，我都要看看他一个5副2境的小子所发出的剑气能不能打破这一口雷布斯印境。陈平安，你这次要是杀不掉我崔禅就算拼着半条命不要，上去以后也会亲手宰掉你，将你的魂魄一点点的剥离出来，让你生不如死100年。没想到这次出剑竟然会这么疼。神星姐姐的第2道剑气离开我的气符后，我这段时间修炼出来的气息便自行填补了进去，这一来一回便带动了那处气府附近的气血震荡，使得我现在根本就没有力气再发出第3道剑气了。不行，我要再试一次，再试一次。陈平安模模糊糊地睁开眼睛，只见满古井的剑气红光，暂时无法得知崔东山的情况。他凭着一股执念，摇摇晃晃踩在了古井的边缘，双指并拢作剑，颤颤巍巍地指向了水井之中。没关系，我就等在这儿。若是那崔东山还没有死，我一定要拼着最后一缕剑气将他彻底斩杀，一旦给他一力反扑，会害死所有人的。我答应过齐先生要保护那些孩子的安全，我一定要说到做到。就在秋卢客栈中剑气纵横之时，远在黄庭国北方的一片山林中，一个年近古稀的老者提着灯笼悠然地走在山路之上。此人表面上乃是黄庭国前任户部侍郎，名为陈水东，但他的真实身份却十分复杂，其中不太重要的一个身份就是那寒石江水神的父亲。吹灭读书灯，一生都是月，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喝酒喝酒。程侍郎喝得酩酊大醉，随手就将酒壶丢入水中，而后便躺在小舟内呼呼大睡了起来。怪事就在此时发生了，
只见那小舟的头部突然翘起，向上移动，紧接着整个木舟竟然直接离开了水面，乘风起飞，向着天穹飘荡而去。人来到天上之后，才知道那黄庭国不过是一粒黄豆大小，而这鼎鼎大名的宝瓶舟，也真的就是一只瓶子呀。我的酒呢？酒呢？酒呢？不多时，小舟晃晃悠悠回到了人间。程侍郎醉醺醺地看向岸边，却瞧见那儿竟然站着一个风流倜傥的青衫儒士。观湖书院崔明皇，见过前辈。崔明皇，我听说过你，你是宝瓶州鼎鼎大名的2位儒士之一。你找我有何事啊？晚辈此次前来是替我大黎国师崔禅以及一位姓杨的老前辈来与前辈做个交易。什么交易？黎珠洞天一事，前辈想必已有耳闻。大黎即将在龙泉县那座最高的披云山上修建一所书院，所以想请前辈来担任书院的第1任山主。披云山山主，你们为何会找到我呀？因为前辈您可是1000年前至今留在这世间最后的半条真龙啊！崔国师这局棋当真布得妙，佩服佩服。前辈，我们去那崖边走走，商量一下具体细节，您看如何？自然没问题。这徒弟年纪越小，就越是作死啊！教不严，师之惰，罢了罢了。自己拉的屎，还是我自己来擦屁股吧。你让我看看我的徒儿现在在哪儿？快接近了，我要怎么过去呢？这本事太大，本领太多，做选择的时候就是麻烦。敢问前辈是何人？为什么深夜突然到访？吓我一跳，这儿还有人呢。我这不是寻思着月色不错，就到这儿来欣赏下风景嘛。没事，你们就当我从来没来过，只管说你们的就是了。我先走了。怎么走？对了，就用道家的缩地成寸吧。走喽，走，我走，我为啥还在原地没动呢？周围好像有什么东西，这是剑气。哎呦，这是浓煞。怎么，就只准你们有帮手和靠山，不许我家小平安也有啊？随着一个神秘女子的嗤笑声响起，崔明皇与程水东终于看清，以这座悬崖为圆心，约莫10里外的原线之上，千丝万缕的剑气相互交错凝结，形成了一座惊世骇俗的巨大圆形剑阵。这一切并不在国师的算计中啊！那2人究竟是谁？哎呀，我的个乖乖！如今外边的婆姨都这般厉害了。读书人说话放尊重啊！没想到竟然真的有人前来阻拦，麻烦大了呀！这剑气牢笼居然直接隔绝了天地气机，我是一点都感应不到我那倒霉徒儿的情况。没办法，只能用上点真本事了。
我刚才还没发现，原来你是一条蛟龙啊！嘿嘿，难怪上次我途经此地，看过了大好风光，却仍然觉得缺点什么。原来是你一直潜伏在此地的缘故。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这次我就不为难你了。先生，您竟然会用纸镜？难道你是？这儿还有一位儒家君子。说起君子，小琪当年也算好吧，相逢是缘，可惜暂时顾不上你们了，还是先将你们送走吧。是。那一天，那一刻，那一眼，那阵的烟花，佛梦的街巷，那个少年凝望着天边的侧脸。我就说这婆姨为何能从那石拱桥下走出来，原来是得了小琪的帮扶。这荷叶伞出自莲花洞天，确实能够帮他遮蔽契机，避免被三教宗师发现。想当年那个朝气勃发的小子，口口声声说君子宁折不弯，玉石俱焚，没想到到头来竟你知道的倒是不少。你还是不要阻拦我的好啊！陈平安如果打死了小崔，可不是件好事。这样啊，可我管不着。你这么有本事的话，就先出了剑阵再说吧。你不要觉得出剑阵很容易啊。刚刚那两个家伙之所以能被你轻而易举地送出去，只是因为我懒得阻止而已。至于现在嘛，你大可以试着闯一闯。以前我本就不擅长打架，现在就更不济事了。你又何必强人所难？再说了，陈平安和小崔，一个是我的算半个弟子吧，一个也算是半个徒孙。你说我更帮谁？我这趟去那边虽说是帮着小崔活命，可归根结底也是为了陈平安好啊。话说的挺有道理的，不过我这趟出来根本就不是为了听人讲道理的。你若是真有这么多道理，就去跟我家小平安讲吧，可能还有点用处。那你就看在你家小平安的份上，给我个例外呗。我只是个教书匠，你不听道理，我这一身本事就没了用武之地。而你又是四座天下间最会打架的几个人几把剑之一。说剑好像也不全对。算了，不纠结这个称呼。总之这样对我很不公平。少说废话，破阵吧。你知道我是谁吗？知道啊，文胜吗？感情他知道我的身份，还这么不给面子，真是太伤感情了。我以前好歹位居文庙的第4位，地位仅次于儒教的至圣先师李圣和亚圣。虽然我现在连自己的神像都没有办法保全。不想了，都是些陈年往事，想着伤心。那咱们好好说话行不？就不要打架了。不然我客气一点。下手客气一点，如此最好。不，我只会说话客气一点。请文胜破阵。为小人与女子难养也，主人诚不欺我。打不过就骂人，你找羞。一瞬间，原先遍布于10里之外的圆形剑阵骤然收缩，来到了方圆几丈之内，剑气也变得越发凌厉了起来。打架可以，但咱们俩能不能换个打法？
你放心，我这个要求能够顺带捎上陈平安，保证合情合理，合你心愿。真的，我的包裹里放着一幅山河画卷，到时候咱们就去那幅画里好好的打一场，怎么样？在那儿你可以带上陈平安，毫无顾忌，痛痛快快的出3次剑。真的可以全力出剑？对，但前提是咱们俩先一起去找陈平安和小崔。好，我们走。就在老秀才与剑灵赶往秋卢客栈之时，古井边的战斗也已经快要分出胜负了。陈平安双指作剑指向井底，而古井内的崔东山却已是满脸鲜血，不复之前的俊美容貌。真是奇耻大辱，奇耻大辱！想我堂堂文圣少徒，哪怕是在叛出师门的那段惨淡岁月，也是逍遥自在。那些魑魅魍魉、妖魔鬼怪，有谁能让我如此狼狈？我先前确实有杀李宝平的想法，毕竟若是她成为儒家第一位女父子，必然会遭受许多骂名与排挤，到时候影响到我的大道修为，就不太好了。但那陈平安竟然因为我这个刚有苗头的想法，就不分青红皂白的对我痛下杀手。戚继春挑来挑去，就帮老头子收了这么一个平心做事、不讲道理的人。老头子还让我拜他为师，哼，真是太可笑了。好，陈平安，你给我等着。因为老头子所下的禁，我没有办法杀你，但却可以杀其他人。当我上去之后，我一定会当着你的面直接杀掉李宝平，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大道之争，知道他是为你而死的。虽然这块雷部丝印镜无法阻挡全部的剑气，令崔东山吃了些不大不小的苦头，但他也能感受到头顶的剑雨已经由盛转衰了。崔东山心头暗喜，他默默忍耐，就等一个时机可以突破剑雨，杀出枯井。3、2、1，就是现在！剑气如虹是吧？瀑布倒挂是吧？都给老子起开！陈平安，我倒要看看你还有什么后手！剑来！什么？你竟然还有第2道剑气！你大爷的陈平安，老子今天真的要被你害死在这儿了。崔东山被陈平安猝不及防的第2道剑气重新打回古井之中，他整个人蜷缩在干枯的青石地板上，尽量躲在镜面底下，但依然有不少剑气流淌过镜面，不断灼烧他的身体，令他的意识渐渐模糊了起来。就在他马上就要闭上眼睛的一瞬间，崔东山突然感觉到老秀才烙印在自己神魂上的禁锢突然消失了。真是天助我也！老头子，没想到你竟然会出现这种纰漏，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出来吧，帮我对抗这道剑气！崔东山神色痛苦却兴奋，他不顾头顶的剑雨，集中精神，将老秀才烙印在自己神魂上的禁锢剥离了下来。那赫然是8个充满了浩然之气的金色字体，圣人教诲，一文再道。紧接着崔东山随手一抛，那8个大字逆流而上，直接撞上了井边倾泻而下的剑气瀑布。
刹那间，金字与剑气形成了微妙的僵持，而崔东山则趁机丢掉了古镜，双脚点地，身形迅速地冲出了井口。他看向井边摇摇欲坠但已经摆好权势的陈平安，大喝一声：陈平安，就算你有第3道剑气，现在也已经来不及了。怎么只有李怀在睡觉呀？小师叔呢？他去哪儿了？他是不是出什么事情了？你指着小师叔的背篓做什么？要我拿里面的东西吗？静心得意是要拿着放映章吗？哎，你去哪儿？等等我！李宝平拿着镜字印，跟着怀木剑一路飞奔到了偏僻院落的古井旁。眼前的景象却让他大吃一惊，只见小师叔摆好权势站在井边，很明显已经是强弩之末，而那个崔东山枯井中跃起，面目狰狞的扑向了小师叔。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李宝平手中的镜子印突然自行挣脱开他的掌心，径直越过了小师叔的头顶。又来！西京川，我干你大爷的！阴魂不散，你他娘的有完没完？行，算你狠，我认输。修为耗尽的崔东山摔倒在地，整个人彻底昏死了过去。陈平安与李宝平同时注意到，有个模样玲珑但只有拇指大小的金衣女童正站在飞驰而至的怀木剑身上，伸出双手，竭力想要收回镜字印。事态紧急，陈平安也顾不得细想这件事情，他拼尽最后的一点力气，飞身握住怀木剑，而后宝平，你先收好印章，然后转过身去。好。就在李宝平转身的刹那，陈平安双脚落地，对准崔东山的心口，剑四下。怀木剑上，金衣女童慌张的连连摆手，仿佛是要阻止陈平安杀人，但陈平安却根本视而不见。金衣女童见劝说无效，只能满脸悲伤地钻回了剑身之中。眼见剑尖即将刺入崔东山的胸口，昏迷中的他却突然像是被人拎了起来一般，身体自行向后退去了一段距离，恰好躲过了陈平安的穿心一剑。陈平安立马后退，护在李宝平的身前，抬眼一看，就见一个老秀才突然横空出世，站在了崔东山的背后。好险，差点给人阴了。你就是陈平安吧？宝平，你等一下有机会就跑，不用管我。小师叔，你看背后。怎么了？有鬼。什么鬼？难不成这老秀才还有帮手？小平安，好久不见呢。神仙姐姐，你怎么会来这儿？你不是……不行，我现在不能随便说话，暴露了神仙姐姐的身份，否则就是害了她。小师叔，你认识这个女鬼吗？宝平，你放心，这位姐姐并不是坏人，她是自己人。姐姐，你生得真好看。是啊，我也觉得我比你好看多了。啊？神仙姐姐，不要说这么伤人的话。小平安，我知道你在疑惑什么。先前我确实跟你说过，我无法出世，只能现身于你的梦境中。但如今不一样了，你听过一个叫做莲花洞天的地方吗？莲花洞天？好像有点印象。对了，以前宁姑娘跟我说起过，那里是道教祖师爷散心的地方，哪怕是一片荷叶的叶面，都比咱们大离京城还要大。也没有那么夸张，就像我手里这株荷叶，若是现出它的本相，也就差不多方圆10多里而已。当然了，这荷叶不仅仅是大，还能够遮蔽天机。简单来说，就是能让三教圣人和百家宗师没有办法发现我的动向。神仙姐姐，你以前就有这件宝物吗？并不是，这东西是齐敬春给我的。果然又是齐先生吗？先生为我做了太多的事情了。他在离开人间之前，去了一趟天外天，跟那个道祖讨价还价了一番，才帮我讨要到了这把荷叶伞。至于齐敬春付出了什么，我不清楚。
但晋这个本命字犯了道家的忌讳，曾经引起过许多道教内部人士的不满。那位道家老祖恐怕借机为难了他一番。这张荷叶是……我去了一趟天外天，从那座莲花洞天里摘下来的。这张荷叶能帮你短暂的离开石拱桥，同时不会惊扰天地大道，不用担心圣人探寻。东西倒是方便，但你就不怕陈平安有我在身边就会变得肆无忌惮，以至于成为你齐晋春不喜欢的那种人？陈平安什么心性，我心中有数。就算你从头到尾都护在他身边，我也不会担心他仗势欺人。你就这么看好陈平安？你说呢？他可是我的小师弟呀。怎么，你刻意强调自己和陈平安同辈，而我又认了他做主人，这是在占我便宜吗？不敢，不敢啊！可惜，这天地之间已经没有齐晋春了。老头子，我现在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根本就不怕你。崔禅，你不是很聪明吗？那现在咱俩回过头来好好推演一番，那些文字为何会在关键时刻突然失去禁锢，让你有机会对陈平安痛下杀手？要知道，你们两人当时都是强弩之末，硬拼只能两败俱伤。你真就没想过，这可能是某人所使用的一石二鸟之计？哼，那也无非是儒家某一脉的圣人出手，有什么好稀奇？就连席敬春都心甘情愿的自己走进那个死局，落得一个束手待毙的结局。我崔禅被算计一次又怎么了？荒谬，真是荒谬！老头子，你还好意思说这些？你最寄予希望的齐晋春死了，心性最不坚定的蠢货马瞻也死了，而我崔禅沦落至此，归根结底还不是因为你？天地，就你的文章写得最好，利益最深，行了吧？啊！但你为什么偏偏要和亚圣去做那些大道之争呢？人家亚圣在文庙的地位排第3，而且极有可能活在人间。老头子，你怎么就这么一根筋，非要跟他唱对台戏呢？他说人性本善，你非说人性本恶。他提倡民为贵，君为轻，而你呢？你非要说天地为大，我真是服了你了。当初这场儒家第3、第4之间的排位之争，委实太过惊涛骇浪，等于是在重新订立儒家的规矩。而我作为这场赌约的失败者，只能自求于功德林。若不是得知小琪在离珠洞天身死道消，恐怕我也不会强行破开誓言，自愿放弃了身躯，跟三教一家的所有圣人们换来这一神魂行走天下的机会。老头子，你瞪我干什么？怎么不说话了啊？你以前不是挺能说的吗？我在等你骂完呢，现在是不是该我说道理了？那你说吧。齐敬春的下棋是谁教的？是老子教的。我曾经跟你们所有人都说，跟人讲道理的时候，哪怕是吵架，也要心平气和。是我教的。他齐敬春下棋没悟，输给我几次就不肯再下了。那你的下棋又是谁教的？你不是知道？是老子教的。这个老头子到底懂不懂什么叫以身作则？那么你的棋力与我相比，谁高谁低？我不如你。那你知不知道，齐敬春从你那儿学会了下棋之后，很快就赢过了我。什么？知道齐敬春私底下是怎么跟我说的吗？他说你是真的喜欢下棋，但胜负心又很重，而他又不愿意在下棋的时候放水，所以就干脆不下了。他的原话是，如果师兄总是下棋输给我，那他以后就要失去一件高兴的事了。就算是这样又如何？你就是死鸭子嘴硬，从来知错即快，认错即慢。至于改正，那可能要下辈子喽。还不是你教出来的？一旁的陈平安，老人的训斥终于琢磨出一些意味来。他不可置信地看向身边的高大女子。神仙姐姐，这位老先生是齐先生的先生吗？就是那个排名第4的文圣。
儒家的大圣人。是的，等一下我们就要跟他打架。不过你不用怕，那个老头子只会一点挨打的功夫而已。到时候你可以出剑3次，而我也会恢复老剑条的真身，你不用奇怪。啊？可是我为什么要和齐先生的先生打架？自然是为了齐先生。好吧，虽然还是不明白具体的原因，但既然是跟齐先生有关，你又这么说了，那我就相信你吧，打就打吧。好，那边的2位话也讲完了，可以开打了吗？你还是赶紧的吧，横竖都要挨上一剑，你这么拖着毫无意义。我这不是等着你们俩改变主意吗？老家伙，别得了便宜还卖乖。老家伙，怕是比不过你吧？你说我老，我记下来。打就打，谁怕谁啊？真以为我打架不行啊？只是比不过我吵架的本事而已。小动作静看山色，无问又唱歌，所以展露新吹的，我小叔叔呢？还有刚才那个女鬼姐姐呢？他们去哪儿了？你不说就拿着放映杖拍你啊！我出手揍人从来没轻没重的，要是不小心拍死了你，我可不负责任。你干脆拍死我算了。拍就拍。你快我小叔叔！你真用印章砸我呀！这日子真没法过了呀！怎么，谁都能欺负老子啊！谁叫你不把小叔叔交出来？小叔叔，你去哪儿了呀？你是不是掉进这幅画里去了？神仙姐姐，我们现在在哪儿啊？我们在那幅山河画卷里，也是在文圣的意识之中。说起来比较麻烦，但你只需知道，在这里出剑，你我都没有后顾之忧。不过在这儿看不到此地的全貌，不如我先带你后退个800里，先看个清楚再说。可以睁眼了。这是一座山！天哪，我真的退了800里吗？为什么从这儿看过去，那座山还能如此巨大呀？我们小镇里最高的披云山和它比起来，简直就像是一个小土堆一样。对了，文胜还说，在这里打架的话，可以给你一点额外的待遇。啥待遇？你在这里出剑的时候，会拥有类似炼气士10境的修为。当然，这只是一种极其真实的假象。我希望你置身其中之后，能够仔细体会。毕竟，这对于你将来的修行也没有什么用处。好吧，我只是想让你知道，别光顾着练拳，尤其是老觉得练拳就是为了活命，那也太没出息了吧？你想啊，你是谁？我不就是陈平安吗？可你还是我的主人呢。那也是神仙姐姐你厉害。不说这些了，陈平安，你面前的这座山是中土神州最大的一座5岳高山，名叫岁山。确实很高。那么，如果这座山挡住了你的大道，你该怎么做？爬过去。但是，若你手中有剑呢？那就开山而行。对。老剑挑大笑着走到陈平安面前，而后并拢手指，从左到右缓缓抹过。只见一点极小的光亮在他的手指上亮起，最终绵延成一线，猛地迸发出刺眼的光彩。光芒散开，白衣女子的身影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把无鞘长剑。他静静地悬停在陈平安的身前，仿佛已经等待了千万年。陈平安伸手握住了长剑的剑柄，那一瞬间，他只觉得一股猛烈的剑气自周身刮过，吹拂的他几乎睁不开眼睛，长剑疯狂颤抖，如秋蝉在最高枝头对天地放声。陈平安闭上眼睛，心有灵犀地笑了起来。我有一剑，随我同行。陈平安御风凌空，
他紧握手中的老剑条，闭上眼睛，正艰难地适应着炼气士实境修为的气机运转。就在此时，陈平安突然听到神仙姐姐的声音从自己的心湖中响起。所谓的剑术招式，不过就是那么几种，变不出太多的花样来。但剑气不同，炼气士的剑气长短取决于体魄气府的开拓情况。气府洞开的越多，经脉就会越坚韧宽阔，而你的潜力则会被挖掘得更深。听懂了吗？听得懂，但不知道如何去做。无妨，你先感受一番，我去跟那老头谈谈条件。好。文善老爷，你厚着脸皮搬出这座碎山来御敌，未免有些太胜之不武了吧？你这激将法也太老套了吧？是想让我给你家陈平安一点好处吗？行，我今天就要让你们输得心服口服。我搬来的这座碎山可是中土神州上的名山，单说各州历朝历代的帝王来此封禅告天的祭文石刻就多达180余块，石刻上的字体多种多样，草篆隶楷都有，处处充满着玄妙的机缘，所以我就挑选一处石刻送给你陈平安当做机缘吧。让我看看，这幅飞剑帖不错，就它了。飞剑帖，就是那副由远古剑仙以充沛剑气写就的奇怪字帖。听说那字帖上只有7个字。不错，你可不要小看这7个字。习剑的天赋如何，在于看字的人能拿下几个字。若是5字以上，必成陆地剑仙。陈平安，就让我看看你的根骨如何吧。是。只见山巅上的老秀才一挥袖，那石壁上的7个古朴大字便猛地飞出，带着绚烂的金光，径直掠向800里之外的陈平安。转瞬间已经来到了他的身边，但不知为何，这些大字只是围绕着陈平安飞快旋转，最后竟然全部掉头返回，没有一个字愿意靠近陈平安。哎呀，是弄巧成拙了，对不住啊，小平安。哎呀，我哪里想到这些字如此不给面子。老家伙，你这是在耍我们吗？哎呦，冤枉啊，这可如何是好啊？无妨啊，我与那碎山的山神是老交情了，他有什么家底儿我最清楚不过了。实在不行，我就把他叫出来问问吧。不必了，其实那7个字看不上我很正常，而我也不想要它。为什么？因为我练拳的时候就一直有种感觉，我练到最后出拳会变得很快，甚至是最快。现在有了神仙姐姐在我的身边，我觉得已经足够了，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字，而且接下来的这一剑会很快，相信我，一定会很快的。好，我相信你。这口气真像小齐年少的时候。好吧，我倒要看看这一剑能够让你小子的实境修为发挥出几境的实力。如果只有7、8境，那可就尴尬喽。来，陈平安，你再不出剑，黄花菜都要凉喽。好。陈平安重重的一点头，双手紧握剑柄，轻松一跃，瞬间便来到了碎山山顶，高举着沉睡了1万年的老剑条，猛地劈斩而下。剑来！剑来！那一刻，那一眼，那阵飞剑划破梦的界限，那个少年凝望着天边的脸。与此同时，邱如客站在水井旁，一直蹲在地上研究画卷的李保平突然瞪大双眼，惊讶地指着画面上那座巍峨的大山。
这座山上怎么突然多出一条裂缝啦？姓崔的，你看到没有？就算是天塌下来，这幅画卷也不会有丝毫折损的。知道什么叫天塌下来吗？不知道，但这画卷就是破了。你敢不敢赌？如果我赢了，就让我用一张在你脑门上继续开张。赌？嘿，那感情好。要是我赢了如何？如果你赢的话，以后小师叔还是坚持要杀你，我就帮你收尸吧。你说要站在什么地方？咱们小镇的神仙坟那边如何？我经常去那里，比较熟，能省去我许多麻烦。打住打住，你这也太不靠谱了。如果我赢了，帮我说服陈平安，不但不杀我，还要收我做弟子，怎么样？哼，就算我必赢，也不会答应这种事。这种买卖都不敢做，以后怎么成为山崖书院的小夫子？女先生，姓崔的，你别给脸不要脸，我能帮你收尸已经是天大的账簿了。以前我可从来不管这些，都是打完架就跑的。哼，山野长大的小丫头片子，我才不跟你一般见识。哎，等等，于宝平，你拿着印章页干什么？哎，有话好好说啊！大家都是儒家弟子，君子动口不动手啊！哦，原来你也知道害怕呀？让我看看哪盖章比较好呢？李宝平，难道你就不怕你小师叔看你这么骄横，半点没有大家闺秀的样子，以后就不喜欢你了？哼，才不会呢！小师叔是这个天底下最喜欢我的人。可是总有一天，你的小师叔会有最喜欢的姑娘啊。那就第二喜欢我呗，这不还是很值得高兴吗？这也行。哎，姓崔的，这背后那是什么呀？啊？什么？见李宝平一脸惊讶的神情，崔东山下意识地回过头去，生怕自己这副孱弱的身躯再出什么意外。第三次了，这是第三次了！要不是这副皮囊中最后一点的浩然之气刚刚被镜子印空通打散，让我从第五境真真正正跌落成了凡夫俗子，我也不至于被一个小丫头片子如此对待呀！李宝平，你敢再拿印章偷袭我一次，你在你小师叔心里的喜欢程度就会从第二掉到第三，以此类推，你自己掂量着办。我好歹也当过儒家圣人，有口含天线的神通，说话怎么着都还剩下点分量吧？啊！怎么还敢威胁我？你真是比李怀还不如！看来我今天必须把你给打服气了。哎，你服不服？你别打！别打！哎呦！这小姑娘到底是没被我刚才的话骗到，还是单纯就是想打我呀？苍天的，你还不如给我个痛快！画卷之内，老秀才站在碎山的山顶，看着脚下被陈平安劈出的裂缝啧啧称奇。然而陈平安刚挥出这一剑，便彻底失去了意识。他晃晃悠悠地落到山脚下，雪白衣衫的老剑条快步上前，将他轻轻接在了怀中。就在这时，一道极其高大的金色身影出现在碎山之巅。老秀才微微有些吃惊，因为眼前这个身披金色符文甲胄，宛如山岳一般的魁梧男子，正是本应该镇守在中土神州的碎山山神。就是什么风把你给吹过来了？不应当啊，我只是假借碎山来御敌的，他怎么会突然来这里？难道是这儿的动静已经传到中土神州去了？秀才，自我担任碎山正神以来，已经6000年整了，这还是第一次有人胆敢仗剑挑衅我碎山，你就没什么要解释的吗？啊？你说啥来？我怎么听不懂？哼，装傻充愣倒演得不错，这一剑是山脚下那2个人干的吧？那个女人身上的气息有些熟悉，她到底是什么人？我劝你别惹她，这个老姑娘脾气不太好。我脾气就好。对，你们脾气都不好，就我脾气好行了吧？你们呐，一个个就喜欢跟讲道理的人不讲道理，气死老子了！哼，那就别跟我们讲道理。算了，这事儿的经过我就不说了，反正和小琪有关，你高抬贵手一回。
不说话就当你默认了啊！嘿，你这家伙啥都不错，就是脸皮子薄了，喜欢端架子。可咱们俩是什么交情，是吧？我和你没关系。哎，这话说的我就不爱听了。当初咱俩一起去偷窥那位山神娘娘的真容，没想到她当时正在沐浴更衣，还好巧不巧的发现了咱俩，当场大发雷霆。要不是我仗义，留下来与他讲了3天3夜的圣贤道理，最终以理服人，让他既往不咎。要不然你这张老脸往哪儿搁呀？闭嘴！行了，那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吧？哎，你也瞧见山脚下那个孩子了？他叫陈平安，是小齐帮我收的关门弟子。你觉得如何？是不是很不错？反正我是喜欢的。性子很像我，也有点像当年的小齐。哼，不是齐静春疯了，就是你瞎了。读书人的事，你们这些个大老粗懂个屁！为了一个必死无疑的齐静春，你违背了誓言，离开了功德林，连大道的根本都不要了，究竟是在图什么？我曾经有疑问，让齐静春去答，既然他都给出了他的答案，我这个当老师的当然不能连弟子都不如。少跟我来这些云里雾里的，你不是说过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吗？既然弟子可以比师傅厉害，那你这套说辞就讲不通。你呀，自读书还有一句话知道吗？叫做尽信书不如无书。懒得跟你废话，我就是过来看看发生了什么。既然没有大事，我就先走了，你自己保重。不过你要真的在这天地间待不下去了，就来穗山吧。我才不去，穗山那地儿拉个都像是在亵渎圣贤。再说了，如今我确实是失去了正道契机，没了先前的能力，可要说是谁想对付我，嘿嘿，只管放马过来，随便你先别走，我还有事相求啊！就芝麻绿豆大小的事啊，你别怕。有辱斯文，有屁快放！哎呀，我这不刚刚收了个关门弟子嘛，给人家的第一印象估计不太好，就想着弥补，给点见面礼什么的。毕竟啊，很快就要分别了，我实在是没有机会教他读书，心里愧疚的很呐。帮你准备一样见面礼，可以啊。我穗山那里有把失去了剑灵的镇月剑，送给你弟子，够不够分量？啊，这礼物可太贵重了，我怎么好意思收呢？不过话说回来，如果你一定要把那把剑强塞给我的话，我可以让陈平安过个100年再去取，说不定到时候就能提起来了。好歹是你这个长辈的一份心意嘛。老秀才，别给脸不要脸啊！哎呀，你这个人真的是有心就好，但拔苗助长的事情咱们不能干。那把剑就算了，不过呢，陈平安将来还是要仗剑游学的，不然你就随便给一块无主的剑劈吧。对了，得是现在就能用的啊，可别是什么10境修士才有资格碰的。咋样？你这个当长辈的意思？我要是不给，你是不是就不让我走了？怎么可能？我是那种人吗？哟，你这手臂上的盔甲好像沾了点灰啊，让我来擦擦。为了这些个弟子，你真是命也不要了，脸皮也不要了。行，我拿。哇，金色传说！这件批的品质你可还能入眼？赶紧拿了滚！等一下，你这趟前来是不是有所图谋？要不然剑劈这种东西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就带在身上？虽然不是什么夸张的宝贝，可对你而言也是意义非凡的。你要是不说清楚，我不会收下。你以为我是怎么找过来的？难道不是你道行高深，又和穗山气运相连，所以我这边的动静稍微大了一点，才被你给感知到了吗？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在装糊涂？你这大老粗，我什么时候开始学会卖关子了？我这儿的假穗山虽说是被人一剑劈开了，可是对你那边又不会产生什么实质影响啊。
刚刚那一剑直接劈到老子的碎山去了，你现在来跟我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虽然在外人看来那一剑的出现已经是强弩之末，可老子的碎山守卫大阵是何等森严，全天下有几个人能够凭一剑就闯入大阵之内？现在整个中土神州都在议论，猜测是不是那道家的牛鼻子老儿在暗示什么，或者是剑气长城的几个老不死来讨要公道了啊？这么猛吗？机缘这东西啊，不管是先生给学生也好，师傅给徒弟也罢，最终还是讲究一个循序渐进，从来不是给它越大越好，而是让人刚好拿得住吃得下为最佳，不然破坏了规矩不说，还会牵扯到无数因果，麻烦得很。之前小琪给陈平安的簪子就是一件很大的机缘，不是陈平安现在所能承担的，所以我才会将它偷偷收走。原本我将簪子送给小琪，就是希望能帮他应付最坏的结果，一旦哪一天他真的八面树敌了，好歹还能有个安身之地。只可惜他到死都没有选择使用那根簪子，目的嘛，除了不希望牵扯到我之外，应该还是想给陈平安留一个后手吧。算盘打得还挺好，反正这时候他齐敬春已经死了，就算我千里迢迢的赶来，对陈平安这个关门弟子不满意，可看在他的面子上，我也只能捏着鼻子认下。以后陈平安若真有什么跨不过去的坎儿，我就算依然自囚在功德林内，但随便传出去2句话，应当还是可行的。小琪啊，你还是算错了。师傅我听到了消息，不惜违背誓言离开功德林赶来救你，可惜终归是晚了一步。从护短这一点看，咱俩也算是一脉相承了，但小琪你确实是要比先生我强得多。所以陈平安这个关门弟子我也很满意，他正是我所欠缺的那种学生啊。说起陈平安，从刚刚开始山脚就没动静了，那2人去哪儿了？陈平安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又一次坐在了梦中那座金黄色拱桥的栏杆之上，拱桥仍然长到看不见尽头，四周全是云海滔滔，让人茫然失措。身着白衣的老剑条与陈平安见他醒来后懵懵懂懂，便柔声解释：这里曾经是一处战场，大战落幕的时候，打的就只剩下这座拱桥了。那边原本有一座东天门，挺大的，负责守门的是个色眯眯的汉子，身披银色宝甲，人倒是不坏，就是嘴贱了点。我的第一任主人跟那汉子的顶头上司打了一架，赢了。当时他们有几个帮手在远处观战，可是谁都不敢上前来帮忙。只是如今什么都没有了，还怪叫人怀念的。这样啊，你至今为止已经走过很远的路了，累不累？比起小时候进山采药烧炭，这些路走的还算轻松了，不累的。就是中途遇到了太多奇奇怪怪的人和事情，害怕出现什么意外，总是睡不踏实啊。不过刚才那一觉睡得蛮踏实的。你就没有怨言吗？有啊，比如我就觉得那个叫做朱露的女孩子怎么可以如此不善良？还有女鬼楚夫人，她以为自己心爱的男人不爱她了，就害死了许多过路的书生。如果当时不是宝瓶在，我早就使出一缕剑气来杀掉他了。其他的事情也不能说是怨言吧，但还是会有些心烦。比如说李怀读书总是不用功，怎么劝也不听。真不知道当初齐先生是怎么能忍着不揍他的。还有就是这些孩子沿途吃过了一些山珍海味，一个个的就再也不喜欢吃我煮的菜了。其实我挺郁闷的，油和盐可是很贵的。最近的就是林守一生气那次，其实我很心虚的，虽说表面上是为了让他好好修行，但我还是有私心的。因为有人告诉我，我的长生桥断了，这辈子可能都无法修行了，但我不愿意就这么放弃。一来是我答应过神仙姐姐以后要修炼到第10境，二来是我自己也很想像阿良他们一样，踩着一把剑嗖嗖的飞来飞去，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多帅气多威风啊！哟，原来你也会为了自己考虑事情啊。当然了，我爹娘去世之后，我就一直在为自己考虑。
想为别人考虑都难呢。我也不认识什么别人，其实是在遇到宝平他们几个孩子之后，我才变得这样忙碌的。可是我不后悔，因为我比以前开心多了。我就是有点想爹和娘了，不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这样啊，神仙姐姐，我现在真的很有钱。所以呢？所以我答应你的事情一定会努力做到的。能够遇见你，我就已经很开心了。老剑条侧过身，把手放在陈平安的脑袋上，他那双温柔如水的眼中突然闪过了一场近万年的回忆与等待。我在石拱桥的底部亲眼见证了那场可歌可泣的落幕之战，除去最后一条真龙陨落了以外，三教与诸子百家的炼器士也死伤无数，他们的魂魄与死去的真龙混淆在一起，最后造就了离珠洞天。在我以为自己就要如此沉闷地度过余生时，我却突然挑中了眼前这个孩子作为我的第二任主人，而这一切都归功于齐静春。离珠洞天破碎之前，齐静春经常来到廊桥之上，一坐就是一夜，只是为了说服我睁开眼看一看陈平安，哪怕只是一眼也好。我被烦得不行，于是便看了一眼。说实在话，没什么感觉，因为过去的上万年里，我已经见识过太多太多的天纵奇才了。我只是有些好奇，为何齐静春这个号称可以立教称祖的读书人，偏偏会选中一个书都没有读过的孩子。后来齐静春说，他从这座小镇的光阴长河中截留下了一抔水，放在了廊桥的底部，若是我闲来无事，可以瞧上一瞧。毕竟我最不缺的就是时间，所以便现出真身，停在廊桥底下观水。那水中全是关于陈平安的点点滴滴，有浮现千里的幕后策划，有市井巷弄的鸡毛蒜皮，有包藏祸心的善举，有无心之举的祸事，有家长里短，有悲欢离合，有伤心，有诚心，有人生，有人死，竟然比那些打打杀杀有意思多了。不过那孩子年幼时所经历的苦难，对于我而言也算不得什么。所以齐静春再次来找我的时候，我仍然没有点头答应。齐静春讲了许多的圣贤道理，最后还是无法说服我，只能大失所望地离开廊桥。老剑条抬起头，思绪似乎回到了那一天，齐静春离开的脚步声缓慢且坚定，最终还是停在了桥头。果然，我们都对这个世界很失望啊，所以我才不想要陈平安对这个世界失去希望。千年暗示，一灯即明。前辈，你觉得这样的陈平安如何？罢了，你让他来走一趟廊桥，如果他能坚持走上桥，我可以考虑认他为主。好，我相信陈平安，也请你相信齐静春。老剑条选择了相信齐静春。在此之后，时光流逝，物是人非，从小镇远游至今，老剑条终于能够肯定，他与齐静春果真没有看错陈平安。山河画卷之内，老秀才脚尖一点，一步便来到了山脚下，站在陈平安先前落下的地方。他看似随意地走了几步，忽然伸手在空中敲敲打打，像是在叩响门扉。片刻过后，空中竟浮现出一阵细微涟漪，只见那高大的白衣女子从缥缈的虚空之中走了出来。我认输，不打了。虽说还剩下2件，但这2件出不出，其实已经不重要了，对吧？那你之前的挑衅呢？怎么算？哎呀，事不过三嘛，你大人有大量，就忘了他吧。这可不行，
小平安，你说剩下的2件该怎么办呢？啊，我没什么想法，要不先赊着？好，赊着好啊！呀，老百姓大年30的时候都兴这个，碗里剩下一点饭菜，故意留着给明年。兆头好，寓意好。好。看在小平安的面子上，就先赊着吧。以后哪天我又突然看你不顺眼的话，新账旧账一起算。行了，赶紧去开门。老秀才上前几步，伸手一挥，一扇高大普通的木门便凭空出现。他伸手走进了门外的光亮之中。陈平安却记起一事，他站在原地，小声问老剑条：“时间姐姐，我刚才那一剑是不是很差劲？那座大山好像动都没有动。老前辈之前说，练剑的天资好坏就看能收到几个字。虽然我本来就不愿意接受那些字，可他们甚至都不想靠近我。这是不是说明我的练剑天赋跟练拳一样普通啊？”以后你就知道了。小平安，别这么难过呀，来，给姐姐笑一个。神仙姐姐，能不能别捏我的脸呢？我不是小孩子了。知道啦。以后当着某位姑娘的面，我肯定不会这么放肆的，省得她冤枉了你，把你当作见异思迁的浪荡子。不过，你就不怕神仙姐姐感到委屈吗？我会跟你说对不起的，但有些事情我觉得不对，就不会去做的。帅气！你真的不生气吗？哎呀，来给我抱抱！我家小平安真是可爱死了。平安3人再次走出山水画卷的时候，崔东山还躺在地上闭眼装死。老秀才收起画轴，转头瞧见他这副样子，气不打一处来。赶紧给我起来！你这成何体统啊！活着没有半点盼头，死了拉倒。少在这装可怜，你就不想知道小琪为何只想要你爹境，而没有直接除掉你？当初你被赶出文庙，齐敬春非但没有受到牵连，反而境界高涨，说明他已经够资格自立门户，跟你的文圣一脉早就貌合神离，所以他自觉没有资格来杀我，希望由你来清理门户。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说的就是你这种人。我数3声，如果还不起来，你就这么躺着等死算了，别再奢望什么大道。3、2。陈平安，快来帮忙，他这个我很尴尬啊。好，陈东山，你再不起来，我就一剑刺死你。崔东山睁开眼睛，便看到陈平安已经举起怀木剑，对着自己的脖子就要刺下。他赶紧连滚带爬站起身来，瑟瑟发抖地退到一边。老秀才叹了口气，他抬起头瞥了一眼由那株雪白荷叶支撑起来的小天幕，手指掐诀，犹豫片刻。陈平安，你带着这个小姑娘，咱们找个能坐的屋子进去说点事情啊。还有小崔，你也给我跟上，这是涉及到你的大道契机，你再装模作样，干脆让陈平安一剑砍死了算数。至于这位老剑灵姑娘，你来听我们讲话吗？你们聊，我不爱听道理，就坐在院子里看看风景好了。去我的屋子吧，那边只有个叫李怀的孩子在睡觉，就算吵醒他，问题也不大。好，带路吧。于是老秀才、陈平安、李保平以及崔东山4人来到了陈平安的房间中，围桌而坐。李怀仍旧躺在床上呼呼大睡，他的睡相不太好，脑袋甚至已经垂到了床沿之外。陈平安熟门熟路地帮李怀板正身体，严严实实地折好被角后，这才重新坐回了桌边。小师叔，你是不是每天晚上也帮我垫被角啊？你不用，你的睡相啊比李怀好太多了，倒头就睡，然后可以纹丝不动地睡到天亮。唉，早知道从小就应该睡相不好，这样小师叔就会帮我垫被角了。
都怪我大，他之前骗我说睡一觉就能做美梦。以后回到家乡，我可得好好感谢你大哥。为什么呀？因为这一路上听你说了很多关于你大哥的事情，他确实对你很好。小姑娘，你大哥是不是叫做李希胜？对呀，老先生，你认识他吗？不认识，只是觉得他这个名字取得有点大呀。名字太大是不是不好啊？没关系，只要压得住啊，名字取得大也挺好的。那怎么样才算压住了呢？只要他本性善良，学问很大，或者道德很高，就能压得住。可是我大哥没有老先生说的那么了不起啊，不然我寄信回家让他改个名。哎，老头子，咱们能不能聊点正事儿？比如你说的那什么大道。好吧，说正事儿。陈平安、李保平，你们应该知道，我就是齐静春的先生，而崔东山呢，原本叫做崔禅，曾经是我的首徒，齐静春的大师兄。之前我因为忙着做学问，所以齐静春的读书、下棋等等，其实都是崔禅帮我这个先生传授的。可惜我没料到，最后崔禅叛出师门，做出了欺师灭祖的种种勾当，以至于齐静春在离珠洞天去世，跟他也脱不了关系。说他是杀死齐静春的凶手也不过分。不过呢，你们看到的这副少年身躯，只是那个崔禅暂时寄居的地方。真正的大理国师崔禅是一个瞧着不比我年轻的家伙。这一番真相道出后，崔东山悄悄抬起头，看到对面的李保平气得眼眶通红，死死地盯着自己。反观陈平安却视线低垂，看不清表情。死定了，死定了！都说咬人的野狗不露齿，估计陈平安现在更想杀我了。这拜师之路艰难呐！我听说你们来到此地之前遇见了一个名为楚夫人的嫁衣女鬼。没错。那我问你们，那女鬼滥杀无辜，残害生灵，罪行累累，到底可不可恨？自然是可恨的。但她身为鬼魅，本性原是善良的，不但帮助朝廷镇压气运，还多行善举。与她的读书人相公，本该是一桩美谈才对。然而最后却因为大道之争，沦落到这般神憎鬼厌的地步，一身因果纠缠，几辈子都偿还不了这笔糊涂债。所以说，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是不是？可我还是觉得他的可恨更多。那么他的可恨究竟多出了多少？可怜又占了多少呢？这个应该要根据律法和情理倒推回去仔细算一算吧。李保平，照你这么说，问题又来了。你如何确定这世间的律法究竟是善法还是恶法？老先生，等我一会儿啊，这个问题跟上次小师叔的问题一样，有点大，我得认真想想。善，你先想吧。陈平安，关于这个问题你是怎么看的？我没什么看法。事实上，每个人因为道德修养、成长经历、眼界阅历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心境。而如果单纯用道德来约束行为，这就有点太高估人性了。于是法家取了一个捷径的门路，将道德礼仪拉到最低的一条线上，那便是律法。当然，律法存在着恶法的可能性，这里我就不展开讲了，否则3天3夜都很难讲完。归根到底，律法是死的，无人执行的律法更是死的不能更死，故而要在更高的层面上求得解释。崔禅，知道为什么当年你问我关于你的事功学说能否实施时，我回答的那么快吗？不就是因为你更器重齐静春，觉得我的学问都是垃圾，所以根本就不上心吗？并非如此，恰恰相反，
你的世公学说已经被我研究了很多年了。你的学说虽说初衷极好，但因为基底不牢，贸然实施一定会出现大问题。就如同一栋高楼大厦，你建造的越是高大华美，然而地基不稳，风一吹便倒塌的话，伤害的人就会更多。你崔禅太聪明了，心比天高，从来也不喜欢在低处做文章，这怎么能行呢？万一你这门学问变成了儒家道统的主流，出了问题，谁来救？是我？是李胜？还是智胜？就算这几位可以出手相救，可万一到时候世道两教的圣人来添乱怎么办？你又为什么那么肯定我的世公学说会有问题？因为我已经试过了。什么？那场名动天下的3、4之争，明面上是我与亚圣的大道争夺，而躲在台面下的赌约则是我们两人在中土神州的2大王朝各自推广礼乐与世公2种政策，看60年之后各自的胜负优劣。当然结局如何，天下皆知，是我输了，不得不自求于功德林。你骗人！又忘了，与人争辩时，自己的心态要保持中正平和，不可意气用事。你怎么会赌这个？我的世公学说又怎么可能会输？老秀才叹了口气，看着眼前这3个孩子，李保平仍旧在苦苦思考刚才的问题，崔东山则大受打击，沉浸在自己学说失败的痛苦之中。最后，天地间仿佛只剩下老秀才和陈平安2个人。陈平安，我儒家排位第2的圣人，名为李胜，他在这座天下写满了2个字，你不妨猜猜是哪2个字？我猜不出来。是秩序。李胜所谓的秩序，是世间万物井然有序，规规矩矩。不过可惜，这规矩一事需要面面俱到，劳心劳力，而且越往后人心浮动，就越是吃力不讨好。人性本恶嘛，吃饱了肚子就放下筷子骂娘的人，世界上不少的。而我与他不同，我如今以神魂游历世间，只为了寻找2个字，那就是顺序。我想将世间的万事万物捋清楚一个顺序，比如所谓的可恨和可怜，李胜已经教会世人关于这2种情形的判定标准，但世人却并不懂得一个先后之分。你连可恨都没有捋清楚，就跑去关心可怜了，这怎么行？对吧？好像是有点道理。李胜是要求所有的人在他的规矩之内安稳而活，但这就不得不牺牲了一小部分人的绝对自由，例如齐敬春，例如你们那个名叫阿良的朋友。而我的顺序则可以让他们在一片更广阔的天地下继续向前走。陈平安，我的大道你觉得如何？你愿不愿意遵从齐敬春的安排，成为我的关门弟子？我没有真正的读过书，所以并不很懂李胜老爷的秩序，也不懂老先生的顺序。无妨，你大胆说便是。我之前见过很坏的人，经历过很糟糕的事情，脾气已经磨砺得很好了。之前的小镇上，我为自己杀了蔡金简，为了朋友刘宪阳去跟搬山员拼命。后来我答应齐先生要护送李保平他们去上学，再后来我答应神仙姐姐要成为炼气士。这些事情我做得很安心，根本就没有多想什么。之前老先生说的话我就觉得很有道理，特别是可恨可怜那个地方，顺序不能错，所以我当时就很想杀了那个嫁衣女鬼，不过没有机会，但以后我一定要做到。我想告诉他，你自己有再大的委屈，也不能将痛苦转嫁到无辜之人的头上，而你这么做了就是该死。但是若遇到一些我自觉做不到的事情，我就不会答应别人。为什么要答应呢？是因为不好意思吗？觉得不答应会让别人失望吗？可是一旦事情没有做到，别人不是会更加失望吗？所以哪怕是齐先生想要我做的，我觉得自己做不到也不会答应的。我根本就不是那种能将学问做到很远的人。我读书识字的最初目的就只是为了能够自己写春联贴在家门口，
也为了给我爹娘写墓碑，最多也就是为了读出一些做人的道理，没有太多的想法。所以老先生，我不会做你的关门弟子。陈平安，这是你现在的想法，对不对？如果以后你觉得自己错了，会不会改变主意，反过来求我收你做弟子？当然，但是如果到时候你不愿意收我做学生，我也不会强求，后悔大概会有，但肯定不多。唉，我堂堂文圣，曾经排在儒家文庙最前边的几个圣人之一，想要收你做关门弟子，这种大机缘突然砸在你的头上，难道不是应该赶紧收起来才对吗？反正以后出了问题都有自家先生顶在前面，你怕什么？这怎么看都是百利而无一害的好事啊！但这件事情违背了我的本心，我宁愿一步都不迈出去。好吧，既然时机未到，我就不强人所难了。做不成师徒，我这个老家伙很失望。不过想必齐敬春一点儿也不失望吧？这样的陈平安犟得很，像极了他年少的时候。今夜我们安安心心的坐下来论道，其实是件很好的事情。但别忘了，你们接下来的行动更为重要，否则一切的道德文章就没有了立身之处。这句话说完，老秀才只觉得胸中充斥着一股浩然之气。他缓缓地站起身，看了一眼神态各异的孩子们，似是想到了什么开心的事情，双手负后，摇头晃脑地走出了屋子，只留下一阵笑声从屋外传来。老先生坐而论道，少年郎起而行之，善，大善。于路，谢谢你们俩，就不要藏藏掖掖了，介绍一下自己的真实身份吧。咱们以后得跟陈平安他们好好相处，还是知根知底比较好。不好意思说啊，行，我回避一会儿，你们敞开了聊，回头我来收尾。如果你们不想说，其实也没事。算了，也不是什么秘密，你迟早有一天会知道，不如我自己来说。我是前卢氏王朝的太子，卢氏王朝灭亡后，我跟随流放的刑徒队伍去往龙泉县做苦力，后来被崔公子找了出来，改名为于路。其实我还有另外的化名于世路，反过来念的话，寓意为我是卢氏的余孽，别人每称呼我一声，就能够帮我自省一次。其实这些事情都已经过去了，我对现在的生活还挺满意的。过去了，太子殿下倒是云淡风轻的很呐，比我们这些修士还要清心寡欲。可我师门上上下下数百条性命为你卢氏殉国，这又要怎么个过去法？我是卢氏太子不假，可我父亲一向独断专行，他不过是听到一些空穴来风的传言，就担心东宫做大，直接把我赶去了敌国大理的书院求学。我从未执掌过政权，也和江湖庙堂没有任何牵连，一心只读圣贤书。谢谢，你要我如何？我不叫谢谢，我叫做谢灵月，是你们卢氏王朝最年轻的中武境炼气师，是封神谢氏子弟。我恨你们卢氏皇室的昏聩庸碌，但是我更恨你这个随波逐流的太子殿下，竟然心甘情愿的给自己的仇人当仆役。若是你们卢氏先祖泉下有知，你谢灵月若是有骨气，怎么不同你的师门一样去死？如果你觉得自杀不够英雄气概，也可以光明正大的刺杀那位国师大人，这样你就会死得轰轰烈烈，多好。陈平安，可以跟你借100两银子吗？我想给谢女侠建一座大坟，以表我心中的敬佩之情。别吵了，你们两个的学问应该都比我大多了，我不知道你们心里还有什么想法，但我觉得如果你们的这些账暂时算不清楚的话，那就先放一放，只要别忘记就行了，将来总有一天是能够说清楚搞明白的。其实我知道，我和李保平、林守一讨教学问的时候，你们两个打心眼里瞧不起我，但我还是要读书识字，要从书上学很多道理，我还要看更多的人，走过更多的地方，然后我就能像阿良一样，敢拍着胸脯说我的道理一定是对的。要是真有那么一天，我就可以畅快淋漓的出剑，痛痛快快的出拳了。陈平安，你不是挺会说吗？怎么跟李保平、李怀他们从不讲这些？我跟他们熟，不用讲什么道理。那你的意思是说，跟咱俩不熟，
所以才要讲道理。也不能这么说。我的修为本来只差半步就可以跻身炼气师第8级，但沦为刑徒之后，你们大离宫中有位心肠歹毒的娘娘派人使用秘法，在我的几处窍穴上钉入了困龙钉。我若是驱使真气，就会痛不欲生。现在顶多只能发挥出4、5境的实力。至于这位太子殿下，如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你也得交点底吧。这一路走来，我感觉你的境界应该不低呀。不高，我只有5到6境而已。我原以为他是个养尊处优的太子，没经历过生死搏杀，在武道一途上能修炼个3、4境就不错了。没想到他竟然已经迈入第6境了。就凭读书吗？这不能说是天才了，简直是怪物。看来以后还是要离他远一点，免得他哪天抱起行凶，直接一拳打烂了我的头。太好了，没想到2位都这么厉害，谢谢姑娘。你如今虽然修为受限，但是眼界还是在呢。可以麻烦你多给林守一聊一聊修行上的事情吗？他性子比较冷，但吃软不吃硬，你多担待着点。啊？怎么就扯到林守一了？我才不想跟小屁孩讲话。还有于露，你既然是6境高手，以后洗衣服、刷草鞋这类琐碎的事情，我就不担心你累着了。你只要开口，衣服管够。好，崔东山，我跟他们2个人聊完了，你可以回来了。谈得怎么样了？用你们读书人的话来说啊，叫做相谈甚欢。那就好，那就好。对了，先生，刚才我在院子那头瞧见林守一正在跟老头子下棋，你要不过去看看？行，你们3个不去吗？我跟他们俩有话说，说了就来。那好吧。你们知道我浪费了这么一大缸子口水，最后想要说什么吗？不知道，还请国师大人指点。哼，意思是你们这2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蠢货，以后对我的先生陈平安要发自肺腑的尊重，知道吗？2个杂碎，一个沦为刑徒，差点要在脸上刻字的破太子，一个山门都要给人砸烂的小你们有什么资格看不起陈平安啊？我今天就要好好的教训教训你们。崔东山、于露，谢谢，吃饭了。他怎么又在打人了？不行，必须得给他点教训。崔东山，你在干什么？我靠，这人怎么回来了？不是陈平安，我教训自家的丫鬟奴仆，关你。你昨天的教训还没吃够？有话好说，我认错，认错。咱们停下来掰扯下道理行吗？不行。陈平安，你要是再往前一步，我就投井自杀了事了，信不信由你。崔东山做事要往止不停旁边的老水井跳去。陈平安见状皱起眉头，猛地停下了身形。他盯着水井旁摇摇欲坠的崔东山，见对方的神情很是认真，最终还是放下了杀他的念头。算了，你下来吧。我刚才是在为你出气呀，这2个人打心眼里看不起你，我要他们以后对你客气一点，这也有错吗？你这叫好心当做驴肝肺。少拿我当话，你就是狗改不了。你们俩没事吧？林守一他们已经下完了一盘棋，准备吃早饭了。好，多谢。没事，血擦干净，别吓着孩子。哎呀，真不愧是我家先生，比你们2个蠢货聪明太多太多了。哎，先生，你走那么快干嘛呀？哎，先生，等等我呀，先生。文生爷爷，你看我的小书香好不好看啊？好看好看，秀外慧中，和我们的小宝瓶一样有气质。是小师叔给我做的哦。你小师叔的手艺真的不错。文生老爷，你有没有生我的气啊？你是说拒绝当我关门弟子那件事吗？没有，我不生气，失望是有的。但回头想想，齐静春的初衷，阿良的跟随，以及我的出现，说到底不是要给你什么，而是为了让你保持本心，没有那么多的牵扯。你仍旧是离珠洞天倪萍巷里的陈平安，现在只是带着李宝平他们求学远游而已，就这么简单。我知道了。以后你就安安心心的求学吧，少年人的肩膀
不要急着挑起什么国仇家恨、浩然正气，而是要先担起清风明月、草长莺飞的美好事物才对嘛。纹身爷爷，你这话说得很漂亮耶。可不是，我装着一肚子学问呢。宝平年纪太小了，不可以喝酒。不过陈平安，你要是嘴馋的话，可以喝一点。不必了，习武之人不可喝酒。言出必行善。说起喝酒啊，我又想到一个人，他是我从小到大就认识的朋友，家里穷，中途退学了，后来去开了间酒肆，差不多就是这么大的铺子。他从18岁娶妻生子，到65岁寿终正寝，一共开了40年的酒肆，卖了40年的酒。我以前啊，只要兜里有闲钱，想喝酒了，不管隔着多远，也一定会去他那里买。但是有一天我去的时候，发现铺子关门了。我找街坊邻居一打听，才知道我那个朋友死了。既然酒肆关门了，我只能去别处买酒。结果这一打听，我才发现啊，他卖我的那种酒比其他人都卖得贵。纹身爷爷，你把人家当朋友，可人家好像没有把你当朋友啊。然后又过去了很多年，我才知道那位朋友卖给我的酒是他亲自上山采药酿造出来的，不计成本，用的全是最好的东西。他卖给我的那个价格啊，实际上是亏了。啊，对不起呀，我刚才的话太过分了。这40年里，我从一个寒酸的书生，好不容易考上了秀才功名，之后也有了些本事和名气，但那个朋友每次见到我，从来不提他的子女求学之事，也不提他丈母娘家里的鸡飞狗跳，就只会劝我喝酒。他每次啊，都坐在我的对面，对，就是小宝平你这个位置，离我最远，但一抬头他就能看到我，然后傻乎乎地笑起来。再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子女要么在当地朝廷做官，飞扬跋扈，祸国殃民；要么年纪轻轻就当上了诰命夫人，动辄打杀婢女。他夫人的那个家族有一天莫名的富贵了起来，成为了郡王大族，一家上下什么坏事都做，害了许多无辜的百姓。可是他呀，硬是留在那个破烂的酒肆当中，年复一年的酿着酒，直到老死为止。纹身爷爷，你没事吧？没事。每次回忆这种往事，都会觉得唏嘘。陈平安啊，你以后习武练剑，不要事事都讲道理，尤其不要按照书上的道理去做，要懂得变通，不然你会很累的。因为走到最后，你的身边可能连半个朋友都没有了。有些道路你独自一人走上1年可以，但10年呢？100年、1000年呢？如果你死脑筋非要走下去，那就一定要在适当的岁月里做适当的事情，莫要太过老气横秋了。只有什么都经历过，才会在独行大道的时候不觉得后悔，反而会觉得我是的牛啊！老秀才说完这句豪言壮语之后，脑袋突然砰的一声磕在桌面上，竟是喝醉了。陈平安有些无奈地站起身，跟掌柜的结过账，背着醉醺醺的老秀才就往外走。李保平跟在后面，一边看老秀才酒话连篇地拍打着陈平安的头，一边偷偷地笑。陈平安，人不风流枉少年，一定要喝酒啊！
酒是个好东西，好东西呀。是，我知道了，您不要拍我了。小宝平，哎，我在呢。千万记住喽，一定要珍惜陈平安这个傻好人呐！不要因为他做的太好太对，就觉得他不近人情，和他渐行渐远，不然迟早有一天你会后悔的。我不会离开小师叔的。我真的很担心陈平安你呀，会变成第二个小七。出事的时候，要么根本没人知道，要么知道了，都没有胆子出手帮忙，那多惨呐！到时候我一定会知道，也一定会帮忙的。好。陈平安，我问你，将来如果有一天整个浩然天下的读书人都开始指责小宝平，骂他不知羞耻，竟然喜欢自己的小师叔，你咋办？我喜欢小师叔还有错啊？这些读书人把脑子都给读坏了吧？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宝平你一定要告诉我，到时候哪怕远在天边也会赶过来，用我的拳头跟那些人讲讲道理。那如果小姑娘觉得你打不过那些人，怕你受伤，故意不告诉你，很久之后你才从别人口中知道了他可怜兮兮的结局，你咋办？难道你还要将那些读书人乱杀一通吗？宝平，你是想要小师叔事后为了你大开杀戒，被人骂死打死，还是事前就堂堂正正的跟人对峙，就算死也死得理直气壮，没有遗憾？小师叔，我选后面这个。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凄惨，那些个读书人还是要点脸皮的，分生死还不至于，就是会有点坎坷罢了。哎呀，突然好困呀，好困啊！老先生，你吓唬我们就算了，为了不付钱来装醉，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小师叔，到时候你真的要去跟那些人拼命吗？我有点害怕。怕什么？你以后好好读书，争取讲道理就赢过他们。另外，小师叔从今天起就会更加努力的练拳练剑，如果到时候你真被欺负了，小师叔就御剑飞行，咻的一下来到你身边，你想想啊，所有人都仰着头瞪大眼睛看着小师叔的场面，帅不帅气？厉不厉害？哇，帅气帅气！小师叔是天底下最帅气的人。三人回到秋庐客栈门口的时候，老秀才突然醒了过来。他从陈平安的背上跳下来，手上瞬间出现自己的行囊以及一块银锭似的东西。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还要一直往西走，去很多的地方，不能在这里耽搁下去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还要一直往西走，去很多的地方，不能在这里耽搁下去了。陈平安，那半个摧残呢？虽然还不怎么彻底，但善恶已经大致分明，以后就交给你了。文胜爷爷，那个叫崔禅还是崔东山的，就是个大坏蛋，你怎么总护着他呀？没办法呀，毕竟当年是因为我教导有误，
才导致了他走错道路。我确实不该那么斩钉截铁地全盘否定他的学问，给他造成一种我很武断地下了结论的误会。其实在那之前，关于他的学问我已经想了很久，推演的结果不说烂熟于心，但至少8、9不离10了。不过我那时急着出门去打一场很重要的架，所以根本来不及坐下来跟他好好讲解缘由，只能看似随口的一说。这不料后面的事情全都变了样，这小子一气之下叛出师门，留下了这么大的一个烂摊子。哎呀，不说了，都是些糊涂账。你们以后若是碰到类似的事情，可别学我呀，一定要对身边的人有耐心，莫要灯下黑，不然会很伤人心的。文胜爷爷，你不要难过了，我帮小师叔看着崔禅，不让他做坏事。小宝平，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陈平安，这东西你拿着。这点银子是酒钱吗？文胜老爷，先前我那是在开玩笑，请你喝一顿酒也是应该的。这东西看着像银子，其实是一块没了主人的剑劈，名为小丰都，它的品质不俗，关键是来历很大。以后你有机会去往中土神州，一定要带着它去趟穗山，说不定还能被穗山的山神请去喝酒呢。至于它怎么使用，很简单，只要用心，它就会自动认主。如果不用心，你就算捧着它10000年，它都不会醒过来，比一块破铜烂铁还不如。好，多谢文胜老爷。之前我说破嘴皮子，你都不肯答应当我弟子，现在收东西倒挺快的。我是觉得要是再拒绝您的好意，就伤感情了。文胜爷爷，是因为这东西像银子呀，所以小师叔喜欢。李宝平，哎呀，小宝平，下次见面别叫我文胜爷爷了，你是齐敬春的弟子，我是齐敬春的先生，你该喊我什么？师公。哎，这就对了嘛。走了。老秀才嗖的一下消失无踪。陈平安和李保平不约而同地抬起脑袋望向天空，试图寻找老人的身影，但天际却早就没了一丝痕迹。小平安，你过来，我有事情跟你讲。好，宝平，你把这些东西都放回房间去吧。水仙姐姐，怎么了？我们之前有一个100年之约，你还记得吗？我要在100年之内达到炼气士10境，就可以重返小镇取走老剑条。对，现在的情况有些变化，我要加快速度，争取在60年之内将老剑条恢复成最开始的相貌。这也就意味着你的那块斩龙台不够我来磨砺。说起这件事，我一直很奇怪，我明明记得我将自己的斩龙台送给阮师傅了，为什么他会出现在我的背篓里啊？你还记得有一次你在做梦的时候，连人带背篓一起跌入溪水中了吗？我就是在那个时候用一块质地最好的蛇胆石换走了斩龙台。哦，原来是这样，那阮师傅太亏了。他还有更亏的，为了让磨剑的速度加快，我必须要用上龙脊山中那块大型斩龙台。也许用不着整片石崖，但大半肯定是跑不掉的。关于那些来取走斩龙台的真武山风雪庙的修士们，我自有法子来瞒天过海，实在不行丢几本秘籍过去，他们自然会感恩戴德。神仙姐姐，你还是要小心些啊。我心里有数，你不用太担心。我得马上赶回小镇，因为这把荷叶伞撑不了多久了。原本来的时候我很担心你，因为你已经用掉了3缕剑气，但看到你在画卷之中的表现，再加上有崔东山、余禄等人护驾，
我相信你一定能顺顺利利的走到大隋。只是到了那边之后，在接下来的60年内，你不仅要保证自己别死，还要持续修炼，提升境界，真的很难呐。没关系的，阿良以前曾经说过，不管是武夫还是炼气士，若是有个5、6境的话，就可以走遍半个州的版图。只要不胡乱凑热闹，大体上可以安然无恙。我只要勤加修炼，不到处乱跑，应该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你能这么想，当然是最好的。不过，小平安，我一直很好奇，为什么到现在我就要离开了，你还是不问我怎么帮你续命，解决后患？既然你已经是我的主人了，这个要求于情于理都不过分吧？其实昨晚睡觉之前，我还想来找你问这些问题，但后来我忍住了。为什么？因为我突然想起了姚老头跟我说过的一句话：该是你的就拿好别丢，不该是你的想都别想。你倒是豁达。那说好了，不管如何，你先淬炼体魄，打好基础，等我60年。到时候你可别变成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子啊，那样就太煞风景了，小心我不认你这个主人。好，我答应你。老剑条笑了笑，突然抬起手掌，做出击掌为誓的姿势。陈平安连忙高高的抬起手，两人的手掌轻轻交错，不待陈平安回过神，老剑条就已然淡去身形，就此离开。国师大人，你今日召唤小的来此，是有何事？你们这儿的郡守卫里，我挺看好他的，想给他出一点难题，考验他的本事。若是他能承受得住，以后或许能成为我大黎的栋梁之才。不过这件事情嘛，需要你的帮忙。大人尽管吩咐。这不马上就要秋收了吗？到时候你就用些小法子，让这个郡城出点民不聊生的事情，再然后托人告诉卫里，说你能摆平那些情况，但需要跟他讨要一些好处。这么一来二去的，卫里的口碑地位必定水涨船高。到时你再放出风声，说是他勾结你们大水府邸，为了自己的仕途故意做出这些残害民生的事情。到时候我来看看，这座小小郡城的20万百姓，有几个不骂他卫里猪狗不如，有几个还敢再相信他？大人，这样的考验未免有些过了吧？哼，唯有生不如死，才能置之死地而后生。卫里是棵好苗子，说不定还会成为我的得意门生之一。所以你别光顾着看笑话，到时候如果他承受不住，铁了心要自杀，你一定得拦下来。是。你这么害怕做什么？我记得你爹黄庭国前任户部侍郎，就是天底下的最后一条蛟龙吧？不错，正是家父。哎，你的内心深处其实还是想杀了我，你自己可能都不晓得。不过没关系，对于我而言，你和你爹都是些蝼蚁，你们的爱恨情仇，我心情好的时候可能会帮忙安抚一下，心情不好的时候嘛，你应当听说过上古蜀国有一种罕见的蛟龙，生性喜欢同类相食。如果我心情不好，就吃掉你。这话什么意思？难道这个崔禅其实是我们的同类？就在寒食江水神胡思乱想之际，这封闭的密室之中竟然荡起了阵阵清风。崔东山微微皱眉，望向旁边，只见一个青衫老者突然出现在了房间之中，居然就是那位修行万年的老蛟龙，寒食江水神的父亲程水东。爹，你为何会来这儿？哼，不成器的东西，还不速速退下！是。国师大人，老朽这一趟不请自来，还请您恕罪。怎么，你想亲自过来看看我有没有能耐打杀你们父子吗？国师大人误会了，我这次来是为了帮我这幼子出谋划策，教他如何配合大黎和国师。我行事从来不管你们怎么想，只管看你们如何做，以及最后的结果。
我知道你这个当爹的老爬虫其实也不服气。若你打算撕毁盟约，不去当披云山新书院的山主，那么这一切我们不妨重新计算，看是谁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了。国师大人，何必如此咄咄逼人呢？我家先生刚教会了我一个道理，有些时候你一步都不能走出去，否则是会挨打的。所以嘛，你出现在此本就已经越界。要知道你的本体也就是伏龙观砚台上的那条老兽小龙，如今落到了我的手里，我现在要拿捏你可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何至于此呢？盟友之间就算有些小争执，也不需要触碰大道根本吧。更何况我们合作本是一桩天大的好事，难道国师大人就不怕我们来个鱼死网破，双方都竹篮打水一场空？你这是在威胁我吗？不敢。行，那么我就用上古的雷霆之法，不断劈打那方砚台上的老龙，也就是你的真身，直到差不多打散你300年的道行为止。崔禅，你不要欺人太甚。欺人太甚？你这条老爬虫是人吗？你们一家子都不是人啊！看看你这副德行，再看看你那个幼子，还光耀门楣。我就算敢把你们扶持到很高的位置，可你们坐得稳站得住吗？现在马上给我出去，看到你们我脏了眼睛。关于披云山书院山主一事，我再给你3天时间考虑。3天之后，如果我没有收到一个满意的回答，我们俩便不算是盟友。到时候你尽管来杀我。老蛟龙欲言又止，沉默半晌后，终于弯腰作揖，带着自己的儿子倒退出去。崔东山闭上眼睛，继续打坐修行。片刻后，他宽大的袖袍无风自动，身体表面的气机如溪水般缓缓流淌，整个人都焕然一新。我的修为竟然这么快又恢复到了第3境，看样子杨老头的修炼之法也并没有那么一无是处。崔东山站起身，蹑手蹑脚地离开密室，装作没事人一样来到秋庐客栈的院子里。他瞧了一圈，没有见着老秀才，倒是看到陈平安和李保平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气机已经完全感受不到，看样子那老头是真的走了。保平，你们家的有没有什么讲究？我现在已经是有钱人了，等到送完保平回到小镇之后，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爹娘修墓立碑。我也不是很清楚啊，回头我寄信回去找大哥问问看。小蛇叔，你回去了也可以直接去问我大哥。好，谢谢你了。对了，你知不知道崔禅的禅字是怎么写的？我知道，小蛇叔，我写给你看。这字儿确实挺难写的。陈平安这是什么意思啊？我才刚一做坏事，他就上赶着要跟我修坟立碑了。哎，这可如何是好啊？要不魏里那家伙就不折腾他了？大手府邸我也放过算了，但这几件事涉及到大黎霸业，不可能随意改变初衷和布局啊！哎，怎么办啊？哎呀，我到底要怎么办？崔东山，你杵在那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呢？我在想事情啊，要不先生你帮我解答一下？不帮，滚！哎，好嘞。这个家伙是之前在井底待久了，脑子也进水了，挨个骂怎么也这么开心？在秋庐客栈住了3天，林守一找到陈平安，表示他已经吸收不下更多的灵气了。于是几人离开了这座郡城，继续南下。
就如陈平安所料，这一路上虽然仍旧有许多波折，但好歹有惊无险，顺利地来到了大隋边境。通过那座并不雄伟的关隘城门时，城门内的街道上突然传来了隆隆的马蹄声，由远及近。陈平安赶紧让所有人都在路旁别动，让出道路。只见由20余人组成的御林军风驰电掣，在陈平安一行人的面前停下。为首的人是个面如冠玉的少年郎，陈平安瞧得眼熟，心头大震。这人不是当初在小镇买去了金色鲤鱼的富家公子吗？他怎么会在这里？当初那些外乡人个个身份不简单，想必他也是一样。陈平安，我们又见面了，你还记得我吗？记得，你曾经来我们小镇买过一条金色鲤鱼。你知不知道那条金色鲤鱼可是个宝贝，还有装鲤鱼的那个鱼篓也是件宝贝，叫做龙王篓。不过这两样东西可是差点害我死在大黎的边境上，但我还是得感谢你，哪怕当时我给了你一袋子金晶铜钱，现在看来我仍然是占了你天大的便宜。我发过誓，下次见面我一定要给你更多的报酬。哦，对了，忘记自我介绍了，我是大隋的皇子，你可以直接喊我高轩。我此次过来就是来亲自接你们去往我大隋的山崖书院。这有些太隆重了吧？我知道山崖书院位于大隋京城的东华山，我们可以自己过去的。这你就有所不知了，大隋很看重山崖书院，书院刚刚搬迁过来的时候，父皇就广发邀约，最终请来了30余位享誉朝野的文坛宗主，夫子硕儒来到书院担任授业先生。但山崖书院的山主仍然是齐敬春，如今他杳无音信，听说是病逝了。那么有无他的嫡传弟子坐镇书院中，就成了重中之重，否则就会名不正言不顺，完全难以服众。如今你们的到来就如同雪中送炭一般，所以无论我们多隆重的欢迎都不过分。陈平安犹豫再三，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份好意。于是从这一天起，名叫高轩的大隋皇子便带领着御林军，护送着陈平安等人，浩浩荡荡地穿过了2州7郡的版图，快速赶往大隋京城。这一支游学的队伍终于堂而皇之地坐上了马车，被大隋的军队和百姓们当作菩萨一样供奉了起来。开始的几天，几个孩子还觉得新鲜好玩，可越靠近目的地，他们越发的不自在起来。车队来到东华山的这一天，街道上看热闹的百姓反倒全部被清空了。大隋的高氏皇帝在一群官员的簇拥之下，身穿最正式的黄色坐龙朝服，站在山脚的书院门外，笑容和蔼地望着那5个走下马车的孩子。李保平、李怀、林守一，还有谢谢和于露。森严庄重的气氛之下，李保平却突然左右看看，有些着急。小师叔呢？你们看见小师叔了吗？啊？他不是跟你一个车厢吗？我中途睡了一会儿，醒来他就不见了，我以为他去你们的车厢了。少爷好像也不见了。沈平安他应该是怕离别伤心，所以偷偷的走了。啊，他怎么能这样啊？他骗人！他骗什么人了？我都记得陈平安说过，他送你们到大隋之后就会回去啊，不就是少了个告别而已嘛，以后又不是见不着。我不管，我就是要小师叔。我忘了他要走，我以为他会一直陪我们在书院念书的。至此，这群一路上懂事乖巧像个大人似的孩子们终于露出本性，当着大隋皇帝的面，在书院门口嚎啕大哭，不知所措。与此同时，大隋京城的某条街上，崔东山望向身边穿着崭新衣裤的陈平安，有些好奇地问：先生，你都换了新衣服新靴子，别上你的簪子了？
为什么不跟他们一起进书院呢？陈平安默不作声，他只是回过头去，不舍得看向那座巍峨的东华山，看向孩子们即将生活学习的山崖书院，在心中默默告别。送君千里，终须一别。老平、李怀、林守一，我走了，你们一定要好好读书啊！大隋京城的大街之上，崔东山看着神色悲伤的陈平安，仍然喋喋不休地在他的伤口上撒盐。既然这么舍不得，怎么就偷偷走了呀？你这个当小师叔的就不怕那些孩子在书院给人欺负呀？到时候可就没人帮他们撑腰了啊！先生，你说话呀，先生啊！闭嘴！夜尽之前，我们得出城门。哦，先生，又怎么了？城门在这边。知道了。瞧瞧那副魂不守舍的样子哟。夜尽之前，两人终于离开大隋京城，来到了返乡的官道上。突然，一阵马蹄声从他们的背后响起。陈平安，你怎么就偷偷走了，连报酬都不要了？你这不是陷我于不仁不义吗？如果可以的话，帮我照顾一下那些孩子，就当是报酬吧。这是两回事。书院那边我就不跟你打肿脸充胖子了，因为哪怕是我都没有办法掺和其中的事情，所以我不会答应你的。不过你放心，父皇肯定会抽出时间关注书院的动静。谢了。既然我答应了要给你的报酬，就必须给。你如果不收，也得先把手伸出来接过去了再扔。那就拿来吧。好。此次击掌之后，你陈平安就是我高轩的朋友了，以后再来大隋京城可以直接找我高轩。好，路途遥远，我帮你们准备了一辆马车，很快就会赶到。如果你实在喜欢步行，卖了换钱也无妨，但别贱卖啊，700-800两银子肯定是值得的。谢谢，先走了，后会有期。高轩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很快便带着那队御林军返回了城中。陈平安有些无奈，只得放慢脚步，一边等那马车追上，一边跟崔东山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天。先生，你是不是想不通一个皇子殿下为什么会对你如此客气？是想不明白，所以就不多想了。其实并不复杂，因为黄庭国是大隋的藩属，加上大黎境内肯定也有大隋的探子，所以不难知道你们这趟游学的大致经历。再加上宝平他们的身份特殊，所以那高轩乐得对你付出一点友善，放长线钓大鱼嘛。啊，哪怕到头来钓不着，但至少不会亏。其实呢，如果大黎换一个皇帝，或者山崖书院换一个山主，那么你们恐怕都不会受到这么高的礼遇，甚至书院都可能不会被大隋接手。这其中的情况比较复杂，说出来你可能不信。一路谢谢所在的卢氏王朝在覆灭之前，虽然是保平州公认的北方第一强国，但大黎皇帝心目中的敌人只有3个，其中没有卢氏皇帝，但却有大隋高氏。先生，我说了这么多，你就回我一句哦啊！我在想别的事。什么？我是不是应该在书院留几天呢？好歹亲眼看过保平他们开始读书了再走。我就知道你会忍不住。不过你什么时候走，其实都一样。唉，真是白问。喂，我好心好意给先生排忧解难，先生这样不好吧？一直到暮色深沉，高轩赠送的马车这才姗姗来迟。马夫是一个面无白须的老者，正是那个陪着高轩去往离珠洞天，出手伤了宁瑶的老宦官吴越。比起高轩的热情，吴越神色冷淡，交过马车后便徒步返回京城。崔东山打量了一会儿马车，然后跳了上去，主动担任起车夫的职责。先生，马车没有动手脚，咱俩安心上路吧。呸！什么上路啊？太晦气了，赶路啊！好吧，我上车休息一会儿。走喽，驾！
百事忙，千事忧，到头来万事休。天凉好个秋呀，好个秋！换首歌唱，换首歌。我有一头老毛驴，我从来也不骑。有一天我心血来潮，骑着去顽皮。这车厢之内竟然放了这么多瓶瓶罐罐的东西，都是高轩送的吗？先生，那车厢里放着的有几坛好酒，有炼气疗伤的丹药，甚至还有胭脂水粉。这个高轩也是够好玩的。同样是皇子殿下，他可比你那位好朋友宋吉新更礼贤下士一些。宋吉新从来不是。哦，那他可要伤心喽。话说回来，齐晋春在离开之前送给了赵瑶一方天下迎春的印章，送给宋吉新的则是6本书，有3本杂书，还有3本蒙学书籍，分别是礼乐官职小学。宋吉新呢，其实对你的态度很复杂，他大概是为了心安，所以离开的时候在屋子里留下了那3本蒙学书籍，本意是想送给你，但人心的复杂就在于此啦。宋吉新其实心知肚明，哪怕先生你拿到了他丢在院子里的钥匙，也绝对不会私自拿走书籍，但这并不妨碍他迈过自己良心上的坎儿。先生，那家伙是不是很聪明？关于那3本书，我如今倒是有个猜测。齐晋春之所以将书籍留给宋吉新，是因为他早就料到宋吉新看不上那3本蒙学，会选择留下来送给陈平安。齐晋春呀，齐晋春，我以前一直以为自己在下棋布局这方面远胜你，可如今回头再看，居然是大错特错喽。宋吉新一怔，你跟他关系那么僵，是因为他骗你违背你和你娘的誓言？先生，你别怪我多嘴啊，我也不是故意要被他开脱。宋吉新这么做嘛，其实是有原因的。他吃得好住得好，样样都比你强，但他每次看着你都在想，为什么你陈平安这个差点饿死的穷酸泥腿子，好歹都有爹娘，而我宋吉新却没有，甚至连娘亲的名字都不知道。他从小就被误会成前任督造官的私生子，很多街坊邻居在背后甚至当面骂他，骂得很难听。对呀，宋吉新最接受不了的一件事儿，就是先生你的身世如此凄惨，但好像每天活得都比他快活，吃饱了倒头大睡，睡饱了起来做事儿，这简直让他抓心挠肝，浑身不痛快呀。所以他不痛快，就想着要你不痛快。他知道你最在乎什么，就想让你失去什么。这件事确实让我恨死了宋吉新，但我真正开始不喜欢他的时候，其实要更早。怎么说？我小的时候曾经在泥坪巷里看见刘向阳差点被人打死，那时宋吉新就蹲在墙头上，不但没有制止，反而煽风点火。我觉得这样的人很可怕。哦，这样吗？我们老家那边有句方言叫看人挑担子不累，话没什么错，但如果只是觉得好玩，就往人的担子上加石头，这种人怎么做朋友啊？先生想太多了吧？宋吉新又没有往你的担子里加石头呀！而且我觉得他很可能希望和你成为朋友，因为他足够聪明，清楚应该跟什么人做朋友。比如宋吉新打心眼里瞧不起赵瑶，但还是会跟他拉关系。话说回来，先生你这种较真的个性，以后应该会有很多人不喜欢你。我一个人吃饱全家不愁的，也用不着那么多人喜欢我。再说了，我又不图别人什么。先生，你这叫臂力千仞，不欲则刚啊！学生我佩服佩服。我知道你套我话是想探究一些东西，不过没关系，说了这些我心里好受多了。先生你是大智若愚，学生我是大愚若智，咱俩相互切磋学问，以后联手一定无敌于天下。对了，你认识阿良吗？我刚刚听你唱老毛驴那首歌，阿良也唱过。很早就认识了，比齐晋春认识的还早一些吧。我小的时候离开家乡，也是像你们这般远游求学，只是比你走的要远很多。由于我那会儿吧，心高气傲，结果狠狠的丢了次脸，一气之下败在了老秀才门下。当时老秀才名声不显，学问也有被视为异端的苗头，所以我是他的第一个弟子。后来老秀才才陆陆续续收了一些弟子，包括那个姓左的，还有齐晋春。他的入室弟子其实不多因为老秀才是个什么事情都想说清楚的人，经常一个简单的道理都要说上一整天，
所以没有精力收太多贴身跟随的弟子。记名弟子嘛，相对要多一些。至于那些不惜自称为文圣门下走狗的人，可就浩浩荡荡不计其数喽。而且阿良呢，又比我更早认识老秀才。一开始他上门是要和老秀才打架的，但老秀才那张嘴皮子厉害得很呐，3两下就把阿良给说迷糊了。文圣老爷这么厉害？当然了，儒释道3教每60年都会举行一场辩论，那可是天底下最凶险的事情。有多少佛子道胎因为输掉了辩论而堕入旁门左道，沦为异端，最后的结局惨绝人寰。而那老秀才却是接连参加了2次辩论，还通通都吵赢了的人。先生你暂时不需要了解这个，反正那时候的老秀才说是天下独一份都不为过。那种被誉为一家之学明月当空的绝世风采，不是读书人绝对无法领略。总之嘛，老秀才和阿良成为了最好的酒友。随着老秀才的地位越来越高，阿良的修为也越来越高，两人相得益彰，关系一直很好。阿良跟我齐静春还有姓左的关系最好，他没少为我们3个折腾，尤其是为了齐静春和姓左的，打的那叫一个天翻地覆，荡气回肠啊！每次阿良来我们这儿的时候，就要开始吹嘘了，什么给你们3个兔崽子擦屁股都这么猛，我阿良真是猛啊！还有什么我阿良和你们读书人不一样，说话从不吹牛。这确实是阿良能说出来的话。好了，现在我跟你一样，心里也痛快多了。敞开了聊过之后，也不耽误我还是坏人，你还是好人。我有些困，去睡觉了。先生你好好休息。陈平安，你以为你这种就不可怕？你听到先生好耳力，不愧是千载难逢百年难遇的习武奇才，以后一统江湖天下无敌，指日可待呀！我谢谢你。大隋崇尚文风，皇帝没有怪罪这几个孩子，反倒十分喜欢。他不仅赏赐了孩子们人手一块正气玉佩和一盒金龙墨锭，还以舟车劳顿为由，省去了孩子们进入书院之后需要进行的繁文缛节，只让他们去祭拜了儒家至圣先师的挂图。最后，山崖书院的副山主毛晓东亲自前来，带着5个孩子去往各自的学社。他是昔年文圣的记名弟子之一，看着50来岁，有个酒糟鼻，腰间还挂着一只红木戒尺。知道这几个孩子和齐静春的关系，毛晓东心中感慨，于是在路上讲了许多的关于书院的事宜。现在这座山崖书院学生不到200人，夫子先生一共30位。我们的山主暂时由大隋的礼部尚书兼任，不过这是挂名而已，执掌具体事务的还是我。你们有什么事情不懂的，可以来问我。山崖书院以前在大黎的时候有一条老规矩，只管住不管饭。如今这条规矩并没有废除，只是多了回旋的余地。一来是新入学的学生们都是大隋的士族子弟，不缺钱；二来呢，是书院优待学子，仅仅是书籍笔墨、儒山衣物在内的诸多书院赠送，就是一笔惊人的财富。所以你们不用担心钱的问题好了，你们的学者都到了，好好休整一下，准备上课吧。这日黄昏时分，两人来到黄庭国一座繁华郡城之内。崔东山突然抬起头，望向远处的一座高耸阁楼，眼神惊诧。哟呵，当真古怪啊！这四面的天空都是晴朗无云，偏偏那座楼的上空风云晦暗，隐有电光。先生，你想不想过去凑凑热闹？凑热闹这种事情我不擅长。先生若是不愿意去，我就自己去了。先生你在门口等我便是。好，如果夜尽之前你还没有出来，我就自己赶路了。先生你真的这么绝情啊？赶紧滚！先生慢走，可千万要等我啊！陈平安离去后，一身白衣的崔东山穿过街巷，来到一座豪华的宅院面前。那异象横生的楼阁
便是这座宅院的书楼。崔东山抬起头，看着门口悬挂着写有芝兰2字的牌匾，不由冷笑一声。哼，好一座芝兰之势，果然赶得上那些能帮助妖物修行的洞天福地了。这位公子，有什么事吗？在下乃是依靠斩妖除魔积攒阴德的散仙，今日在城外见到宅子不对劲，可能会有血光之灾，特来相助。公子说笑了，整座郡城谁不知道，我们家曹老爷以及3位少爷都是公认的神仙中人，尤其是小少爷，去年刚刚成为了一座仙家掌门的嫡传子弟，精通飞剑和雷法两术，便是有妖物也不敢在我们府上捣乱的。你们家宅子藏风聚水做得不错，书楼又是镇眼所在，加上那里头的藏书，估计有不少都是圣贤君子亲手盖过藏书章的孤本吧，所以时间一久就容易汇聚灵气，寻常妖物不敢来此自投罗网，倒是一些生性温善喜好人气的小玩意儿会成长得很顺利，比如说一条即将蜕皮走将化龙的火蟒。这位公子，我们家根本就没有那种东西，你若再胡说八道，别怪我不客气了。我不想管你们家老爷养条火蟒要做什么，但他应该知道，那座城外的江水之中有条水蛇，境界比火蟒更高。如今他正在水底伺机而动，一旦火蟒蜕皮变得虚弱，那水蛇必然会离开江面，直扑此处，试图一击致命，顺势抢夺火蟒体内那颗半道火丹，转化为自身的修为，如此水火交融，可成大道。小小年纪，信口雌黄，滚滚！哎，先生你看，讲道理真是太麻烦，我还是按照自己的法子来吧。崔东山一推，便将那个挡在门前的曹家门房扫飞出去，当场晕厥过去。听到门口的动静，数十位曹家护院挥舞着棍棒赶了过来，却连人都没看清，就眼前一花，接二连三地飞扑在地，半天也爬不起来。崔东山缓步走到那座书楼的抬眼望去，只见书楼高达6层，占地面积很大，楼顶乌云密布，雷声隆隆。一条长达10数丈的巨大蟒蛇从屋顶探出身躯，蜿蜒向上，大如水缸的头颅正对着天空吐信，充满了敬畏之气。就在此时，一个身披古铜色甲胄的中年男子匆匆赶来，身后还跟着2个与他模样相似的少年。这人正是芝兰宅邸的主人，名为曹虎山。